哎呀，慧姐，死了还得让咱们兄弟来抛尸。大小姐真是的，去年那场大火烧死多好啊，反正横竖都得死。哎，你说二小姐为何一定要弄死大小姐呀？哎，这大小姐就是个废物啊，不仅容貌丑陋，还不能修炼。而二小姐呢，却是京中天赋最好的女子，姿容绝丽，犯不着将这废物视为眼中钉吧？你懂什么？老家主只宠着大小姐一人，二小姐自然不乐意。据说九王就要归来了，陛下要给她纳妃，家主有意让大小姐嫁进九王府。哎，就这儿了，快丢下去！毫不留情的一脚踢去，霎时间，麻袋就被推下了山崖，消失在暗夜中。一声闷响突然打破了四周的宁静，洛清欢猛然睁眼，身上的疼痛感疼得他瞬间冷汗直冒，大量碎片记忆涌入他的脑海。穿越就穿越嘛，把他这副身子折磨成这样是闹哪样啊？哼，洛家二小姐洛书燕是吧？就算不是替原身报仇，我也得让你也尝尝这乱棍打死加坠崖的痛。穿成了一个废物大小姐，又惨遭蛇蝎二妹陷害至此，洛清欢的心中燃起怒火。只是眼下他身骨受伤，又被抛下悬崖，得赶紧替自己治疗，然后想法子出去。幽暗的峡谷突然亮起诡异蓝光，一片镜湖在薄雾缭绕间若隐若现。想着先去清洗一下伤口，可突然他突觉下腹传来异样，一股燥热从丹田直冲颅顶，将他的面容瞬间就染红。糟糕，这薄雾里怎么会有天然的魅毒，而且毒性还很猛烈。眼下唯一的解决办法，要么找男人卸去药力，要么就只能自裁了。他好不容易获得第二次生命，绝不会轻易自我了断。忍着那股火热爬到湖边，洛清欢不管不顾，一个猛子扎了进去。那茫茫的蓝水岸边竟然靠着一个未着寸缕的男子，他急切地朝着那名男子游了过去。君九离背靠湖岸，浑然不觉是谁在他练功的关键时刻闯了进来。一张半人半鬼的脸瞬间出现在君九离的面前，是个女人还是个丑女？君九离此时的眼神完全够杀洛清欢千百回的，可他动不了啊！这该死的萧明跑哪里去了？君九离虽戴着面具，但露在外面的眼睛依然能把洛清欢活剐了。本尊劝你别做自寻死路的事，否则……洛清欢也不是吓大的，对方越是威胁，他就越是不听，天生有反骨。洛清欢咯咯一笑，你叫啊，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的。这丑女这般放荡，一时间气得双目猩红，却被自己的功法禁锢着，只能眼睁睁地任人摆布。这荒郊野外的，你说你怎的一点防范意识也没有？光溜溜的出现在这里，可不就是我的解药？不管了，再怎么样得先把命保住，大不了便宜这男人一次，将一切都交给了本能。凉薄的唇却是被什么温暖含住，撕咬，一丝血腥味儿瞬间溢满口腔。他身子猛地一僵，眼底泛起了神秘金光，血脉深处的力量正在一点一点的觉醒。突然间，浓雾之中仿佛响起一声龙吟，一条闪着莹莹金光的龙尾在浓雾中拍打了一下。君九离一把将洛清欢从湖里捞了出来。哼，不是想得到本尊吗？本尊成全你。终于在闹腾了2天2夜之后，重新恢复了平静。洛清欢再次醒来之时，是他，这狗男人当真不是人呐！表面清清冷冷，一副你莫要玷污我的做派，其实那方面可怕得很，折磨了他整整2天。我知道我心狠，但是为了活，你必须去死，别怪我。倒不如趁他病要他命。可他刚扬起手里的石头准备砸下，身后便传来了响动。洛清欢本能地感知到危险正在快速靠近，只能放弃男人的命，随意扒拉走了对方的衣服之后，快速地没入前面的浓雾中，悄然逃走。看
看着自家主子的惨状，萧明瞳孔巨震。尊上，属下来迟。君九离其实早已苏醒，只是他的特殊功法到了晋升的关键时刻，不宜动弹，迅速将神识铺开，都未在峡谷中发现那名女子的气息。这2日你在何处？尊上，那边派了些棘手的苍蝇，将属下引了出去，与他们缠斗了2日，无法脱身。是属下的失职，请尊上重罚。当时尊上的身子未着寸缕，现在又发这么大的火，不会是……究竟是哪个色胆包天的小人，把我们尊上给那啥了？尊上，这是属下在不远处发现的，或许……麻袋一出现，有那个女神的气息。丑女人，睡了本尊还想杀本尊，本尊定要抓住你，抽干你的血！洛清欢突然一个机灵，冷得抖了抖身子，此时正仰头看着望不到顶的山体，二话不说爬了起来。自己分明被那人折腾得不轻，但是一点也没觉得身子乏累。难不成那男人是跟千年老参化的？自己与他交合，其实是在吸收对方的精魄，化为己用。很快，不可能！哎呀，管他是人不是人，以后必定不会再相见的，一定是这样的。手脚麻利地爬上了山顶，而此时的洛府上下却是灯火通明。洛家老家主洛山大发光火，一名容貌艳丽的年轻女子。放心，你让人把那废物丢进老妖山，必定活不成。那老妖山里的浓雾有着剧毒，便是高手进去也有来无回。洛清欢，你最好永远烂在老妖山里，你的一切我会好好继承的。家主回来了，大小姐她回来了。丫头回来就好。那2个没用的东西怎么不确认一下人死没死？现在洛清欢回来了，计划不就泡汤了？姐姐，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妹妹我了。原来是二妹，看你这么担心我，怎么没见半滴眼泪？做戏不做全套，不专业。要不是现在没有证据，分分钟让你这蛇蝎毒妇现原形。因为洛家本就是御兽世家，而洛书燕更是近100年来洛家诞生的天赋最好的御兽师，巴结他的人甚至比唾弃嘲笑洛清欢的人还要多。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呀？穿成个不能修炼的废物也就算了，偏偏害他的仇人还是个天骄，这贼老天一定是在跟他开玩笑。爷爷，让您担心了，欢儿乏了，想回去歇息。随爷爷回家。站住！怎么，二妹还有事儿？洛清欢，你一夜未归，此时还穿着男人衣服，哈哈，不会是半夜私会情郎去了吧？太不要脸了，整个洛府的脸都被他一个人丢完了。哎呀，想不到人长得丑也就算了啊，竟还学会了当斧头人。洛老爷子如果再袒护下去啊，整个洛家还怎么服他呀？舒燕啊，清欢他再怎么伤风败俗，好歹是你堂姐，相信你爷爷会按家规来的。每一次出关询问这丫头，总说过得很好，却没想到是这番场景。我孙女还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今日谁敢再说一个字，以后我洛家不会再帮你们御兽。爷爷你别动气，为了这些人伤了身子，不值得。哼，二妹，你这一招用得妙啊，毁了我你很高兴是吧？洛家上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安的什么心？诋毁自己的姐姐，让这些墙头草给你当枪使，你可真是耍了一手好心机。蠢货，你太心急了，那废物与往常不一样了，好好查查他这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莫要再被情绪掌控，成大事者必须沉得住气。他总觉得洛书燕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他的身上似乎藏着一双毒蛇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可又看不出端倪。难道是我太敏感了？洛清欢便被老爷子带去了书房里，关上门，布下结界，一把将洛清欢的袖子撸了起来，一粒红豆般大小的手工纱清晰可见。什么情况？我不是跟那男人……丫头，爷爷不是不信你，是怕你被骗。你要记住，在你成为御兽师之前，千万要守住这手工纱。我能成为御兽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体内封印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爷爷会想法子帮他破开封印，开启灵体修炼的，终于能美美睡上一觉了。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进入梦乡的那一刻，原本平坦的小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隆了起来，大大的孕肚就这么一瞬间出现了。我的天哪，我肚子怎么大了？他连忙替自己把脉，切切实实就是喜脉。这下完犊子了，老爷子前脚刚跟他说过，男的要不得，小孩要不得，否则自己体内的那股力量可能会被带走，到时候不是废物也得成废物了。更大的刺激还在后面。他的肚子突然又有了反应，一股强烈的疼痛感涌了上来。我去，是宫缩呀，怎么回事啊？就算我的确已不再是清白之身，可前2天才做过的事儿，怎么今晚就要生了？这小生命孕育的也未免太快了些吧。好在洛清欢精通医术，自己给自己接生也不是不可以，那就只能硬着头皮把人生下来了。艰难做好一切的准备之后，洛清欢终于两腿一蹬，昏死在了床榻上。洛清欢突然被一股神秘金光包裹了起来，一道光晕也缓缓从他的体内剥离出来，最终掉落在枕边。而与此同时，君九离猛地睁开了眼，金色的瞳孔中酝酿着星辰般深不可测的风暴。1日，洛清欢猛然醒来，扭头一看，惊得瞪大了瞳孔，他枕边什么时候多了一颗蛋？眼前这颗金蛋分明是灵兽的蛋。娘亲，谁？什么娘亲？不要乱攀关系。娘亲不要我了。妈呀，这年头一颗蛋都能成精了，还非要叫他娘，你说搞不搞笑？娘亲不要抛下我，我真是你儿子。不听不听，他是人，怎么会生出个蛋呢？一定是有人要陷害他。娘亲，娘亲，我很有用的，要不你把我契约了吧？契约？我不是御兽师，更不能修炼，你凭什么说能契约？莫不是又想骗我？娘亲，孩儿怎么会骗娘呢？你体内原本的封印已经破了，可以修炼了呢。娘亲的天赋天下无敌，要是娘亲都成不了御兽师，那这世界就没有御兽师了。没想到他才刚默念发觉，屋里的空气便一阵涌动，大量灵气疯狂朝着他扑了过来。这些灵气就跟疯了一样的往他的奇经八脉钻，再这么下去，自己非得爆体不可。金蛋突然一跃而起，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刹那间那些灵气便被他吸了过去，将体内的灵气稳了下来。娘亲，你感觉怎么样？小家伙，你为何叫我娘亲呀？人是生不出蛋的。娘亲真笨，娘亲是人类，爹爹是个兽，可不就能下蛋了？随后金蛋仔细地讲述了自己被洛清欢诞下的过程，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小金蛋倒是也没说错，那家伙可不就是个兽，禽兽的兽。如今基本可以确定，眼前这蛋啊，就是自己生的。想不到自己奋战2天2夜，是在跟一头……娘亲，这下你可以相信我就是你的宝宝了吧？娘亲，娘亲。身份一下子就从少女变成了老母亲，想想就格外刺激。小金蛋竟然咬破了他的手指，饮下了自己的一滴鲜血，一方古老法印在洛清欢的脚下形成，包裹住了他与金蛋。娘亲，以后我既是你的宝宝，又是你的契约兽，再也不会分开了。灵兽一旦与人类缔结契约，将终身无法重获自由。丫头，方才爷爷察觉你的院里有灵气波动，可是有人闯了进来。一番探查过后，丫头，你可以修炼了。什么？那废物居然能修炼了！娘亲，那女人对你的敌意很大，
乖儿子，不用担心，你娘我也不是吃素的。娘亲，这女人长得真丑，不及娘亲的1/10美呢。不过她居然是名御兽师，修为也有初阶灵师，娘亲还需小心。乖儿子这小嘴真甜，还没孵出来就这么会夸人了。这要是长大还得了？这个世界以武为尊，几乎人人都可以修炼灵气，成为灵修。洛清欢，既然能修炼了，那这次各大家族大比，你理应出一份力。爷爷在你身上砸下这么多资源，你要是再不为家族的荣光出份力，就说不过去了吧？参加便参加，洛书燕，咱们之间的账还没清算呢，不如就在这次大会上做个了断。那人说的没错，洛清欢真的与以往不太一样了，他的脸分明依旧丑陋，他不知为何身上却散发着光芒一般，这自信是哪儿来的？那就这么定了，洛清欢，希望到时候你可不要食言啊！咱们擂台上见。丫头啊，舒燕的修为已是灵师境，咱不跟她置气啊，慢慢修炼，切勿操之过急。爷爷你放心，我自是有信心才会应下的。你也看到了，洛书燕根本就不把我这当长姐的放眼里，我就是想让其他人都知道，我洛清欢不是这么好欺负的。花儿长大了，爷爷替你高兴，你随我来。去死去死！洛清欢，你给我去死！爷爷他为何偏心至此？我哪点比不上那个废物？瞧你这点出息！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在洛书燕的脑海中响起。你帮帮我，那废物如今能修炼了，老爷子必定护得更紧，我没机会下手。死？那多便宜他！方才我觉察到那废物体内多了一股很强的力量，似乎还有灵兽的气息。什么？那废物难道跟我一样，体内也有一位您这样的高人助他，而且他也成了御兽师？不行，你答应我会帮我，我现在就要他死！稍安勿躁，我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保你满意。哦，娘亲的眼睛好漂亮啊！你这小家伙还没破壳就油嘴滑舌的。乖儿子，你是什么品种的？小金蛋晃了晃，摇头表示不知道。娘亲，要不咱找找爹去？娘亲，你脸上的黑纹定是什么古老封印，等时机成熟，自然就没了。那洛清欢的确是暂时没能力解开的，便也不再多想，一股吸力突然将他整个人吸进了卷轴之中，而那卷轴也在一阵荧光之后消失不见。娘亲，进入到了一片独立的空间中，竟是一处藏着万卷书册的藏书阁。这卷轴应该还是一方储物空间，于是连忙心念一动，闪身出了卷轴。娘亲，你这法宝也太厉害了，都能匹敌神器了呢。很快，洛清欢便抱着自家当儿子睡着了。而此时，就这些。尊上，丰州城内所有女子的情况都在这儿了，符合年龄的只有这些。尊上，其实还漏了一人，只是能穿越老妖山毒雾的必然是灵修，而那漏算的女子是个废物，不能修炼，所以属下并未将其算在内。她就是君九离居高临下的睨了这华府一眼，洛清欢的闺房中闯入一道高大身影。这个男人身上呀，有与他血脉相连的气息，他居然就这么与自己的亲爹见面了。不准你伤我娘！反了，偷生我的儿子，还洗脑这蠢蛋与父作对，他倒是睡得香呢。这女人太放肆了，不仅偷生了我强大的血脉，竟还将之契约了。不能让爹爹伤害娘亲。至于这个胆大妄为的丑女人，君九离的眼底再次闪过杀意，手掌一握，将躲在被窝里的小金蛋吸了出来，重新握于掌中。下一秒，君九离便瞳孔放大，头一次有了心跳加快的感觉。正因为这个被他认可了的儿子，竟不顾血脉之情的坑了他。骤然间，一方金色阵法将君九离和床上的洛清欢笼罩了起来。法则降下，契约几乎瞬间达成，金色法印便没入了君九离的眉心，随后消失不见。啊，怎么回事啊？这一觉睡的，
这气息该不会是……洛清欢，你可真是给本尊生了个好儿子呀！娘亲别怕，爹爹他现在不敢杀你。突然，娘亲，爹爹也被你契约了，虽然不是你我之间的那种契约，但命门连在一起了呢。娘亲，你不要怕他。洛清欢，你究竟对我儿子做了什么？信息量太大，洛清欢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心火里多出来的那道印记是这男人的。我有乖儿子帮我，想杀我，下辈子吧。看什么看？我现在可不怕你，有什么指教就快说，没别的事儿，你可以滚了。以后本尊不会再找你麻烦，但他本尊要带走。娘亲，不能让爹把我带走。我族禁地中有解除契约的秘法，我是娘亲的护身符。什么？还有这种秘法？草率了。儿子，娘亲何时同意他把你带走了？放心吧，咱母子俩永远不分开。君九离咬咬牙，无奈地闭上了眼睛。洛清欢，在这天地间，本尊若要灭了一个人，易如反掌。你是第一个让本尊吃了亏的人，很好。我知道我很好，快点别的。这天地间，无人敢驱使本尊做任何事。你还不配被我驱使呢！屁话少说，就一句话，你我现在共生，我实力太弱了，给点法宝傍身，行不行吧？索性甩下一枚戒指。此储物戒中有你想要的东西，不过那些药材你最好别碰。待我儿破壳时，以灵药喂养，别让本尊知道你自私自利，弃我而不顾，本尊不会放过你。君九离一个闪身便乘风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哎，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好歹我还给你生个儿子呢，留下性命总可以的吧？本尊君九离，你好自为之。君九离，娘亲，爹爹他不好惹，你以后千万别再激怒他了。他帮着娘亲把亲爹给坑惨了，日后要是被亲爹给抓住呀，他的小屁股肯定得开花儿。可娘亲也真是胆子大呢，爹爹都快被他给气炸了。放心吧，乖儿子，那家伙似乎很稀罕你，你现在是娘亲底牌，说吧，想要什么奖励？娘亲，我现在还没孵化，用不上这些东西的。娘亲，你得帮我炼化些天地灵物让我吸收，这些东西你就收下吧。半个月后，哇，恭喜娘亲的修为又精进了好多。乖儿子，跟娘一起参加大比去。修为的确是突飞猛进，已然到达了灵师境，这修炼速度呀，堪比坐火箭，整个大陆都找不到一两个出来。是要去狂揍那个叫罗淑燕的丑女人吗？娘亲让我也出场，我要替娘亲报仇。洛清欢，你就别伸长脖子看了，这裘息啊，可是本小姐亲自驯化的，只有本小姐和家主才有资格乘坐。你还是赶紧坐后面的马车去，免得误了时辰。丫头啊，你来同爷爷一起。丫头，你这修为飞升的也太快了吧。爷爷，其实先前我在那老妖山遇上个高人，他指点了我一番，感觉整个人像被打通了一样，吸收灵气快得很。丫头啊，防人之心不可无，爷爷给你个法宝傍身，你且时刻带在身上，可以隐去自身修为。便将一看似寻常的玉佩递给了洛清欢。这东西带上之后，可以阻挡灵皇以下的神识窥探，隐匿修为。娘亲，娘亲，外公他人真好，这可是隐灵玉，隐藏修为的不二法宝。他这次啊，一定要好好表现，让老爷子扬眉吐气一回。到了，丫头，爷爷得去家主台入座，你自己去等候区，记住量力而行，安全第一。爷爷不求别的，只求你平安。娘亲，你是怕那些眼瞎之人嘲笑那黑纹吗？乖儿子，不是娘亲怕他们嘲笑，而是那些人总是一口一个丑八怪，听得娘亲心烦。你放心吧，娘亲不在乎这些。洛清欢只是想图个耳根清净，这才蒙了面。娘亲你放心，孩儿一定会想办法帮娘亲把这脸上的黑纹去掉的。或许这小家伙就是上天派来救赎他的小天使吧，或许也不是坏事。燕儿小姐的修为似乎又上了一层楼，我等真是怎么赶都赶不上啊。是啊，燕儿小姐啊，不仅天赋高出我等一大截，还如此貌美，不知本小姐
姐对九王仰慕已久，不日便会让家中长辈上门求亲，届时必定邀请各位喝本小姐的喜酒。此话一出，整个等候区一片鸦雀无声，并非是他口出狂言让人觉得可笑，而是燕姐姐你疯了！你这么大好的前程，为何要与九王爷？就是啊，燕姐姐，那九王可是连自己爹娘都被克死的天煞孤星，又被断言活不过25，你这是为何啊？住嘴！你们懂什么？休要回九王生育，他那是没有与本小姐结合。本小姐出生时天降祥瑞，命里万福，定能让九王的命数扭转。要是自己没记错的话，那九王似乎是很得老爷子喜欢，老爷子是打算让自己嫁进九王府的。可老爷子不会不知道那九王是个天煞孤星，活不过25吧？那自己要是嫁过去，不是没几年就得守寡了？爷爷他这是为何？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这次咱们丰州城家族大比似乎涉及到前往丰州祖地的名额问题，各方都很关注，皇室也会派人前来观礼，也不知会是哪位皇子驾到。终于大比开始，就在高台正中间端坐着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子，而高台上，君九离早已发现了洛清欢，见他看自己的眼神专注得很，心里便是升起一股无名火。这女人当真大胆，都已经是生过娃的女人了，看见长得好看的男子，却一点也不自觉，盯这么长时间。虽然自己是隐藏了身份来的，洛清欢看的依旧是自己这张脸，但君九离的心里就是很不得劲儿，连着周身的空气也跟着冷了起来。九王爷可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呀？丰州城的城主小心翼翼地问道。可以开始了。天哪，他真的太帅了，只可惜活不长，是个短命鬼啊！谁人都知，普天之下呀，九王姿容风采绝顶，无人能及。同样还是个修炼奇才，不过20年华便已达高级灵宗境。若是能活长一点，这天下呀，说不定都是他的。哎呀，可惜了。娘亲，娘亲，我感觉那女人的身上有几分古怪，她的身上有一丝腐败之气呢。腐败之气，那是什么？大比开始，终于轮到他上场。废物怎么也来了？洛家这是无人了吗？洛清欢，我劝你快快投降，我哥哥可不会怜香惜玉呢。废物就是废物，估计是饿了，打算现场煮个蛋吃。洛大小姐，免得人说本少爷欺负你，自己下台吧。要是自己不下去，到时本少把你打下去，可就没那么好看了。方权根本不给洛清欢一点面子，欠揍极了，并未将此人放在眼里。小金蛋却是受不了别人那般侮辱自己的娘亲。娘亲放我出去！孩儿要替娘亲教训教训他们。再不将他放出来呀，该把孩子憋坏了。小金蛋一登场，什么东西？一颗蛋？太逗了！洛家这大小姐怕不是来搞笑的吧？人家祭出的不是法器，就是趁手的兵器，怎么到了她这里还能掏出一颗蛋来啊？废物就是废物，估计是饿了，打算现场煮个蛋吃。你们难道没觉得那蛋像是一颗灵兽蛋吗？话音一落，同时惊了惊，笑声也卡在了喉咙里。这废物该不会是也觉醒了御兽天赋吧？成了御兽师，那还能叫废物吗？洛家主，想不到你家清欢藏这么深，什么时候觉醒的？厚积薄发倒也不晚。洛兄，恭喜恭喜呀！清欢的爹娘都曾是洛家天赋最好的人，这丫头觉醒了也是早晚的事儿。小妮子什么时候契约了一枚蛋？又是什么样的灵宠？ 16岁才堪堪觉醒，能有什么能耐？蠢货，那可是个好东西，比你契约的那头地灵鼠强多了。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契约到比我的地灵鼠还厉害的灵兽？你的那个废物长姐，可比你想的要厉害得多。那金蛋若是我没看错，至少是个圣兽级别。你且找机会与他交手，我会暗中助你重伤的。届时我要你。后面的交代，洛书燕是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了。燕儿小姐，你怎么了？是啊，燕姐姐，那废物啊，不过就是寄出个蛋罢了。你的地灵鼠可是……闭嘴！九王，您见闻广博，
不知可是看出了什么门道？还请九王爷为我等解惑，骆家此女身边的金蛋究竟是何灵兽？不过低阶灵兽而已，金身黑纹看着唬人罢了。看吧，依旧是废物。九王爷都说只是个低阶灵兽罢了，那就没什么稀奇的了。废物，跟我斗？骆大小姐，那我们便开始吧。娘亲，今日你不用出手，看孩儿帮你将这些自大的废物统统打趴下。骆大小姐，我方权不想欺负你，让你3招怎么样？那我还真要谢谢方大少爷了。不过让招还是免了，就你这起势的架势，本姑娘估量着你的建议应该不咋地，你自求多福吧。那既然这样，在下可就不客气了。下一秒，方权周身气势大盛，灵气涌动。方某追随族中长辈练剑5载，自认有些天赋，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方家的剑术。青虎屠龙，长剑闪着凌厉的剑光，似要将骆清欢当场击穿。方少不是说要让3招吗？上来便是杀招。青虎屠龙剑，那可是方家的成名绝技啊！下一秒，方权那势如破竹的长剑便停在了半空，像是卡了壳一样。快看，是骆清欢召唤出来的那一颗蛋挡住了方少的攻击。乖儿子什么时候冲上去的？这速度当真是快极了。乖儿子干得漂亮。小金蛋不再逗弄方权，突然发力，直接将这道攻击顶飞了出去，就发现一道金光朝他袭来，一个照面，一声惨叫啊！下一秒，方权便如断线的风筝一般，被小金蛋砸出了场外。方权行不行啊？连1颗蛋都打不过。方家的剑术我领教过，的确不似看上去那般强，看来是方少外强中干了。这一场，骆清欢胜出。娘亲，我厉不厉害？小金蛋轻松获胜。乖儿子真厉害。那剑术也配称作屠龙剑法，真是笑死了。我们龙族才不可能这么容易被屠呢。乖儿子，你刚刚说什么？意识到自己得意忘形，说漏了嘴。没什么，娘亲，一会儿还让孩儿上场吧，这里就没有一个能打的。一顿的金光乍现之后，每一个对手都4仰8叉倒在了场外，无一例外。九王爷，那金蛋当真只是个普通灵兽蛋？千真万确，普通灵兽蛋而已。人类的贪婪一向没有底线，被自家老爹再次鉴定为普通灵兽蛋的小金蛋扭了扭蛋身。娘亲，就只剩你和洛书燕了，那女人身上有古怪，娘亲定要小心。九王爷，你觉得老夫这2个孙女儿怎么样啊？骆老爷子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真有打算把自己的孙女往火坑里推？他家老爷子不会是要当众提亲吧？骆家主，你这2个孙女都是人中龙凤，天之娇女，甚好。爷爷似乎有意要撮合你与九王，九王天煞孤星，5年后必定暴毙，这事天下皆知。看来啊，爷爷他也不是那么看重你。妹妹，你不是也很喜欢九王吗？又是为什么？美的东西谁不喜欢啊？九王长得那样帅，妹妹我馋死了呢。这女人好不要脸呐，敢将九王视作东西，胆子忒大。废话少说，要战便战。淑燕小姐，快打败这废物！废物，休要狂！废物，我叫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灵兽！出来吧，地灵鼠！这不就是地沟老鼠吗？妹妹，你怎么契约了个这么个玩意儿？洛书燕这地灵鼠啊，不仅长得猥琐，鼠眼里也都是傲慢，看着就很不讨喜。你懂什么？地灵鼠可要比你那不知什么东西的蛋血脉高贵多了！没见识的废物！地灵鼠，去撕了他的嘴！娘亲，交给孩儿吧。这丑东西虽然长得难以下咽了些，但似乎吞了不少好东西，滋补得很呢。乖儿子，你悠着点啊，老鼠肉可不能乱吃，小心吃坏了肚子。那废物还当淑燕小姐好对付呢，这也太嚣张了。等着吧，淑燕小姐一会儿就给他教训了。这女人人缘怎的这么差呀？这么多人喊着让她死。要是这个女人呐，让自己儿子受了伤，她定不会放过。地灵鼠，去将那灵兽蛋弄碎。灵兽修为分1到9阶，地灵鼠如今已是2阶修为，理论上完全可以碾压还未破壳的灵兽蛋的。可下一秒，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便响彻上空。
我的地灵鼠！整个蛋迅速地钻进了地灵鼠的脑袋里，而地灵鼠的脑袋被钻了个大窟窿，早已气息全无，从半空坠落在擂台。好残暴啊！洛清欢究竟契约了个什么东西啊？太可怕了！哎，快看洛书燕的地灵鼠，似乎是连兽核都不见了。突然，地灵鼠那开了瓢的脑袋里空空如也，连兽核都不见了。兽核那是成年灵兽才能孕育出来的精华部分，是灵兽的滋补物。一时间，观众席内的倒吸凉气声。好家伙呀，乖儿子的手段这么简单粗暴，太合胃口了。娘亲，我脏了，快帮我擦擦。嫌脏怎么还钻人脑袋里去了？取兽核这种事儿，为娘帮你不就行了？那怎么行？孩儿早就想好了，要替娘亲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女人。他当场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契约兽如果死亡，契约者的灵魂就会受到反噬。洛清欢，你这贱人，我要你为我的地灵兽陪葬！一缕黑气最后钻进了台下方权的身体里。洛家洛清欢拔得头筹，获得进入祖地资格。想不到洛家的这个废物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竟然打败了咱们丰州第一女天骄洛书燕，不愧是那对夫妇的孩子呀！是啊，她若能活着从祖地出来，那可真的就要脱胎换骨了。大小姐，家主让小的请您过去打听一趟，九王爷来了。九王爷，爷爷有说是什么事儿吗？外头仆从支吾半天，也没说出关键来。到了大厅，丫头啊，快来坐，爷爷有件事儿要跟你商量。丫头，九王是带了婚书过来的，打算与咱们洛家结亲，爷爷觉得你最合适。他前些日子才刚与君九黎那家伙有了肌肤之亲，还生了个便宜儿子出来，这会儿哪有心思嫁人呢？这辈子啊，打算打光棍了。娘亲不可，娘亲是爹爹的女人，怎可再嫁他人？哎呀，我不管，娘亲要给宝宝找后爹了，宝宝命苦啊！脑子里乖儿子叽叽喳喳哭闹个不停。哎呀，好了，娘亲答应你不会这么草率的，乖。民女方才年10有6，刚过及笄之年，现在谈婚论嫁是不是太早了些？无妨，寻常女子你这个年纪都已经生娃了，也不小了。民女半张脸丑如夜叉，怕午夜梦回惊了九王。无妨，外表都是浮云，内心才是关键。本王觉得洛大小姐心灵极美。民女资质极差，方才刚刚开启修炼，配不上九王。修炼不怕晚，况且你觉醒了御兽天赋，将来前途无量，本王觉得配得上。哎呀，有戏呀！看来这九王挺有眼光，知道我家清欢是个宝，娶回去不亏。民女洛书燕，见过九王。洛二小姐，本王听过你的大名，你有伤在身，快起来吧。看来都知道洛家是个结亲的好对象，这位九王是一点也不想得罪呢。洛书燕的态度那般露骨，身在名利场的九王又怎会看不出？所以这货感情还是个中央空调啊！方才还表现出对我感兴趣的样子，这会儿美女找上门，他倒也照单全收。渣男！本尊也得让你这女人尝一尝吃瘪的滋味。王爷，我家阿姐不解风情，怕是要让王爷你寒心了。不过奴家愿意替姐姐分担，您看。淑燕，这里何时有你说话的份儿？给我滚下去！哎，洛二小姐且慢。这是……本王见你灵魂受损，这是一枚5品固神丹，赠予你。什么？固神丹？5品丹药？九王，这可是5品丹药，修复灵魂之用的固神丹，您当真要？无妨，一枚丹药罢了，还是洛二小姐修复灵魂更重要。九王究竟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是又看上了舒燕这丫头？你妈的，老娘乖儿子好不容易让这女人灵魂受了伤，你他妈的冒出来当好人，有5品丹药了不起啊？这男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果然不是个好东西。清欢明日便要启程进入丰州祖地，要是九王没什么事儿，不如与我家清欢一道进去。
爷爷，我一个人可以。他才不想跟着大傻叉一起进祖地呢。送走客人之后，爷爷，您为何非要我与九王扯上关系？您明知……花儿乖，听爷爷安排。这次介入祖地，你且看看九王表现，要是你们合得来，就嫁了吧。爷爷，您要是不说清楚，我不走了。哼，花儿啊，爷爷这也是为你好啊。你还想不想把你这脸上的黑纹去了？爷爷，你的意思是九王那孙子可帮我解了这黑纹？你这孩子又说胡话！九王是九王，孙子是孙子，休要没大没小。花儿啊，九王命不久矣这事儿你是知道的吧？九王身上的龙气可帮你驱除脸上的黑纹。龙气？真假？你脸上的纹路实乃一种很霸道的古老封印。九王虽不是真的九五之尊，但他身上的龙气却十分浓郁，吸他龙气对你有帮助。花儿啊，是不是觉得爷爷很不厚道啊？是有那么一点了。那九王说到底跟他们无冤无仇的。哎，欢儿，爷爷只希望你能好好的，别的事情爷爷顾不了这么多了。那九王天命孤星，生命只剩短短5年，待他归去，龙气便会消散，届时你脸上的黑纹将无法破除。爷爷虽然觉得这样做对你和九王都有一定伤害，但你脸上的黑纹若是继续发展下去，恐怕黑纹不除会怎样？会被吞噬啊！娘亲，外公他可能说的是真的。龙气那玩意儿，自己要多少有多少，可那是要等他成年以后才行。看来他只能对不起爹爹，祝娘亲与九王早日成婚了。唉，搞半天自己依旧没能摆脱原身的命运，难道真要接受这狗血的命运安排，嫁给一个命不久矣的男人？还没谈过一场称心如意的恋爱，如今做了老母亲不说，还得嫁给一个短命鬼。不对呀，当个寡妇貌似也没什么不好吧？九王身份尊贵，府邸财宝必定堆积如山。若是当了九王妃，到时候九王两腿一蹬杆儿了，自己可不就能顺利继承他的遗产？哈哈哈哈！升官发财死老公，此乃天下大美事啊！他还在纠结什么呀？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当寡妇之后的美好生活。该不会是我的想法吓到了孙女儿，逼得人家疯了吧？花儿啊，你别吓唬爷爷呀！爷爷不出馊主意了，咱不嫁了，咱不嫁了。第二天，目送洛清欢启程。清欢，此去祖地极多凶险，可多多仰仗九王庇护，千万保住性命。清欢，以往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对不起你，没有关注你的成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大家都是陆家人。这些老不死的真不是东西。我女儿风光时，他们个个夸赞不已，现在又去巴结废物，是几个意思？你给老子少说几句。清欢这趟要是安全回来，修为必定大涨。咱们还是想想要怎么提升书院的实力吧。车架内，那个九王殿下，咱们先前是不是见过？虽然他与君九离是同一人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为了保险起见，他必须将这概率降到0，才能安心。自己气息大变，行为收敛，理论上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他还能有此疑问？大比那日，本王与洛小姐应该是第一次见啊。那九王可曾听闻一个人，他叫君九离？不曾听闻。一路再无话，等到了城主府，逃离了那个让他坐立不安的环境，早早便准备好了2副传送玉简。洛清欢只觉得浑身沐浴在了暖阳中，置身于一片独立空间内。别想了，那是至高符文师才能办到的事，而且还是最为深奥的空间符文。你还是先想想眼前的事吧。本王有自己的事要办，你好自为之。你才好自为之，你全家都好自为之。怎么这些大佬都喜欢让人好自为之啊？他记得君九离最后跟他说的话也是这4个字，修为高了不起啊。娘亲别生气，那人走了也好，他气势太强，他在的时候孩儿都不敢出来。哼，小兔崽子。在这3天的时间内，
若是洛清欢有造化，便能得大机缘，修为暴涨。但据说从前但凡进入过祖地的人，都没有真正得到祖地内丰州祖辈的庇护，得到什么大机缘。不过洛清欢有信心，因为乖儿子寻宝能力一流。娘亲，孩儿闻到那个方向，天地灵气最浓郁，快去看看。娘亲，我感应到前方洞里定有宝贝，带孩儿给娘亲探路。哎，回来！算这女人还有点良心。娘亲小心，这种洞穴通常都会被附近最强大的灵兽占领。有天才地宝的地方，也必定会有守护灵兽。哇，是爹爹给的隐形披风，这可是好东西啊！娘亲，快用灵气包裹全身，抵挡热气入体。乖儿子，你没什么感觉吗？孩儿水火不侵，这点热度根本伤害不到孩儿。突然，一声低吼从远处传来。糟糕，娘亲，这洞穴里居然有一头神兽守护。什么？神兽？好家伙呀！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强大物种，为什么会在祖地内出现？之前怎么从未有人提到过？洛清欢心跳加速，但与此同时，他也兴奋了起来。好大一只火鸟！娘亲，那不是普通火鸟了，那就是孩儿感知到的神兽，它是神兽朱雀。什么？朱雀？那不就是丰州城流传至今的传说神兽？难不成沉睡在祖地的这只朱雀，就是传说中的那只？说真是这样，事情就麻烦了。既然来了，就出来吧。这隐形披风，难不成这么快就被识破了？君九离那家伙该不会是给了一件残次品吧？九王，他什么时候也出现在这儿的？难不成这一路他一直都跟着我？太好了，娘亲，那个男人必定会与朱雀起冲突，咱们可以趁乱将那灵火取走。灵火？你说那七彩的火焰团是灵火？这团彩色火焰名叫七彩玄火，需要天地孕育数千年才能形成，因色彩绚丽而得名。排行第5，这七彩玄火竟然是天地灵火榜排行第5的上等灵火。乖儿子，娘亲觉得现阶段的自己还不足以征服灵火榜第5的灵火，咱们还是先看看情况吧。孩儿觉得娘亲说的对，况且那男人和朱雀都很强，咱们还是先躲起来，一会儿看能捡着啥吧。想不到九王爷还真是条大腿，能与神兽朱雀五五开。我决定了，这大腿我要抱。娘亲，要论实力的话，其实爹爹更厉害呀，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抱爹爹大腿？这要说谁的大腿更粗的话，可能真的是君九离。可一想到那家伙是想要杀他的，那抱大腿的想法便烟消云散了。哎，儿子，咱以后别提你那爹行不？咱们就先抱上九王的大腿，能抱几年是几年，让娘亲有时间提升修为，以后咱自己当自己的大腿。孩儿都听娘亲的，娘亲做什么，孩儿都支持。唉，看来娘亲与爹爹之间的隔阂很深，他得慢慢来才行。人类，你的确很强，不过想要取走七彩玄火，你还没有这个本事。谁说是本王要取走七彩玄火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天知道他这会儿有多难受。洛清欢找准机会便要开溜。再见了您嘞，我就是路过的，溜了溜了。灵物自会择主。朱雀，你守护这么久的七彩玄火始终不认你为主，又有什么用啊？那又如何？我得不到的，你们人类也休想要得到。突然像是长了眼睛一样，疯狂朝洛清欢扑来。这什么情况啊？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在追我？娘亲，那七彩玄火一直跟着娘亲，他好像想认主呢。什么？哎呀，不行不行，我拒绝。灵物择主算是天道大机缘，可以娘亲现在的修为的确有些勉强了。娘亲，快找那个男人帮忙。洛清欢奔逃间呢，屁股被烫得都快烤熟了，有苦说不出啊。哎呀，九王爷，
帮帮民女感激不尽。突然一个加速，直直撞上了洛清欢，将洛清欢整个吞噬。操！我是你姥姥。要是他成功将七彩玄火契约，你作为守护兽的使命也结束了，应该知道要做什么吧？虽然这样一来，他将重获自由，重见天日，可那也就预示着自己也必须追随七彩玄火的脚步，认着人类女子为主。难道他就逃不出这命运了吗？别高兴得太早，那人类女子不过是区灵师境，凭她也想要契约灵火榜排名第5的七彩玄火，可笑。剧烈的疼痛让他整个身子都微微颤抖起来。君九离第一次心脏一缩，内心有了些异动。我这么做会不会害了他？万一他坚持不下去，反被七彩玄火吞噬，该怎么办？整个身子都要燃烧起来的时候，一股清凉之感瞬间游遍四肢百骸，让他一下子从灼烧之痛中解脱了出来。什么情况？难道七彩玄火已经认主？乖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自己似乎被这火焰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系。活该！真以为七彩玄火是这么随便就能驯服的？那可是连我的朱雀玄火都得避让3分的天地灵火，那人类女子死定了。好在一切顺利极了，没一会儿功夫，天地间便是一阵的晃动，一方金色法印骤然降临，将洛清欢笼罩其中。洛清欢从阵法中走出，感觉身体松快极了。他感受了一番，发现自己居然直接晋升了2阶，修为从初级灵师境一跃到了高级灵师境。九王，我还真是要谢谢你啊，将七彩玄火让与民女呢。本就不是很喜欢这个九王爷，这下子洛清欢对他的仇视又多了几分。这样一来也好，他日吸取他身上龙气的时候，自己就不用有什么负罪感了。左小姐客气，本王也只是挥一挥手罢了，举手之劳。娘亲，你没事吧？啊，刚刚可吓死孩儿了。那灵火呢？洛清欢抬起手掌，下一秒，一团七彩的火焰便在他的掌心中跳跃起来。娘亲，你成功收服七彩玄火了，好棒！乖儿子，别太担心娘亲，你娘我的生命可没这么脆弱，不会让某些人得逞的。娘亲，那只朱雀似乎安静了很多，它怎么不闹腾了？一旦七彩玄火被他人收服，朱雀也应当要认其为主，这是天道规则。不过如果七彩玄火拥有者主动放弃契约朱雀的话，也不是不行。你倒是好心啊！哼，妈呀，你咋成走地鸡了？威风凛凛的朱雀秒变走地鸡，这谁来了都得嫌弃一嘴。估计没人看得出这是神兽吧？可恶，女人，你给我等着！这要是带出去啊，他都没脸将他召唤出来。喂，女人，你该不会是真的在嫌弃本大爷吧？太过分了！本大爷好歹是上古神兽朱雀师爷，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啊？你这人类女王太没眼力了！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听过没？我就是那上朱雀下玄武的朱雀。哦，所以呢？所以，老子叱咤风云，天地间来去自由的时候，你的祖宗说不定还没出生呢。就算是昔日大战所受之伤还未痊愈，本大爷也是寿终之霸，天下横着走。你可倒好，还嫌弃起本大爷来了，可耻，愚昧，不知好歹。哦，这么说你很强，那本姑娘勉为其难收了你，也不是不行。哎呀，糟糕，为了治这一口气，怎么还让人类女子惦记上我了？哎呀，失策呀！应该让这人类女子真的嫌弃我，好不契约了我的。要契约便契约，然后快带本大爷出去大吃一顿。哼，谁是主子还没分清楚，自然不能太急于契约，显得他多能耐。娘亲，这朱雀好生难伺候，跟大爷似的。孩儿这里有一种契约之法，可以缔结成主仆契约，要不要试试？主仆契约？主仆契约顾名思义，便是一种很古老的不平等契约。被契约者作为仆从，将终身不得背叛主人。被契约者的生死无法影响到主人分毫。在我们灵兽界，这是一种很悲催的契约。这么好的契约之法，乖儿子居然藏到了现在。
早知道有这么霸道的契约，就该拿来对付君九离的。乖儿子，快将主仆契约的方法告诉为娘。这朱雀是祖宗辈儿的，他是不会乖乖听话，就用主仆契约来约束他。那好，你站着别动，我这就把你契约了。一瞬间，朱雀便感觉自己被禁锢住了，一道契约之力便打入了朱雀的识海中。契约成，朱雀，今后我便是你的主人了。这是失传已久的主仆之妻啊！这该死的女人，你居然对本大爷用了主仆契约！此时的他呀，精神萎靡不振的，就像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虽然契约是契约了，可他还是没法接受这家伙走地鸡的模样。哎呀，我说啊，你这形象实在有损神兽威名，难不成你一直得这样？你以为我想这样吗？1000年前本大爷身受重伤，屈居于此，至今未恢复。等本大爷恢复巅峰状态，那一身绚丽的羽毛能把尔等眼睛亮瞎。主人，我朱雀以后就跟你混了。我灵魂受损严重，还需要主人帮忙费心。替本大替朱雀我找滋补之物恢复。娘亲，神兽修复灵魂所需要的灵物可是很难寻找的，这个位面未必会有呢。不过娘亲也不用太担心，到时候见到爹爹，我找爹爹讨要一些，他肯定有的。朱雀即便灵魂受损，可终归是神兽，出手便能抵挡灵皇强者的攻击，你契约不亏。这男人又好心提醒他，该说不说，这家伙还是挺有用的。这个九王倒也不是那么令人讨厌了。朱雀的灵魂修复起来十分困难，随缘即可，不必有负担。既然咱们已经是主仆了，那以后便好好相处。至于你的灵魂修复问题，作为你的主人，我会尽量帮你的。再过1日，我们便要被传送出去了，你有什么打算？祖地内适合你的机缘并不多，要是信得过本王，本王倒是可以领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适合你的机缘。那就多谢九王了，要是得了大机缘，民女必定报答。能让九王都觉得是机缘的，必定不简单，他很是期待呢。爹爹，孩儿可能又得坑您了。娘亲似乎对于能抱上九王大腿这件事十分认真，我更希望娘亲能够过得开心。九王那男人虽然让人摸不透，但至少没有想要害娘亲的动作，所以爹爹，您就一个人过吧。这里植被茂盛，随处可见一些灵药。这么多灵药，长势也不错，怎的没有灵兽来吃呢？前方有一头圣兽守护在这里，所以才没有其他灵兽敢靠近。圣兽？不用担心，那圣兽已被本王赶跑，如今这里成了无主之地。将圣兽赶跑了，听听，这是人话吗？这要是放在外界，定会被指着鼻子说暴殄天物的。多少强者做梦都想契约一头圣兽，要是遇见了，拼死也得将其捕获，找厉害的御兽师驯化。九王可倒好，把人家打跑了。倒是不笨，知道这是好东西，本王帮你守着。你可以去这泉水里泡一泡，能洗精伐髓。洗精伐髓，那可是修士脱胎换骨的捷径。那个九王爷，这是你先发现的，要不你先泡？本王不再需要洗精伐髓，你去吧。那民女就不客气了，还请九王替我把守一下。哎呀，原来洗精伐髓这么舒服呀！在他看来，自己尚且穿着2层衣服，又是青天白日的，那九王怎么说也是皇室门面，应当不会做过分之事。仔细感知一番，发现洛清欢竟然在泉水里泡睡着了，不仅没有任何洗伐过程的痛苦，反倒是享受上了。想了想，君九离挥袖部下结界，随后暂时离开了此地。半晌，小金蛋终于找到了君九离的位置，悄悄跟在了他身后，以为自己隐藏得极好，对方必定不会发现他。喂，我警告你，离我主人远一点。离你主人远一点，你这蛋管得倒是够宽啊。不要你管，我的主人是你配不上的，请你有点自知之明。吼，本王配不上你的主人。说，你接近我主人有何目的？为何帮我主人，却又给洛书燕那女人这么好的丹药？娘亲说了，
这样的男人朝三暮四，早晚要红杏出墙，妥妥的渣男。哼，不要以为我还只是个蛋，什么都不懂。你这样的人类男子，早晚要红杏出墙，肯定不是好男人。我主人值得最好的，你真的不配。小金蛋如临大敌，当即蓄力暴退。君九离便把小金蛋牢牢地抓在了掌心，暗道这九王抓他的感觉怎么会跟自家亲爹那么相似啊？分明是气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此时身后的九王缓缓地取出了一张面具，暗自戴起。若是本王这番面孔，你觉得配得上你主人吗？你就是一国之君也配不上。娘啊，怎么是你？本尊是你爹。爹爹，怎么是你？爹爹，娘亲他有好好照顾我，你不准再欺负他。爹爹，你为何又成了九王爷了？先前在娘亲家中，你为何对那个洛书燕这么好心，还送她一枚五品固神丹？外公他又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爹爹，你要选谁啊？哦，对了，坊间传言说你活不过25，真的假的？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爹爹的孩子。我还没死呢，这傻儿子怎么就开始哭爹了？九王这个身份只是为了行动方便，坊间传言信不得。你觉得我们一族只能活区区25载？那还有2个问题呢，洛书燕和娘亲，爹爹作为九王要选谁啊？还有那枚丹药要怎么解释啊？这傻儿子的话怎么那么多呀？明明都是亲生的，为何对待那个女人和对待自己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啊？那好吧，这么说，爹爹还是很在乎娘亲的。胡说！哼哼，爹爹还真是个别扭的人呢。这些大人真是奇怪，明明就很关心，却非要口是心非。爹爹还有事啊？这臭小子跟那女人一样无气。臭小子，本尊的身份切勿透露出去，连你娘也不能说。本尊的话你不听。妈呀，爹爹生气了啊！不敢，孩儿听爹爹的，不告诉娘亲你的身份。算了，这亲爹呀似乎有些暴力呢，他可不敢保证自己说出去之后，亲爹他会不会把自己捏爆。回到泉水中，多谢九王替民女护法，这泉水不错，洗精伐髓对你的效果很好。我身上仍佩戴着爷爷给我的引灵玉，除了灵皇以及灵尊境的强者之外，其他人应该都无法看透我的修为才对。九王应该只有灵宗境才对，他是怎么看出来的？灵王之后才算是真正进入修炼一途，你之前修为提升太快，往后还需稳扎稳打，以免根基不稳。再给我须臾片刻，祖地入口便会打开。在这之前，你还想不想再得一机缘？还有机缘？九王殿下不想找一找自己的机缘吗？为民女这般着想，民女无以为报啊。这里的机缘于本王而言作用不大，本王并不求回报，你不用有任何负担。那九王殿下再且等一等民女，我马上就好。这洗精伐髓拳被你泡过后，效果已经很微弱。九王觉得没用，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旧有着很强的洗精伐髓之效。放心吧，我家那些族人不挑的。没准儿啊，他把泉水带回去，族内众人还得对他竖大拇指呢。收了部分泉水，又本着雁过拔毛的原则，洛千环扭头又去了满地的灵药堆里忙碌起来，把这一带都拔秃了。他不是给了这女人一戒指的好东西吗？这么多灵药，要不民女分殿下一些？本王不需要，既然忙完了，那便走吧。他的手很大，不算粗糙，很是温暖。这还是洛清欢第一次牵男人的手，感觉很奇妙。其实九王这人挺好的，实力又强，长得也帅，是个女的估计都会对他动心吧。只可惜他是个短命鬼。如果有天他走了，看在那龙气的份上，我也许会给他守灵。我这手也算细呢，柔弱无骨，应该手感很好吧？这男人还嫌弃上了。罢了，反正也不会对他生出感情，这么在意做什么？九王殿下，不知你说的另有机缘在何处啊？但很快他就发现湖中心有一朵跃出水面的莲花，格外的显眼。
那是有灵力波动的莲花。娘亲，这居然是灵芝。这是一株百年修为的灵芝，天心白莲已生出灵智，你去将它契约了，它很适合你。天心白莲，这名字听着可不那么讨人喜欢呢。而且九王说的如此笃定，到底是怎么看出来我与这灵芝相配的？快将它契约，祖地马上就要关闭了。什么情况？这暗处还有黄雀在后，也盯上了这天心白莲不成？这东西看得挺顺眼，它也是灵芝？是灵芝鬼魔藤，它不适合你。娘亲，这鬼魔藤野性难驯得很，比天心白莲暗黑很多，它的藤条每处地方都带着毒刺，深处的灵智带着满满煞气，不太适合做灵宠呢。不适合契约吗？可为何我觉得这鬼魔藤更合我胃口？鬼魔藤顽劣，难以驯服，且过于鬼魅，煞气太重，不适合你。快去将天心白莲契约了。哦，难以驯服，不适合我。你不让我契约他，我还就偏偏看上他了。洛清欢，你是有逆骨呀。九王殿下说对了，我天生有反骨，你越不让我干啥，我就越想干啥。这鬼魔藤我甚是满意，就它了。或许是因为有君九离出手禁锢住了鬼魔藤，洛清欢的契约过程还算顺利，赶在了祖地关闭前顺利契约。娘亲，他好像很喜欢娘亲呢。契约完成，祖地也即将开启，将他们传送出去。洛清欢瞥了眼天心白莲，突然心神一动，和鬼魔藤灵魂沟通起来。鬼魔藤，那天心白莲似乎很不错，你要将它吞噬吗？表现得很兴奋。九王殿下，我这小宠对天心白莲有意思，你将禁锢解开吧。下一秒，鬼魔藤便冲了上去，属性上一个光明，一个黑暗，相互克制。七彩玄火太过霸道，你若想让你的鬼魔藤吞掉完整的天心白莲，就别用这火焰。娘亲，你可以借用朱雀的火焰来对付天心白莲。一展身手的洛清欢打了场酣畅淋漓的仗。不是他说哈，打架这种事情啊，他还是比较热衷的。主人，我吞噬了那天心白莲后变异了，可以通过灵魂传音与主人说话了。那感情好，我以后就叫你小鬼喽。你那黑莲是怎么一回事？主人，小鬼这朵黑莲便是吞噬了天心白莲以后变异得来，其中凝聚了我本体的剧毒，可以释放出范围很广的毒气。那可是个群攻技能啊，看来这天心白莲还有点作用。九王殿下，机缘馈赠之情，民女必当时刻铭记。他日若是有想要的，只要民女够得着，必定还以这份人情。你不用有负担，这份机缘与本王无用，而且你并没有选本王的契约天心白莲，而是选择了难以契约的鬼魔藤，这算是你自己的机缘。这九王果然人很不错，比那个男人好多了。见有人从阵法中走出，丫头，爷爷来接你回家。丫头，这3日过得如何呀？爷爷，欢儿这3日过得很不错，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呢。九王殿下他帮了欢儿不少。老夫多谢九王爷在祖地内照顾我家孙女，还请九王移步府上，老夫要好好谢谢你。爷爷，您有什么话想问就问吧。这3日在祖地内，欢儿一直与九王在一块儿的。这两人的关系似乎突飞猛进呐。好，那爷爷便问了。丫头，你在祖地内得了什么机缘啊？灵火。看来这2年轻人在祖地内处得不错呀。不错，是排行第5的七彩玄火，好好修炼之，威力无穷大呀。将一小截藤蔓抖了出来。这是灵芝，这是鬼魔藤。丫头你，好家伙，这么邪乎的东西，自家孙女儿就这么契约了。没想到他家孙女儿女孩子家的会与这鬼魔藤契约。其实他本可以契约天心白莲的，不过这妮子不听劝，非要契约鬼魔藤。九王你没事儿吧？好好的氛围你提哪壶？想不到他如天神鬼煞一般的亲爹，居然也有这样一副面孔，不能让娘亲知道他的身份，所以有些事情他还是睁只眼闭只眼，不看了吧。欢儿，你糊涂啊！天心白莲不仅有很强的攻击手段，那白莲能入药，
亦能再生，而且那天心白莲长得十分圣洁，最适合女儿家做灵宠。你这丫头！爷爷，我觉得鬼魔藤更合我胃口，与我的契合度更高，而那天心白莲与我并无灵魂共鸣，所以才选择鬼魔藤的。您别气，鬼魔藤十分忠心，可不比天心白莲差。那还是契合度更高的合适。唉，想不到你这丫头居然跟鬼魔藤更契合。到了洛府，走。还废物呢，人家清欢小姐可是从祖地回来的人，今时不同往日啦。哦，对，清欢小姐现在比淑燕小姐还厉害，瞧我这嘴。欢儿平安归来，今日府上设宴，去把几个交好的家族请来，我要为欢儿举办一场接风宴。清欢丫头，族人都对你此行的收获颇为好奇，趁着大家伙都在，有什么收获就拿出来吧。当然，家族不会逼迫你们小辈必须将所有收获都上交，你看看自己需要什么便留下，剩下的拿出来看看。大长老，从前我家淑燕在外得了资源宝贝，可是都上交家族的，怎的到了他这边你就不一视同仁了啊？鸿飞，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的份儿。舒燕从前得的资源是不少，族内提供给她的修炼资源亦是其余小辈的数倍不止。清欢丫头这趟去的可是丰州祖地，那里更多的是自己寻找机缘，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二叔二婶，淑燕堂妹昔日也是享受了家族不少资源的，据我所知，她上交家族的那点资源还不及每年从家族库房中拿走的1/10吧。姐姐，你这该不会是什么也没得到，又怕家族众人笑话，所以才拿妹妹来说事的吧？亦或者你只想独吞资源，不想分于众族中弟子共享？清欢，要是没有资源带回族中，我们也不会怪你，你就给个痛快吧。怎样，清欢丫头？我这里倒的确是有好东西带回来，也愿意提供给家族众人使用。不过有什么话，清欢丫头你可以直接说，大家都是本族同胞，不会为难你。如果真有什么人敢再胡言，家主和老夫都可以替你做主。洛清欢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小瓷瓶，大长老不妨先看看我这东西，我再提条件。带回什么还不知道呢，这就开始摆谱，还谈条件，真当我们稀罕？二婶如此看不上我带回来的东西，那到时候你们二房可别用。笑话，我家淑燕她……你少说两句，长老们都还在呢。清欢丫头，这东西应该不止这些吧？我的确是带回了不少，足够在族内建一个小池子，供族人使用。说说吧，什么条件？大长老居然答应了，看来那瓷瓶里的东西很值啊！能让咱们大长老都严阵以待，足以证明洛清欢拿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个宝贝。咱们且等等就知道了。让你别冲动，要真是个好宝贝，咱家淑燕没有得到，就从你们苏家拿来。我听说咱们家库房里有一灵剂很厉害，用它做交换。大长老，晚辈知道那灵剂是踏本，只能使用一次，换我这些可供全族人使用的资源，应该不亏吧？家主，这件事儿你来定吧。他自然是全力支持自家孙女儿的，于是大手一挥，事情就这么定下了。既然如此，那清欢丫头就随老夫等人去后山家族祠堂吧。本王对那灵剂有些兴趣，不知可否让本王也一起？你们说洛清欢究竟会提供什么修炼资源？连大长老都那般震惊，肯定是好东西，咱们就等着看吧。哎呀，想不到大小姐居然这么厉害，我以前还对她冷嘲热讽过。哎呦，希望她别太记仇才好。老七呀，你就别移来移去了，我孙女身上有我送的眼灵玉，你窥探不到。洛川已经跟老夫说过了，你想要从丰州祖地得来的资源换取那套灵剂，你当真要换取那卷灵剂？老夫曾经研究过，这灵剂十分霸道，便是连老夫也不敢轻易尝试。灵剂若非难以炼成，我们几个老家伙也不会让它在库存一直落灰。丫头啊，你不如换个别的。娘亲，你天赋资质很强，这几人觉得难于修炼的灵剂，
或许娘亲你可以。就换那灵剂了，多谢几位长老的提醒，晚辈还是想要那卷灵剂。小小一片不规则的古文石递了过来，这便是很多灵剂的拓印方式。一旦注入魂力之后，拓本也就消失了，根本无法二次使用。那晚辈便把祖地内得到的东西放这里了。说着，他手一挥，泉水便源源不断地注入洼地内，最终形成一片小石，以为也就一体桶这么多。这竟是比一般洗髓丹还要珍贵的天然洗精法髓泉。丫头，这么好的东西你可以自己留着的。爷爷，你放心啦，这泉水我已经泡过了的，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多大效果了，倒不如贡献给家族，多培养些强者出来。爷爷不是一家之主吗？怎么感觉他对洛家未来的发展也不是很上心的样子？老七，此洗精法髓泉还很浓郁，你老小子一直都想洗髓，你先来。洛河便是激动起来。行了行了，你们快出去吧，老夫要在这池子里先泡上一泡，至于这泉水到底要如何分配，你们几个老家伙自己研究去。你走不走？等到第二天，长老团放出消息，震惊了全族人。大小姐度量真大，这么好的天才地宝都舍得上交，比二小姐要大方不少吧？那是自然，听说昨晚二房那边闹腾得很，估计是嫉妒洛清欢呢。其实我觉得洛书燕这人挺不好相处的，她太过高傲了，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就是天赋强点吗？砸了这么多资源下去，换我呀，没准也能成。滚！书燕，你别着急，娘亲一定想办法帮你去我们苏家要一枚洗髓丹，那废物拿回来的东西谁稀罕？你懂什么？外公家这么多表哥表姐，洗髓丹这种东西怎么可能给我？而且听说废物带回来的是天然的洗精法髓泉，是洗髓丹能比的吗？前辈，你快现身帮帮我吧，那废物都已经气到我头上去了，你不是说你有法子对付他的吗？脑海中的声音一直没有再响起。自从大比之后，前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如今无人依靠，只能看看他愿不愿意帮忙了。尊上，你让我查的已经查到了，洛清欢小姐的爹娘天赋都很强，不过洛小姐似乎并非那两人亲生。并非亲生？属下查到，洛小姐是洛山某日从外面领回来的，整个洛府没人知道。而且属下查到，这洛山的身份似乎也有些问题。更让属下惊讶的是，无论我怎么查，都无法查到洛小姐的真正身世。尊上什么时候对一个下界人类女子这么上心了？从前没有哪个女人能进主子的身。要说尊上的变化，估计还得从那晚他失职练功的尊上被那啥之后说起。可他探查过呀，洛家这位大小姐乃是完璧之身，应该不是那晚的女子才对啊。民女洛书燕求见九王殿下，民女可以进来吗？洛二小姐请进。九王殿下，书燕打扰了。洛府如今两大小姐争奇斗艳，坊间传言这二小姐如何好，这女人的意图太过明显，毫不收敛，真是不知羞。尊上明显对这女人有些厌烦，又为何要帮她？也不管已经天黑，两个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有伤风化。书燕这次来是专门感谢九王赠予的那枚雾神丹的。哦，她不经意间发现洛清欢这二妹的身上呀有黑暗气息的残魂，未免此女伤害到洛清欢，所以才给了枚动过手脚的丹药。九王殿下看来真的对我有意思，就说嘛，洛清欢那么丑陋，怎么可能会被九王看上？男人啊，还是更喜欢长得美的女人。洛清欢半张脸丑得跟夜叉一般，九王怎会看上？君九离也释放出神识，在洛书燕的身上扫了扫，那黑暗之气被压下去了。殿下，书燕的伤势已经被九王您赠予的丹药彻底治好了，多谢殿下关心。蠢女人。洛二小姐，天色不早了，本王要休息了。方才还对他关心备至，怎么转脸就要让他离开？难不成是自己方才表现得太矫揉造作，令九王不喜了？人家九王根本就不想搭理他。洛书燕不甘心地走出了九王的客房，屋内出手挥出一道小小的气劲，骤然将床榻轰个粉碎。来人，床塌了，本王要换房。乖乖，
好端端床怎么碎成了这样子？好家伙，以前也没见尊上这么洁癖啊！估计是今儿被那陆二小姐恶心到了，连忙要把这衣服烧了，去身上的骚气。哎，你们听说没？昨晚二小姐一步三回头的从九王屋子里出来，身上的衣服都有些凌乱，大家都觉得她与九王之间定是发生了些什么啊！我听说的是九王殿下屋里的床都塌了，原来二小姐进去过呀。看不出来呀，九王殿下居然这么猛，也不知道二小姐遭不遭得住，床都塌了，你敢想？我勒个乖乖，真假？他当时就想冲在吃瓜第一线。喂，别走啊！算了，九王殿下，老夫倒是要问问你，昨晚你与舒燕那丫头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啥？现在都问这么直接了吗？如果让这个误会继续下去，不被揭穿，爷爷估计骆家生育必定会逼九王娶我。嚯，原来九王真喜欢洛书燕那样的，哎，还真是白瞎了他这一身气质和修为。啊！该怎么办？爹爹，你快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呀？要怎么才能让娘亲知道爹爹他是清白的？轰轰，八卦的女主角来喽！爷爷，舒燕求见。爷爷，府里那些谣言都是假的，也不知是哪个嚼舌根的乱说。我与九王怎么可能？得，都是装的，眼泪是假的，红了的脸也是因为掐大腿疼得涨红的。看来呀，两人搞在一起这事儿啊，8成也是假的了。娘亲，这女人不怀好意，想要讹上九王。娘亲，你忘了吗？在祖地内，九王可是帮了咱们不少。娘亲会找机会报答的。九王他不可能喜欢洛书燕那种女人啊！洛千欢察觉到乖儿子情绪波动很大，看着比九王都还要着急。乖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九王手里？说出来，娘亲替你摆平。乖儿子与九王应该不熟吧？而且这么帮着一个外人，他不怕他爹知道了生气？那个，不是啦，孩儿只是理性分析，觉得这件事有蹊跷。哦，你给为娘分析分析看。那个，孩儿觉得定是这女人自己找上门，九王没有搭理，这不知羞的女人自己要去爬九王的床，然后九王定是嫌弃那床被洛书燕玷污了，所以直接一掌轰了。肯定是这样。爹爹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人，必定受不了自己的东西被洛书燕那样的女人碰过。这一波胡言乱语、瞎编故事的结局，跟实际情况已经非常接近了。本王不是什么都不挑的人，都出去吧。大清早的不雅传闻烟消云散。什么？择日成婚？这么快都不用问问他的意见吗？这是奉旨成婚呐！洛千欢拿着婚书，好半晌才回神。君九离看似神情淡定地坐着喝茶，水泥风的心啊，此刻跳得厉害，就怕这女人一口拒绝，却又怕这女人立刻答应。好在洛千欢既没直接拒绝，也没有立刻答应。丫头，咱不是说好了吗？吸他龙气，你才能活。九王，我知你携婚书前来，多半是圣上的意思，但我偏生不喜欢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生是我的，也不是这一纸婚书能左右得了的。没有感情的结合，注定是场悲剧，所以民女想嫁给九王，熬死他，当个快活寡妇固然好，可就怕现在就嫁，生出感情怎么办？洛小姐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所以民女想，出嫁的事情可以再缓缓，我与九王其实也不熟，不如再接触接触。虽然这么做有点不厚道，但是没办法。九王殿下，你就乖乖做一个工具人吧。于是在第二天，老爷子便已经暗自为洛清欢收拾了包袱细软，早早的就把他扫地出门了。这样也好，
不用理会二房那些跳梁小丑，我也能出去见见世面。啊，是自由的味道。什么情况？家主昨晚上可是信誓旦旦说了，要是大小姐哭哭啼啼的，咱们也别心软，一定要让她离开。这跟家主想象的不太一样啊。那咱们这是该怎么向家主汇报呢？就说大小姐毫无留恋，高高兴兴的走了？你这笨脑瓜，这要是让家主知道了该多伤心啊！终究是老头子我想多了，那个臭丫头怕是巴不得离家出走吧。不过也是该出去见识一下了。长大的雄鹰不可能永远躲在山崖下，而羽翼渐丰的凤凰终究也是要遨游天际的。区区一个小骆家，终究只是起点罢了。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丰州城的大街上，因为头上罩着一顶落纱帽，无人看出她是骆家大小姐。娘亲，外公都撵你出家门了，为什么你这么高兴啊？小金蛋觉得自家娘亲啊就是个缺心眼儿，外公定是生娘亲的气了，一大早就把娘亲赶出家门了。娘亲非但没有伤心，反而高兴得很，真不知道娘亲是怎么想的。唉，爹爹他一定很伤心吧。孩儿啊，你还小，很多事儿你不懂，成亲有什么好的？可你不与九王成亲，又要如何进他身，弃他龙妻啊？乖宝儿，这事儿吧，以后再说。娘亲现在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啊，虽然没了爷爷和家族的庇护，但却能在外面看更多的风景，结交更多的人，这不好吗？好，好你个头！这一点也不好。快来瞧一瞧，看一看，今日我轩辕拍卖行有新鲜货，有钱的看客们千万不要错过喽！修炼者内丹若是提供给灵兽吞服，可以短期内助其修为大涨。似乎一些邪修也喜欢以内丹入药修炼，不过这样的做法都会导致杀戮性变重，难以自控。娘亲，这个拍卖行背后的主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娘亲，那个叫方权的人好像变了一样，气息中多了一些黑暗之气，就跟洛书燕一样。娘亲千万要小心啊！反正他都要离开这儿了。等进了拍卖大厅，你放心，要是一会儿东西出来，我又恰好买得起，就帮你收了。很快拍卖开始。诸位，今天你们算是来对了。我们拍卖会供奉的御兽师最近驯化了一头十分凶狠的灵兽。突然，洛清欢的眼神不经意与那赤金狮交汇在一起，刹那间，洛清欢便看懂了赤金狮眼里的恳求。他好像在向我求救。娘亲，他好可怜，虽然血脉的确是低了点，但当个坐骑也不错呢。要不然咱们……我出一枚4品虚灵丹。太暴殄天物了，用4品虚灵丹买这一头赤金狮，你疯了吧？哎呦，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作为一只神兽，一枚4品虚灵丹而已，看把你给激动了。啊，我那是心疼你啊，主人，那只赤金狮根本就不值这个价。主人，你要是真的喜欢，本大爷改天去魔林里帮你抓一堆。这赤金狮就是与他有缘。这位道友，用一枚4品虚灵丹未免有些浪费了吧？不如本少帮你将赤金狮拍下，你把那枚虚灵丹给我，我还能额外再给你一笔灵石，如何？方权话音刚落，成交！这位贵客，你用丹药换取赤金狮，我们轩辕拍卖行成交了。洛清欢看着瘦骨嶙峋的赤金狮趴在笼子里，气息微弱。这些人只顾着赚取灵石，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这样即便是修士将其拍回家，契约之后也得花些时间才能让灵兽恢复过来。娘亲，你要将他契约吗？赤金狮的状态显然很不好，娘亲若是把他契约了，估计是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让他重新找回做灵兽的尊严了。
其实，人类一直都没有停止对弱小灵兽的杀戮，久而久之，才形成了两族之间敌对的关系。即使我们做兽兽的，也不是不能接受与你们人类契约。人类中还是有好人的，只是多数契约者人类知道我们兽兽是战斗的工具，从不真心对待。所以，不如娘亲你帮他稍稍恢复伤势后，放他回归丛林吧。你愿意跟我契约吗？看着眼前这个人类女子，长久以来恐惧的心突然就安定了下来。赤金狮缓缓地伸出了爪子，看来是愿意，那便契约了吧。契约阵法落下，洛清欢顺利与赤金狮达成了灵魂契约。本大爷身为神兽，却只能与你签订主仆契约，连一个赤金狮都不如，我不活了我！那你去死吧，看把你能的！朱雀的心吧唧一下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好几瓣。早知事情会变成这样，他最开始就不该跟这女人作对的。现在好了，他堂堂上古神兽，却要受这鸟气，受生如此艰难。主人，你不用害怕，以后你跟着我大可放宽心。我不是那些人，与我契约了便是伙伴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主人，谢谢你。快将此灵药服下，然后去契约空间休息吧。主人，朱雀也谢谢你，我已经感知到那灵物的具体方位了。主人，那东西在哪里？等朱雀说完，最高处，那应该是人家库房之类的地方吧。要是在拍卖品中，我或许还能帮帮你。你这是要让我帮你去盗取人家库房的宝贝啊？哎，你够了，以后不许再对我撒娇。只有本蛋蛋可以对娘亲撒娇，娘亲，对吧？这次我帮你，下次你自己解决。洛清欢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暗室。朱雀，你这形象我还是不太能接受。那库房里的东西也都收进这里了，你赶紧去看看吧，争取早点恢复过来。自己这都契约了些什么呀？乖儿子是颗蛋也就算了，毕竟是自己亲生的，不能嫌弃。可好不容易契约个神兽，看模样却是连山村小土鸡都不如。他难道就不配拥有威风霸气的契约兽吗？脑子里没来由的划过君九离的模样。想那家伙干嘛？主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空间啊？这朱雀，你知道这里是哪里？主人，你别告诉本大爷你不知道这是哪儿。主人，你也太厉害了，这么逆天的东西在手，竟然这么沉得住气。哎呀，废话少说，快告诉我。主人，这方天地极其玄妙，而它的名字叫做天道图书馆。据传想要进入这天道图书馆，就必须拥有开启这方神秘空间的卷轴。主人，你拿着这么逆天的卷轴，就证明你的身份定然不简单。看来老朱我跟了个狠角色呀。谁管你啊？哎呀，快说说这天道图书馆究竟什么情况？所谓天道图书馆，就是集天道意识所汇聚成的一方天地，这里收纳珍宝书册无数，至今无人将其浏览完。但凡可以与之契约的修士，必是天赋极其出众之人，可以利用天道图书馆内数不尽的灵技功法，成就修为至高，踏破虚空，遨游寰宇。说了这么多，这地方到底要如何利用？为什么我只能看到底下的两排？你说的灵技和功法呢？主人，你先听老朱把话说完嘛。我方才说了，这图书馆凝结的是天道意志，里面的这些书册自然不是随意可以翻阅的，必须达到天道要求才行。这底下两排书册应该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入门级书籍，想要获得这里的灵技也好，丹方甚至是一些隐秘神府的地图也罢，都需要契约者达到一定条件，图书馆译者才会自动释放权限，提供更多的书籍翻阅。这个条件具体是什么呢？老朱我也不知道，毕竟这天道图书馆已经上万年不曾有人开启过了，老朱我也才区2000岁而已啊。谁关心你几岁？说了半天等于没说。看来他这主人的身份怕是没这么简单。
第二天一到清早，但凡路过轩辕拍卖行门口的，无不指指点点，低声交流。听说昨日轩辕拍卖行被盗，就在拍卖会期间，简直神了！哎，这事儿全丰州城都传遍了，据说连整个宝库都搬空了，桌椅板凳都没留的那种。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啊？可说呢，轩辕拍卖行可是高手如云之地，听说呀还有灵尊境强者坐镇，这都能被他偷到，关键还不留痕迹，抓不到边儿，你说神不神奇呀？空间内，洛千欢听着那些行人的对话，笑得眉眼弯弯。这次咱们赚大发了，再等等就能出去了。不急，等天黑了再说。娘亲，咱们成功了。虽然成功了，但做娘的还是得告诉你，咱这种做法实在不可取，以后还是得尽量避免干这种挖人金库的事儿。娘亲说的对，这种事情太刺激了，孩儿差点以为就要栽了。咱以后还是少干点这种事儿吧，缺什么问爹爹要便是了。远在京城的君九离突地打了个喷嚏。3天后，一处风景甚美的野湖边，洛千欢此时做了男子打扮，半张银色面具挡住了有黑纹的半张脸。这位公子原来还好这口啊，看不出来啊。嘿，主人，看不出来你还挺爱看热闹的。花魁有什么好看的？肯定没有我们朱雀一族的雌性漂亮。哎，主人，你难道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主人，要是小弟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人族所谓的花魁是女子吧？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花魁说的当然是女子，不过为什么聚集在这里的不是男的，而是女人居多？这位姑娘，在下是从丰州城来的，不知道这花魁是哪位姿容艳丽的小姐？原来你不知道啊，那你还来凑热闹？本小姐就说嘛，你长得这么帅，怎么会是个断袖呢？这花魁其实是无忧公子啦，欢雅居头牌有男有女，都叫花魁。今日要出阁的是姬无忧姬公子，该不会真是那种犹豫又聚美无仇的人吧？可不要跟这样的人扯上关系才好，不然绝对会麻烦不断。这一看便是有一种心脏被暴击的感觉呀！帅呀，真是帅呀！与九王相比，那也是不分伯仲间，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啊！他便是姬无忧，名字自带忧桑气质的男人。不好，出现了，爹爹的情敌出现了。杨静他这么直勾勾盯着人家，爹爹怎么办呀？主人他不就是多看了那个男人一眼吗？你懂什么？主人他是有男人的，不能对其他男子眉来眼去。主人一定要守住灵台青女，那个男人的琴声有些古怪，小心着了他的道。放心，方才我已经见识过这琴声的威力了，的确有点意思。这时一道身影目光复杂的看着洛清欢。你怎么在这里？稍后再同你解释，你先安心吸收龙气。不得不说，这家伙在的时候就是能让人安心。怎么，难道连吸收龙气还需本尊来帮你？专心开始吸收炼化那龙气，提前被他找到了龙气，你说这事儿扯不扯？他还在京城巴巴的等着这妮子来找他。这个女人真是个魔人妖精，没她看着倒是快活得很，又是跟花魁有了深交，还救下了个少年人奴。这女人居然还在逍遥窟里跟一名女子眉来眼去，喝酒寻欢，拒绝了成婚便也罢了，现在还玩得这么花，不得不管，暗暗咬牙。喂，这位同为龙族的道兄，你回我传承山作甚？这么强大的男人，似乎很护着他那主人，该不会是主人的老相好吧？爹爹，你不要对老朱那么凶嘛，他好歹也是娘亲的契约兽，说不得将来还能成为孩儿的小弟呢。爹爹，你可知道孩儿有小弟了？哦，带来本尊见一下。爹爹，孩儿的小弟是娘亲新收的宠兽了，是个冰莹雪狐，估摸着跟孩儿一般大。你才一般大，我好歹已经是只小狐狸了，而你还是个蛋了。这女人又契约了头圣兽，冰莹雪狐倒也不错，只不过自己的小弟要自己收，你怎么能借你娘的宠兽当小弟用？为父问你，这段时间
与你娘亲都经历了些什么？他心思一转，便一五一十都讲了出来。只不过这中间一切可能引起爹爹误会的事情，他一件都没讲。就这些？这傻儿子呀，被洛清欢调教的极其听话，也罢。你来说。咱就是一只与主人签订了主仆契约的小兽罢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老朱，不想回答也可以，你可以沉默啊，为什么非要开口说话？娘亲，老朱是个大笨蛋，你快醒过来吧，孩儿顶不住了。爹爹他太可怕，孩儿怕爹爹一巴掌扇过来，提前让孩儿破壳呀。那么为了活着，主人，老朱对不住了。将小金蛋错漏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咱们跟主人离开了洛府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到了凤阳城，在那里一切如小金蛋说的那样，并无起伏。不过在那城内呢，咱们还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老朱，你怎么能出卖主人呢？我不管，老朱我豁出去了。在凤阳城，主人认识了一位名叫季无忧的，他是一只吃了化形草的冰银血狐。机缘巧合与主人认识后，便邀请主人共谋大事。什么大事？那季无忧知道了主人是名厉害的御兽师，又能契约神兽，故此邀请主人帮他去契约他的仇敌，一只受了伤的狼王。我估摸着那狼王必定也是只圣兽，所以主人觉得这买卖不错，便答应了人家。就这样，没点别的故事啊？就这些啊。其实主人并不打算与那姬无忧过多的纠缠的，毕竟主人契约了的那只小狐狸是人家的亲弟弟嘛。主人怕姬无忧知道后打起来，不过那狼王主人很是感兴趣的，所以才答应了他。老朱，你可以啊，方才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那是，老朱我的口风还是很紧的，放心吧，我可不会帮着外人。那什么，小金蛋啊，这男人是你爹爹，那他与主人是什么关系啊？你爹爹他该不会是在追求咱们主人吧？嘿嘿嘿，你爹爹的眼光的确不错，不过老朱觉得你爹要吃闭门羹了。啥是闭门羹啊？小金蛋啊，这男女之事你就不懂了吧？一般人类女子在心上人面前都会表现得娇羞，羞涩一些。你再看咱们主人，他对你爹呀，似乎并无羞涩，一点也不娇羞啊。主人他对你爹可没那男女意思，所以闭门羹就是你爹和主人是不会有结果的。哎呀，行了，你也别替你爹着急了，姻缘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不是你我能左右的。在人类眼中，咱们兽本来就不是婚姻对象，人与兽的结合注定是要背负很多东西的，小到伦理百家流言，大到因果命数，轻易不会种下人与兽的因果，也就注定不会这么容易得到幸福。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具体还得看咱们主人。咱们主人注定要走不平凡的一生的，结果如何，倒也真的不是你我能想到的。黑纹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洛清欢脸上的黑纹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被龙气驱除，而是像长了眼睛一般，慢慢的顺着他的脖子一路往下游，最终在洛清欢的左肩胛骨偏下的位置凝聚成了一只凤凰图案。爹爹，娘亲怎么样了？解了，放心吧。爹爹，娘亲怎么还不行啊？不会是这龙气有什么问题吧？哎呀，小金蛋，你消停会儿，主人的没事儿，兴许是那封印比较特殊，再加上龙气入体需要时间吸收，过一会儿主人自会苏醒，难不成？在下暗夜青龙，见过尊者。那个尊者大人，在下的等着。小金蛋，你这爹是个大情种啊！瞧瞧他看咱们主人的眼神，好深情啊！你这神府内可有幽静不会被打扰的地方？你们在此等候。爹爹放心，孩儿跟朱雀不会去偷看的，放心了。我爹爹他现在可温柔了，主人不会有事的。我爹爹不光温柔，还很强哦，在这神府内无人强过他，有他保护咱们主人，肯定会没事的。来，老朱，咱
咱们坐这儿歇会儿，我估摸着爹爹他们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的，咱们边休息边等吧。那尊者请慢慢享用，在下这便离开。随后抱着他缓缓走进了温泉中。哎呀，奇怪啊，这柱子怎么还有腰身呢？而且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乎乎的。意识到了什么之后，君九离便是不再压抑自己的内心，眯了眯眼，俯身在洛清欢的额间悄悄落下一吻。这一吻无比的温柔，浓郁的水雾已将二人彻底吞噬。衣衫褪却之后，君九离便轻柔地将洛清欢拥入怀中。突的，迷雾中几乎同时亮起了两道强光，光芒过后，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缓缓睁开了眼。天哪，这大水比哪儿来的？九王，但与眼前这位大帅锅相比，还是差了好几分。那此人是谁啊？君九离？怎么是他？今天这男人是怎么一回事？以前他看我的目光，要么是冷冰冰的，要么就是杀气腾腾的。即便没有那么多杀气的时候，也约莫是冷眼相待，那眼神寡淡得很啊。可现在这是怎么了？没了杀气，没了冷漠也就算了，怎么还含情脉脉上了？难不成眼前这人其实不是君九离？你醒了？这不废话吗？天哪，谁能来告诉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好像对暧昧过敏呢，实在应付不来。还好，朱砂痣还在，这说明啊，在他昏迷期间，他俩并未发生什么。你要做什么？好好的发什么神经？我胆子小，你可不要吓我啊！自出生到现在，他从未如此紧张过。你的封印解除了啊？解了？哎呀，好美啊！原来我长这么漂亮。这女人果然没变，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语出惊人。不过，的确是十分惊艳，姿容绝丽。你往后退退。不退。不退就不。啊？真吃错药了？此邪龙的龙气，竟有能让人迷乱的副作用。你还好吗？废话，我都这样了，你觉得我能好？什么？真的假的？你好歹也是上古神兽，就不能稳重点吗？总觉得这小金蛋有些邪门，原来是龙族。那么说，你爹也是龙？这事儿反正早晚是要让你知道的，现在告诉你也无妨。总之，你就放100个心吧，有我爹爹在，即便是这神府的主人也得趴着。糟糕，主人危险！都说了，本蛋宝宝的爹爹是条龙，厉害着呢，主人怎么会危险呢？哼，你这是戏不过我爹爹的实力了。哎，小金蛋呐，有些事情不是你这个蛋能够明白的，咱们主人怕是真的危险了。别把我当3岁小孩，你倒是说清楚，为什么咱们主人危险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实力的问题，是人品问题。小金蛋，你身为龙族，应该也知道你们龙兽的一些本性吧？本性，龙之本性，性狂，性暴，性嗜杀，还有性淫。原来是这样子呀，那可真是太棒了！没准啊，是要给他生弟弟妹妹呢。主人的身子骨根本招架不住你那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按理来说，杨金就算天赋再好，也只是人类之躯，是如何能够不被爹爹伤到的？老朱，你别着急了，主人肯定会没事的，因为我爹爹也是主人的契约兽兽。是啥玩意儿？千真万确没骗你哦，咱们主人早就把我爹爹给契约了，只不过我爹爹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并没有那么强。不过要是主人以契约之力
约束我爹爹还是可以做到的。灵力在他的催动下，非但没有控制住那一股邪龙气，反倒是让情况更加糟糕。血气上涌，脸颊绯红的好像快煮熟了一般。君九离见此情景，连忙催动自己的力量，想要帮洛清欢化解。两人便是天雷勾地火，双双像是触电了一般，浑身像是有电流流过，忍不住抖了抖身子。糟了，怎么会这样？反倒是让那邪气更活跃了，将洛清欢一把按进了怀里。平静的温泉很快激荡起来，洛清欢只感觉自己就像是大海中的一片浮萍，起起伏伏，那两个在水中扑腾的身影不断的交织，整个空间都充满着愉悦的声响。过了2天，睡得酣甜，精壮的上身隐隐可见不少抓痕。两个人莫名其妙，因为他体内的邪龙之气，再一次有了亲密接触。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的洛清欢稍显淡定了许。你当真是原来那个冷酷的君九离？不许逃！看上我哪里了？屁股大，好生养。你他喵的，你这个畜生！我骗你的，你还真信？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觉得我的转变很大？早知我会这么快把心丢失，一开始就不该对这女人这么有敌意的。我本就非人族，在我们一族，一旦认定了一个人，便会终其一生陪伴左右。你我也有2次肌肤之亲，在你们人族应该就算是定了亲吧。我有自己的尊严，不会不负责任。你又为我生了个儿子，于情于理应该给予你名分，难不成我说错话了？你不用对我负责，说到底你并没有逼我做什么，我们2个人都不要有什么负担。那一枚血红的朱砂痣早已不见。那个九王的身上有可以开启你天赋神通的钥匙，如果你想变得更强，不妨可以试着接近他，找寻答案。你也知道九王这人，你与他是何关系？为何我觉得你们2人有着几分相似之处？本尊与他确有几分亲戚关系，按理来说他应该是本尊的弟弟。既然是对我有用的，我会考虑的。这么说你也看上这传承了？我没有要与你争夺的意思，只是这份传承并不适合你，你可以赏给你手底下任何一只契约兽。为何不适合我？我既然都吸收了对方的龙气，那他的传承给我继承应该更合适吧？那龙气只是解了你体内的封印，并未与你的灵力真正融合，而这份传承的内容是那只邪龙的龙兽血脉。你要是真的传承了，可能会血脉逆反，变得不伦不类。龙气的确没有被炼化吸收，真是奇怪。那这龙气留在体内，岂不是个定时炸弹？龙气的邪性已经被除去，不会再出问题。这龙气虽然不能被你吸收，却可以被你驱使利用，以后还能学一些龙技。当真？那便留着它吧。娘亲，孩儿可想死你了。为娘的也想你呀，只可惜你那不干人事的爹太能折腾了。主人，你消失了整整2日，可担心死我老猪了。真该死，又是2天2夜。这位女侠，敢问你手中的传承龙珠还要用吗？不要，赶紧给我呀！老银龙，你还敢问这传承龙珠？你的龙气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娘亲，你刚刚叫那条龙回什么？他儿子这关注点是不是有点奇怪？好好的问这做事。乖儿子，娘亲刚才叫他老邪龙呢。大人的事情，小孩别插嘴。娘亲，爹爹他凶我。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欢欢，快决定传承龙珠要给谁吧。咦，欢欢是什么鬼？这男人果然很不对劲儿。爹爹果然还是败在了娘亲的16群下呢。嘿嘿嘿。主人啊，这传承龙珠似乎是血脉传承，倒是难得。不过主人你并不适合继承这份传承，老猪我属阳火，也不太合适。赤金师吸收了火精，至阳之火也会更盛，亦不合适。冰莹血狐是极寒之兽，得了这血脉传承倒也不算浪费，但冰莹血狐的血脉也不差呀。若非更适合他的传承，老猪我不建议用在他的身上。鬼魔藤到底是植物，以前从未有过魔植继承龙兽血脉的先例，因此我觉得也别轻易尝试。那也就是说，只能给银月魔狼来接受这份传承。
尊者，女侠，其实在下这份传承不光有血脉之力，还有一份龙技在其中。若是给血脉高一些的灵兽继承，效果自然会更好。你这传承龙珠已经是我的了，我想给谁便给谁。要是没什么事儿，你也可以离开了。这冰银血狐资质不错，若能细心培养，将来必定有一番大作为。只是胆子太小，还需磨练。这便是你的小弟。豆豆天赋很强，还吞过万象青莲的莲心，将来必定是一员大将。天赋的确不错，只是你应该知道的，我族收小弟的原则必须绝对的忠心。他不是还有个哥哥？爹爹不急，豆豆的哥哥也是个高手，孩儿觉得要是娘亲也能将他契约了，就不用担心了。这份传承龙珠就给你了，快去吸收了吧。你有少部分青龙血脉，也算是青龙一族的子民，可将龙魂印记交给本尊，本尊得空会帮你将你的龙魂印记带回青龙族地，也算是落叶归根。这丹药能够让任何灵兽开口说话，吞下以后更能有助于后期化形。田月，听你这声音真是一种享受。一般声音好听的人长得也会不错，我很期待你化形后的模样哟。主人您长得如此倾国倾城，做你的契约兽自然不能给你丢脸。银月定会努力化形，争取成为一名翩翩美男子。啊，那什么，既然银月已经成功炼化了龙珠，咱们是不是也该离开了？城内似乎挺热闹，该不会是跟龙气消失有关吧？龙气消失，地底的龙脉也会受损，时间一长，龙脉便会枯竭，城内高手定然不会坐视不理。哎呀，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去吧，跟着我太招摇了。被嫌弃了？妈呀，那大高个究竟什么来头？气势也太吓人了吧！他们不再关注我们了，我能留下来了吗？奇怪，这深更半夜的，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入城去？小兄弟，你不是为了修炼进城的？漂亮小姐姐，请问你们都为何大半夜在此排队？城内是出了什么事儿吗？哎呦，你这小公子嘴巴可真甜，姐姐我都40好几的人了。那可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你都40几了，保养得真好。个屁呀！小公子啊，我看你好像正巧是路过龙阴城，倒是赶巧了，气运好得很。哦，怎么说？你可能有所不知，庇护这座城的龙气不知怎的消失了，没了龙气护城，这地底下的龙脉突然有所爆发，城中如今是灵气鼎盛，正是修炼好时机。我们都是为了入城修炼赶来的。我呀，还听说那龙气不但消失了，还是被一位散修夺走的。这会儿城内已经聚集了不少高手，都在暗中调查此事。谁先找到那夺走龙气的人，谁就能获得龙气。要是我能想办法弄到那龙气，我这辈子也算是能一飞冲天了。你吓他一个中年妇人做甚？人家吹吹牛皮而已。以后不准任何人碰你的手，这手只能由本尊来碰。多有气度的男人啊，为何偏偏喜欢男的？就是，那小个子一看就是个小白脸，定是用了什么法子才叫那男人成了断袖。唉，这世间又帅气又有实力的男子本就少见，如今好不容易瞧见一个，还走歪了。你说说，咱们这些要样貌有样貌，要实力也有点实力的女子，怎么活呀？看完信，洛清欢的心里疑惑更甚了。老爷子丢下洛家不管了？主人，这应该是联络灵珠中的其中一颗。当你靠近拿有同源灵珠的人后这枚珠子便会发光，指引你对方的位置。这大概是爷爷给他的定位珠，方便以后两人相见。爷姐，我们走，回府瞧瞧去。哎呦，乖女儿回来啦！我的好女婿怎么也来了？哎呀，早知道你要来，我应该提前准备呀。洛家算是真的不行了，瞧瞧那二爷，当个家主竟当出了狗腿子的架势，切，真给洛家丢脸。哎呀，他那女儿也好不到哪儿去。原本我还一直觉得洛书燕早晚能混成个人物，以前多骄傲一女子啊！你再瞧瞧她现在，这方家还没给她名分呢，便直接住进了方府，以方全夫人自居。哈，哎呀，真是个笑话。可不是啊，
他的傲气从被骆大小姐打败之后就没了，现在方权又得到了去云外的机会，选他当夫婿还是有点野心的。只是方二少可不是萧庭的主儿，我看这洛书燕早晚得在方家吃苦头。主子，那些人也去了后山，没人发现他们。长老们让他们进去了。主子，以您目前的修为，完全可以直接占领洛府。洛家的事我并不打算管下去，留着他们自己处理就好了。我回来是来复仇的。原来主子是回来复仇的，仇人必是那个叫洛书燕的女人。主人，有句话老朱我想说很久了。你说。主人，你自从去除了脸上的黑纹后，老朱便发现了一个问题。主人难道不觉得你的长相与洛府这几个嫡系都不一样吗？的确与他们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长夜漫漫，看似宁静的洛府其实并不平静。黎明到来，不等了，银邪，我们走。两道身影出现在了方家门口。二少爷，二少爷，来了个仙女儿要求亲呢，二少爷快起来。这是谁家女子这般霸气？该不会是方少以前在外的风流债，如今知道方少成了云外宗门弟子，所以找上门来了吧？哎，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有几分可能啊。不过你们难道不觉得这女子长得过分好看了吗？那个洛书燕跟她一比啊，简直就是丫鬟跟小姐的区别啊。方少以前说实话也就那样，这女子能看上人家？所以呀，以前瞧不上，现在方少有出息了，这不就能看上了吗？对上了，对上了。吃瓜群众感觉这个分析很符合逻辑，完全对得上。方家，哼！你们是什么人，胆敢砸烂我方家大门？砸都砸了，你管我是什么人？哎，快看快看，是方二少爷出来了。嘿，洛家的洛书燕也在，他还真是有手段，这么快就把方少治得服服帖帖的。服帖？我没看出方少有多重视洛书燕，要真重视他呀，就不应该不给名分就接他住进府里。这万一最后没娶洛书燕过门，以后呀，谁还敢要他呀？洛书燕为了绑住这个男人，真是豁出去了。爹，这些人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兔崽子，你还问老子？你自己惹的风流债，你自己解决。自己的风流债，他自己怎么不知道啊？我是来找洛书燕的，方少爷是不是误会了？啊，这位姑娘，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的，就不要顾左右言他了。告诉本少你的名字。我家主子是来找洛书燕的，你听不懂人话啊？小鬼，帮主人一个忙，这货废话太多，太碍眼，帮我把他抽飞。一条长长的黑影突然从洛清欢的身上飞出，便嗖的一下飞窜上了天。妈耶，方少怎么上天了？砰的一声巨响后，重重的落在了地上。我儿，快请大夫把族中所有炼丹师也都叫过来。你好歹毒的女人，我儿跟你有多大仇怨，你要这样对他？也没什么，他挡在我面前搔首弄姿的，我看着烦了，就将他拍开了。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洛书燕的。谁叫他自以为是，非要觉得我是来找他的？我就知道你这女人会是个祸害，我儿就是被你们害的。方家人听令，给我拿下这个恶毒的女人！哎呀，到底打不打？人家方家养着你们，你们就这样回报方家，太不像话了。突然，方玄那边传来噩耗：家主，方少爷中的毒很诡异，老夫从未见过，4品的解毒丹也解不了他身上的毒。家主，少爷他的腑脏被打碎了，老夫施针配合4品以上的疗伤丹，倒是可以帮少爷恢复，但中毒状态下，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4、5品丹药都无法让方少缓过来，这女人究竟使了什么手段？这也太可怕了！是啊，方家这次估计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方少过些日子就要去云外了，可惜了。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弱女子，真不要脸。那我也得叫个帮手来才行啊！你弱女子？那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2个人是谁啊？赫然出现了一只散发着炽热气息的灵兽，大大的狮子头威风八面。主人，你终于想起我了。本来这件事还是比较稳重的，怎么现在感觉变得活泼了？难不成是吸收了火精之后，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小赤赤，让我看看你吸收了火晶之后变多强了。主人，小赤赤我呀，现在血脉提升，变成变异赤金师了，而且修为也达到了4阶。寿燕呐，对方也是御兽师，不妨就由你替全儿出这口恶气，全儿醒来知道以后，定会为此感动的。洛书燕，你的未来公公都这么说了，还不够来受死？我洛书燕乃丰州城第1女御兽师，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同我对战的。你是谁？报上名来。洛清欢闻言当即就笑了。都什么时候了，这女人怎么还这么脸大？丰州城第1女御兽师，亏她说得出来，真是可笑。我听说你之前被洛家大小姐给打败了，那位洛家大小姐也是个御兽师吧？你这丰州第1女御兽师的名号是不是不太对呀？是啊，先前那个洛清欢在大比上大胜洛书燕，第1女御兽师应该是洛大小姐才对啊。不过洛大小姐已经不在洛家了，那洛书燕称第1也可以吧？少废话！在御兽方面，本小姐自认不输洛清欢这个小贱人。一个外人又知道什么？要打便打！小赤赤，一会儿不用留手，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哥，真是那个女侠，她来治方家跟洛书燕那个白眼狼了。太好了，最好直接把他们打死。洛家变成这样，都是他们造的孽。紧接着，洛书燕的契约兽便出现在了赤金师的面前。那是一条双头毒龙蛇，居然是双头毒龙蛇，到底是洛书燕小姐，她在御兽方面的天赋还是不容小觑的。哎，这灵兽是不是有龙族血脉？哎，你们瞧右边那颗头，还真有龙兽的模样啊！贱人，你的契约兽不过区区赤金师，纵有4阶修为，也只是个血脉低贱的灵兽，就跟你一样低贱。而我的契约兽却是有着真龙血脉、高贵无比的双头毒龙蛇。就这一点，你拿什么跟我比呀？小赤赤，这条爬虫的兽核还算值点价，只要你能弄死它，兽核就是你的了。在激烈的战斗中，炽热的火焰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说好的只是血脉低贱的赤金师呢？为何他释放出的火焰攻击如此强悍，完全不输一只火系圣兽带给他们的震撼？这好像是变异赤金师，你们仔细看他的毛发，是不是比普通赤金师更深啊？变异赤金师，难怪这么强悍啊！说你究竟是来干嘛的？为何对我方家如此？方家主，我今儿其实确实是来寻仇的，不过主要寻仇目标不是你们方家。对于方少主被打一事，我也很抱歉。胡说八道，这女人啊根本就没在抱歉的，她儿啊根本就是躺枪了。那你倒是说说，你来找谁寻仇？自然是洛书燕喽。你这老家伙莫不是老糊涂了？洛书燕都与我这般针锋相对了，还不明显？方伯伯，你别听这贱人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你瞧，他对我左一个贱人，右一个贱人的叫唤，分明恨我入骨。他之所以装作不认识我，只是不想方家主觉得这件事是他连累了方家。方少可不就是因为与这女人扯上关系，这才受了伤。小赤赤，玩的也差不多了，解决掉吧。好的，主人。小赤赤这就拿烤蛇肉来孝敬你。毒龙蛇，你跑什么？快战啊！贱人，你当真是一点用都没有。这头灵兽让你契约，简直是暴殄天物。那双头毒龙蛇被赤金狮的火焰烤得蛇皮都炸裂翻卷，凄惨无比。既然没什么大用，那就去死吧。心狠手辣的方家家主到底是灵宗境修士，一道剑技击出，蕴含了他至少80%的功力。噗呲一声，尖利的长剑便一剑刺穿了毒龙蛇的身子，炽热的温度直接将洞穿了身体的毒龙蛇吞没。双头毒龙蛇遇难了，身为它的主人，自然是遭受了反噬，灵魂受到创伤。哎呀，洛书燕呀，洛书燕，这可是你自己造的孽，怨不得旁人。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付出代价，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
你是洛清欢？什么？她居然是洛清欢？洛大小姐不是貌如夜叉的丑八怪吗？怎么可能如眼前这位仙女一般呢？是啊，洛大小姐虽然不怎么出现在大街上，但人人都知她半张脸都是丑陋的黑纹，可怕的很。而眼前这名女子虽然遮了半张脸，但还是可以看出她的倾国倾城之姿，怎么可能会是洛大小姐？你还是人吗？舒燕好歹也是你的妹妹，你怎可如此心狠手辣？贱人，你居然敢这么对你妹妹，如此心思歹毒，真是无法无天了。所以呢，光会犬吠又有什么用？倒是替你们女儿报仇啊！哎呀，嘴上表现得很关心女儿的样子，第一时间呢却只顾着自己的安危，丝毫没有上去查看女儿伤势的打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关心呀！哎呀，说真的，我现在都有点同情洛书燕了。洛书燕呀，洛书燕，我都替你难过，危难时刻竟无一人替你出头，你混的还真不咋地。小吃吃啊，可以回来了。主人，还真别说，这蛇肉烤了以后是真他娘的香啊！主人，你快尝尝，真的很好吃啊！嘿嘿，这一段没有我的口水，还真是好香。娘亲，孩儿还没破壳，不能吃。哇，看起来好好吃啊！主人，老猪没尝过蛇肉，记得留一点给我。主人，银月也许久没有肉打牙祭了，可不可以？妈呀，那滋味肯定很不错，害老子馋虫都跑出来了。不光是好不好吃的问题啊，那可是双头毒龙蛇，是有龙兽血脉的。这样的灵兽肉在酒楼里一盘子就得好几万应是，这女人还真下得去嘴啊！刹那间，冲天的火光便吞噬了方家众人。小小红莲迸发出的巨大爆炸，引得整座城都震了震。一打听才得知，原来是方家、洛家两家大战，居然是洛家那个原先的废物大小姐弄出来的。主人抱歉，让那女人给跑了。而那几个昏迷在悬崖边的人，就是洛鸿飞等人。洛书燕丢下家里人跑了。主人，你的第六感简直神了，还真被你猜对了。那个什么劳神子的大宗门长老，其实要的是洛书燕，而并非方权。娘亲，那可恶的女人去了云外，想必修为会突飞猛进。咱们也去云外吧。娘亲，你就去嘛，那云外世界必定分外精彩。娘亲若是想修为更进一步，就必须去云外的。是你想要去云外玩吧？回到洛家，主子，我这儿暂时不需要人手，你代替我去府里走动走动。要是长老们要给我方家送来的修炼资源，你便替我先收着。夜风微拂，洛清欢仰头看着天上明月，清风一过，院里多了个人。九王爷，这么晚了，你怎么会来我这儿？九王爷，别来无恙。明明他们已经有了2次肌肤之亲，而以九王的身份示人时，他们不过是有过几次接触，帮了1次忙而已。怎的这女人对待起来差距这么大？之所以表现得与九王没那么生分，那是因为九王这人没那么神，是可与之正常交流的人。可这样一来，君九离直接就想歪了，心里那个郁闷，那个不爽，立刻把头一扭，不再搭理洛清欢。九王爷，你大半夜跑来，不说一句话也就算了，还把头扭了过去，是几个意思啊？好吗？两边都是奇奇怪怪的性子，一个惹不起，一个心思海底针，说变脸就变脸。他这一生难道就不能遇到几个正常的男人吗？娘亲他做错了什么？爹爹为何脸变得这么快？本王刚巧路过，听闻洛家发生了些事情，特来看看。3更半夜的，竟对着九王笑得这么灿烂，明明都是自己，君九离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真是吃饱了没事儿干，夜半3更的跑这里给自己找不痛快，自己吃自己醋的人，他还是第一个吧？这1个2个的都这么难伺候，老娘不陪你们玩了。给笑脸还摆脸色是吧？那就别怪我冷眼相待。九王爷，我洛家私事还是不要牵连王爷您了，天色也不早了，您还是快些离开吧。这儿毕竟是民女的院子，被人瞧见传出去不好，民女还想嫁人呢。这九王什么毛病？
笑脸相迎他不鸟，还给我摆脸色啊！现在对他冷言冷语起来，他倒是阴转晴，心情起飞了。这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这九王是受虐狂来的？就喜欢这种不受待见的感觉？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啊？九王原先也算挺正常一小伙啊。娘亲，你们是在玩木头人吗？为什么都不说话？我能说啥呀？九王半夜3更突然造访，娘亲也害怕呀。今后有何打算？丰州城终究修炼资源有限，你的修为应该快到瓶颈了吧？不如随本王去往皇城吧。再过3月，会有云外之人来龙阳国招收弟子，到时候或许可以试试。当真？不是说云外之人很少会出来招弟子吗？云外宗门很少踏足世俗皇场，这点没错，但也并非绝对。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会来世俗招弟子的通常都不会是什么大宗门，你不妨考虑一下，本王可以给你开个后门，将自己的名额让给你。九王你呢？你想要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不必考虑民女，我的路我自己会走下去。本王想要的从来都能得到，本王喜欢的。九王可曾去过云外？听说那里的天地更为广阔，修士们飞天遁地，灵兽们遍地都是，随处都是数不尽的宝藏，有别于龙阳国，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国度。不如和民女一起去见识一下。那本王就在皇城等你到来，3月7勿忘。娘亲这是怎么了？爹爹走了，娘亲这是伤心了，看着不像啊。唉，这世道不公啊！如此优秀的一个男人，偏偏是个短命鬼。唉，娘亲这是在替九王道不公呢。不是，谁说爹爹是短命鬼了？这瞎传的吧？爹爹身份着实特殊，假扮九王定有他的道理。搞不好这短命的人设也是爹爹自己立起来的，要是揭穿了，兴许会坏了爹爹好事。洛千欢在客栈内安稳度过了2日，今日深夜，房门突然被敲响。九王殿下，你别说话，先让本王进屋再说。九王爷这么晚了，怎么想到要来草民这儿坐坐？同本王交代。九王殿下，你莫不是忘记了，咱们貌似才刚认识不久吧？说起来，方才宫宴上，殿下为何偏偏就选中了草民为九王出战？哇，是青龙神鼎！九王爷，他该不会是要送给娘亲吧？此物与本王无用，你留着用，或许能发挥它的价值。不要，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天降这么大一张香香的饼子，他不敢接呀。顾虑倒是没有，不过疑问倒是一大堆。实话问了吧，九王殿下，你我不算有深交，这可是神鼎。您要是什么条件都不提，那就是诚心拿草民开涮，草民不可能要的。洛清欢有自己的做人原则。那个伸手就敢要的女人去哪儿了？本王见你使用的兽火十分特殊，想来该是炼丹这块料，且你的兽火与这神鼎有共鸣，炼丹将事半功倍。本王这神鼎自然不能白给你，你需要在5年之内帮本王炼制出一枚6品洛神丹，同意就将神鼎拿走。洛神丹还是6品？主人，答应他，洛神丹的丹方在天道图书馆内必有典藏，6品丹药对你来说不难，青龙神鼎相当于白捡的。草民多谢九王信得过，5年后定不负所望，带6品洛神丹来见。这些日全城戒严，搜捕宫内盗贼，你自己需当心些。有什么困难，可随时去九王府找本王。九王他难道只是为了想要把青龙神鼎给他，就半夜3更亲自前来？这男人究竟是怎么想的？自己都短命了，为何还总是在给予别人帮助啊？丹方都在这里，主人你现在的修为正好有权查看，怎么样？朱雀，这图书馆内是否还有其他丹方？看来九王爷说的洛神丹是古老丹药，只能在古丹方里找。不过像古丹方这样的举世难寻的东西，自然不可能说看就看。但或许主人你尽早成为炼丹师，便能有机会看到古丹方了。天道图书馆内的很多珍藏书册都需要到达一定条件才会降临供你翻阅，这一点主人你知道的。一顿饭下来，兽士们都表示不想走了。这里简直就是天堂。这些隐士的村民们虽然无法感受外面世界的精彩，却也能在这仙境一般的独立空间内无忧无虑、与世无争地活着。可正当洛清欢难得享受着这惬意时光的时候，村子里又哄闹起来。一问才得知，
村子里又闯进了一位不速之客。关于这里的一切，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老夫对骆小友绝对信任，看来这里已不再是绝对的避世之地，今后说不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侵入者。老朽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哎，多说无益，大家快入口吧，或许今日将有一场硬仗啊。这家伙是如何找到这里的？他来干嘛？一来就把动静闹这么大，搞得人心惶惶的，还真是一点都不招人喜欢。那个大家不要怕，这人我认识。当真？原来是神医的朋友，那真是太好了。这妮子见到他，似乎不是很高兴。是爹爹，孩儿想死爹爹了。你这臭小子，倒是对你这爹爱护得很，干脆叫他把你带走得了。不了，孩儿其实也没有那么想爹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这空间独立隐蔽，旁人根本摸不着门路。伸手一把搂住洛清欢的腰，一个闪身便消失在原地。神医被带走了。这位尊者要把神医带到哪里去啊？可否还会把神医还回来？刚刚那神秘强者是不是搂着神医的腰消失不见的呀？我想起来了，的确是搂着神医的腰。你来做什么？说话呀！问你来这儿做什么？得，这妮子呀，跟寻常女人不太一样，靠脸呢不太靠得住。本尊若说想你了，来看看你，你信吗？不信。本尊来看看你近日可好，身体可有不适？可就在这时，体内一股异样的感觉让他瞬间一个机灵，迅速地往后退了一大步。这是怎么回事？体内的龙气怎的突然活跃了起来？哼，主人，你感觉的没错，你体内的龙气的确活跃了起来，这就是你的所在为何会让小金蛋他爹知道的原因。他在龙气中动了手脚，所以可以定位我的位置，即便我此刻身处异空间。这龙气没什么问题，并且还在不断的滋养主人你的筋骨，比任何圣药都好。所以没什么，这龙气挺好，活跃一下也没什么。我们你先说。欢欢，那龙气并非暗夜青龙的龙气，那龙气是我的。他说龙气是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欢欢，正因那龙气，我才能找到你。当我们彼此靠近时，龙气会在你体内活跃起来，你便能感受到我就在你的附近。原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你当真是一条龙？你放心，在这片大陆，我很少能够化为原形，但要是你喜欢，我也可以画一个给你看看。难怪我看见此人会感到害怕，原来他是一条龙啊！主人认识的人怎么都这么强大？这里毕竟是座世外桃源，你一个外来者突然造访不太合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尽快离开吧。把手伸过来，让我探一探。算算日子，早该是时候了。一摸，两脉有喜。你很紧张，不过这次要让你失望了。那便好，不管怎么样，这段时间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听说龙姓严，到处播种，子孙遍地。可小金蛋也说过，他们一族血脉极高，受天道制约，繁衍困难。真正能承袭下高血脉的子嗣并不多，该不会是这次因为我一发就中，所以看上了我吧？你还不走？需要我插你出去吗？哼，臭男人！欢欢，你别他妈叫我欢欢，没事你可以滚了。放心好了，这地方安全得很，我的小命受不到威胁，你大可不必担心。爹爹定是惹了娘亲不高兴了，还不走？并未因此动怒于洛清欢，而是抿着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后转身消失在视线中。走了，被他骂走了。造孽呀！和一条龙那啥了便也就算了，投胎小金蛋3天便孕育成型，在一个无人的夜悄悄落在他枕边，不痛不痒的便也算了。这一次时间过去的有点久了，就怕一夜之间突然大肚子，他要怎么出门见人呢？娘亲，你怎么了，娘亲？儿呀，你可能要添弟弟妹妹了。我说你要有弟弟妹妹了。啥？我要当哥哥了！娘亲不要难过，爹爹坏，爹爹渣，爹爹播完种就跑路了，还要照顾娘亲，娘亲别怕。播种？这虎狼之词哪学来的啊？不是了，
这是孩儿传承记忆中本来就有的。先祖们爱将繁衍后代比喻成播撒种子，只要有甜的地方，便播下种子，这样总会等来发芽的苗苗。这就是我们一族长盛不衰的原因。有什么秘密是连咱这些契约兽兽都不能知道的？朱雀好奇极了。我觉得可能是主人拒绝了小金蛋他爹，主人心里其实已经有别人了。小金蛋一心想撮合他爹和主人好，可你们也知道的，人与咱们兽兽之间的爱情，阻隔着的不仅是人类世界所谓的世俗，还有很多必须面对的困难。小金蛋为了继续撮合他爹与主人在一起，出去劝说不成，被主人教训了吧。主人的心上人是谁？小智智，想不到你对人类的爱情还挺懂的。那你觉得主人会喜欢谁？嘿嘿，我毕竟是头成年狮子，有些东西不懂也该懂的。依我看，咱们主人应该是喜欢那个九王爷的。姚七，弟弟他不是故意的，你原谅他好不好？姚七，不要生爹爹和儿的气好不好？爹爹他只有姚七一个，孩儿愿用性命担保。姚七不生气了？不生气啦，咱们回村去。娘亲决定在这里多待一阵子。好，咱们暂时不管爹爹，在村子里，娘亲每天都能吃到邻国做的美食，孩儿也喜欢这里。一步三回头，洛清欢还是不舍得离开了果园村。娘亲，咱们走吧，爹爹，不是，九王还在皇城等着咱们呢。咱们不是跟他说好的吗？要一起去云外的。可突然，他察觉到异样，眼前不是君九离又是谁？你不会一直在这里等着吧？这家伙怎么听声音沧桑了些？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要离开了，也与我弟弟君离敬交代过，你们二人到了云外之后，务必相互依靠。原来九王的真名叫君离敬，俩人都有个离字，且都姓君，这分明是血脉关系很近的样子。为何君九离会说他们二人是远房关系？如今已知道君九离其实是一条龙，那么九王是否也是？之前爷爷便说九王身上有龙气，或许这位短命的九王其实也是条龙，只不过龙族与短命二字实在不搭，九王究竟是龙还是人，有待商榷。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可以与李景多多接触，他为人正直善良，对你定会有求必应，无需觉得找他帮忙会是麻烦，他很乐意帮你的。爹爹说他正直善良，笑死宝宝了。你对你那位弟弟的评价颇高啊。李景这人不错的。原来爹爹这么搞笑啊！云外不比这世俗之地，这里群狼环伺，多的是人吃人的危险，记住，任何人都不能轻易相信，有什么事情定要与离境商量。那行，我这便回皇城去了啊！我知道你日理万机，比那皇帝还忙，不用整天担心我。先走了，再见了您嘞！哎呀，尊上，您这是何苦呢？那洛清欢不会领情的，您在这里寸步不离的等了他足足1月余，为什么不告诉他？本尊会前往云外一段时间，你不用跟着，若无其事，不要来打扰本尊。翌日傍晚，原来你早就认出我了，那你还陪我演戏？只要你想演，本王愿意配合。九王爷，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切莫将宝贵时间浪费在一个终究不会有结果的人身上。民女眼下只想好好修炼，强大自己。对于找对象这件事吧，不是很着急。找对象？哎呀，娘亲，你说的太直接了，九王爷会伤心的。娘亲，九王爷这么好的男人你都不喜欢，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哎呀，你快急死孩儿了，孩儿也想让娘亲得到幸福。人生漫漫，修炼之路又苦又长，若是没个道理在身边，便会很寂寞的。哦，寂寞？你小子才多大就知道寂寞了？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的，一点也不可爱。本王只是想与你做个朋友，没有别的意思。你不用有负担，那份婚约已经作废了，国主不会再为难你我。何况等到了云外，便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本王只是希望你也能将本王视为朋友，有福时想到我，有难时也可同我倾诉，找我帮忙。
到底是活得通透，说起话来就是让人听着舒服。哎呀，要是君九离能有九王爷一半体贴善解人意就好了。离开测试之地之后，九王直接将洛清欢带到了九王府中。王府上下一看，九王竟领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子回来。哎，你说咱们王爷是不是开窍了？那女子好美呀，也不知是京城哪家的姑娘，可有婚配？那女子面生得很，京中哪有像她这么漂亮的姑娘？要是有，早就被宫里几个皇子盯上了，哪还轮得到咱们王爷啊？你轻点声，知道咱王爷什么也不争，可若是听了这些话，肯定还是会伤心的。九王爷，您是带我来讨论着明日去秘境的事的吧？清欢，我想与你做个朋友，朋友之间便不说境遇了吧？好啊，那以后我该叫你什么？叫阿离吧。阿离？阿离啊，阿离，你这铜镜是做什么用的？这都是下人们准备的，我不洗。清欢你喜欢的话，便拿去吧。如此就多谢了，我正巧想要面前真镜。清欢，我府上空房有很多，今晚不如就留下吧，明日我也好直接带你去皇宫里。你都说这是在九王府，九王他待我不错，咱们不能打他宝贝的主意。那是至阳之物，世间罕见，拿来给我修补灵魂损伤正合适。主人，你答应老朱的，会帮我。况且那东西对九王来说无用，他若是天煞孤星，天命有克，用那东西只会加速他的死亡。老朱，我把那东西取走，是在救他命呢。当真？乍一听门开了，瞬间瞪直了眼儿。这是终于完事儿了。阿离该不会真是条鱼吧？这都快泡3个时辰了，再过2个时辰都该天亮了，又要了2桶热水。不管了，先混进来再说。果然是好东西，这都能行。姚姐，你也太大惊小怪了。这件披风可入刀山、入油锅、入火海，遇上如火啊、气啊之类的成片障碍物，是不会暴露阳气的身形的。不过这些东西自身体内穿过，也不会伤害到阳气。但为何九王这身材给他一种十分眼熟的感觉？他怎么觉得阿离的身材跟那个男人这么像啊？是错觉吗？阳气，你怎么了？糟了，脸变了，身子没变。这女人该不会是仅凭那2次雨水之欢，便记住了我的身子吧？啊，这流鼻血了！哎呦呦，主人，恭喜你啊，已经完成了成为女人的转变。那九王的身材确实很不错，比我全盛时也不遑多让。啊，得亏弟弟的身材迷倒了娘妻，不然今天要是被娘妻看出了端倪，这事还真不好收场呢。以我对目前的娘妻的了解，要是知道弟弟就是九王，阿离就是爹爹的话，娘妻肯定会生气，很有可能再也不理爹爹了。这种明晃晃的欺骗，在爹爹跟娘妻的关系还没有缓和和更进一步之前，还是不要轻易被拆穿的好。妈呀，美男出狱，这画面定然很有冲击力。阿离应该不会是君九离吧？俩人虽说身段差不多，但气息和性格差的真是太远了。君九离会有这种演技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次说的真够轻巧。唉，迅速离开作案现场，一到深眼现身浴池。第2天还真来抄家了，帝王家果然现实的很啊！这人还没走呢，东西都给你搬空了。才不是被抄家，是人家九王自己要求的。凤天一已经派去世俗界了，跨越无尽海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难事，想必就这几日便能有消息传回来。但其实不用凤天一仔细查，他几乎已经可以肯定，眼前这个丫头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日思夜想，誓死也要找到带回去的人。在这世界上，他只有他了。这次出来，也正是为了寻找他。这是玉灵姬身上最鲜嫩的部位，蕴含的灵气也很足，简单烹饪，灵气未散。你尝尝。还有这道药膳，补气血，具有固本培元的功效，吃多了也不会气血淤积，产生副作用。多吃些，这是用钢蛋下的火赤鹰雏鹰蛋蒸熟的蛋羹，也尝尝啊。还有这个，凤公子，我并不讨厌你，我想我们做朋友的话，应该能帮助对方很多。不过我想，也只能仅限于朋友这层关系。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没法回应你，怕会让你失望的。
丫头，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你很像我的妹妹而已，没有别的想法。朋友自然是要做，不过我比你年长不少，想做你大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啥？做他大哥？是大哥小弟的那个大哥，还是兄弟姐妹的那个大哥呀？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做人小弟的，想都别想。我这做大哥的也没什么见面礼送的，一点心意，不要客气。娘亲，收下，孩儿想要。谁在说话？难不成是他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娘亲别找了，孩儿还在你肚子里呢，这东西能帮助孩儿突破禁锢，快降生到娘亲身边，娘亲快收下它。这是何物？这是一只凤眼。什么？凤凰眼睛？肚子里的这个小家伙怎么冲破一个禁锢，需要用到凤眼这种神物呢？娘亲，孩儿的能量耗完了，可能又无法与娘亲交流了。娘亲一定记得找时间将这颗凤眼吸收，孩儿才好早日与娘亲相见。这个小家伙没个动静，都是因为没有能量。她怀了孕，似乎也没想着要进补一下，真是失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若不介意，就当做我送的部分回礼，剩下的……清欢，既然你当我是你哥，那就不要客气，以后我直接叫你清欢，没问题吧？本以为只是普通的酒罢了，谁知这竟是邻国酒。清欢，这邻国酒好独特的味道，大哥喜欢。你喜欢就好，这火灵果当果子吃，口感还算可以，但是酿了酒之后，很少能找到好这口的人呢。没想到你也喜欢。耶，这道菜是我觉得这里味道最鲜美的一道，你尝尝看。好东西，这是什么？这叫火刺灵，是一种介于灵果和灵药之间的天材地宝，只生长于万年形成的火山口，火山喷发1日内成熟，极为罕见。清欢，不用跟我客气，这火刺灵一般修士根本无福销售，酒楼内是不能随意售卖的，这盘就当是我请你的。你的灵果酒也很是不错，外面也根本买不到，就当是我们互惠互利的。谢谢，你这大哥还不错，我认了。以后你的灵果酒我包了，畅喝。清欢，你在龙灵宗过得好吗？听说龙灵宗日渐衰败，已大不如前。那些都是外面的传言，做不得真。龙灵宗是个很不错的宗门，可要比灵剑宗强多了。你放心，凤鸣儿去了那里绝对会喜欢的。哎呀，你瞅瞅你啊，你天天的你干啥不行，吃饭第1名，赤瞳大哥都要被你吃穷了。鸡豆豆抗议起来，主人坏，主人吃的虽然不多，但都是特别值钱的，我才没有把它吃穷呢。吉昂，抽空帮我操练操练豆豆这小家伙，是该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了。哼，小样儿，跟你主人我斗。放心吧，主人，这件事包在吉影身上，保准让这小子迅速成长起来。这胖小子的确是要比先前胖了好多，正好他哥哥之前对我多有照拂，我也得出一份力，替他哥哥教训，是培养一下他啊，培养一下。洛清欢打算自己前往城外去，围猎一些兽兽们的口粮去。面对远处一望无际的碧绿，一股自由而又危险的气息扑面袭来。洛清欢迅速召唤出了2头疾风狼，这2头疾风狼乃是吉影座下数1数2的狼群战斗好手。主人，感谢主人将我兄妹俩召唤出来，愿为主人赴汤蹈火。哎呀，都起来吧，不用这般见外，与我相处，你们只需要做自己便好，我知道你们的忠心就行了，快起来吧。一前一后守护。主人，前面出现了一丛玉玲珑仙路，鹿角像晶莹剔透的极品玉石一样，观赏性也极好。主人，快将我们狼群叫出来，我们上去先包抄他们，不然很容易让他们跑了。狼兄弟们，前方有一群玉玲珑仙鹿，今晚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将这些仙鹿圈养起来，放进小洞天内。竟一个个的开始朝着洛清欢低下了鹿头。恭喜主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些仙鹿收服了，他们这番姿态便是屈服的意思，甘愿被你们人类当坐骑。主人，他们的事你就不用管了，这座山头很大，我们狼群就在他们隔壁，想必他们应该也不会轻易乱跑，就放心吧。这仙鹿的繁殖速度似乎很快，哎呀，总之就交给你们控制了，可别让我这小洞天内仙鹿泛滥，更不能让他们去破坏我的灵田。主人放心，这些我知道的。不过主人，难得进魔兽林啊，
不如就让我那些小弟发散出去，寻找一些灵药之类的回来，种在山间。此时天光大亮，已是第3日早晨。师姐，洛师姐，你在哪儿？骆丫头，骆丫头，你快出来，别吓老头我呀！是孙长老的声音，果然担心的找过来了。你这个丫头，留了个字条，一走就是2日，真是要担心死了！你这个死丫头你！洛师姐好。洛师姐，你可算出现了，你要是再不出现，孙长老都打算在这里上吊了。去，臭小子，连老夫的玩笑都敢开啊！你可别忘了，你进了宗门是外门弟子，老夫乃是外门大长老，小心等进了宗门之后，老夫操练你。抱歉啊，老孙，在里面有事耽搁了，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到，让你们为我担心了。哎呀，没事，你平安无事就好。千愁长老不在，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老夫得自责一辈子的。千愁长老还没回去？我感觉千愁长老这段时间有些不对劲，希望是我多想了。总之你平安最重要，走吧，咱们也该出发回宗门了。走吧，咱们出去。骆清欢连忙喊道：等一下，我还有事不能走，要不你们先回去，我马上跟上。不成，老夫就在这里陪着你啊！你有什么事情没完成，尽管去做，但老夫必须跟着。开玩笑，这丫头现在呀，可是全宗希望宝贝疙瘩，要是再丢一下呀，她的心脏准受不了。确定要留下来等我？必须留下，你这家伙太不叫人省心了。我们一起留下啊！不是说还有事儿吗？怎么坐下了？哎呀，老朱你别急，我的事儿说来也简单，等片刻就行了，别的什么也不用干。我说丫头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在等什么？难不成还能有灵兽自投罗网，撞死在你屁股下这块灵石上不成啊？孙长老说的这是守株待兔的故事吧？这年头灵兽一个比一个灵智高，哪会有笨蛋自己撞上来啊？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骆清欢屁股底下的大石头呀，便被什么重物撞了一下。神，真的神了，还真他妈有没脑子的灵兽撞上来了。骆师姐不会是真的提前预料到了会有这种好事发生，所以才故意做石头上等的吧？那可真是太厉害了，难不成骆师姐能掐会算？竟是头5阶的灵兽。老孙别慌，这周围没有魔兽群。那个弟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不行。什么不行？他们该不会是以为我也想牺牲一下，帮他们争取逃跑时间吧？怎么可能？算了，毁灭吧！这是老天不让我们好过呀，不让龙灵宗翻身。只是可惜了骆丫头这么好一个小姑娘，今天也得折损在这里了。天道不公，苍天无眼呐！我是不是太不厚道了？方才一句话解释一下，他们就不会这么担惊受怕了。哎呀，不过一切都结束了，人嘛，总要面临一些窘境，心性才会改变的。说不定经过这一次的死亡洗礼，他们能更加刻苦的修炼呢。停！身后乌泱泱疾风狼们竟死一般的寂静。给养都到齐了吗？主人，狼群均已回归，并无伤亡，一切安好，且收获颇丰，还得请主人跟我去一趟。孙长老，我得跟我的疾风狼去里面一趟，处理个私事儿，很快就能回来。那你去吧，注意安全。骆清欢便是带着狼群消失在众人视线中。骆师姐这么厉害，那可是50多头疾风狼啊！我的天哪！不止，那领头的一看就是头疾风狼王，骆师姐连狼王都能契约，说不定他直接把人家整个狼群都契约下来了。不能够吧？1万狼群最起码100只打底呢。骆师姐要真这么厉害，那可真是逆天了。难道你们忘了，咱骆师姐那可是紫极灵根天赋者，云外从未有过的满级天赋，在骆师姐身上，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我说丫头啊，你给老夫交个底儿，就刚刚那个疾风狼王，你一共契约了多少啊？伸出手指比了个1。这丫头过人，100头疾风狼，我的个乖乖！那丫头，你这些疾风狼是进入宗门后便有的，那岂不是说他们都是从世俗界带上来的？只是浅浅一笑，并未多言。他还没说，在世俗界呀，他还契约上了朱雀呢，还有冰莹、雪狐，
化了形的君九离和姬无忧也是，这些放在云外都是不得了的存在。他们回到住所之后，千愁长老已经在大厅内等着了。哦，怎么是他？小蹄子，你认识这个人？不认识，不认识。我在与主人缔结契约之前，一直都长眠在地底深处，怎么会认识眼前这人呢？刚刚肯定是主人听错了。小菩提，我是说，这人很帅呢。真的，真的，我怎么会欺骗主人呢？千愁长老，您这几日都去哪儿了？本座遇上了昔日熟识的道友，各自谈论这几年的经历和一些修炼经验，疏忽了你，抱歉啊。不用抱歉，弟子不用特殊关照。千愁长老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必理会弟子的。这里没什么事儿了，你也下去收拾一下吧。不对啊，以千愁长老的行事作风，根本就不用对自己交代的这么清楚。他不光说了自己去干嘛了，还重点强调了他与友人谈论了什么。这可不是千愁长老会说的。他总感觉自己在那洞府里昏迷前看到的身影，不是君九离，便是千愁长老。可是应该不会是千愁长老的吧？他又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志同大哥给他的传信，速来，带你去寻宝。一道传音突然窜入脑海。中心城外可能会出现一座神府秘境，要是你感兴趣，可以暂且留下去看看。本座让他去历练几日，再回宗门。千愁长老，我的个千愁长老哟！你怎么能让那个小妮子自己一个人留下呢？不行，老夫得赶紧跟上去。他不用你担心，开船去。倒也是，那丫头可能比我都要厉害呢，自己留下没准还得成为负担，遭那丫头嫌弃。他身为人皇，不该让这些来历不明的人随意出现在员外。可这老人明显还只是个属下，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连他都有些忌惮的属下？可他刚要开口说话，凤赤瞳却是突然拿出一盘果脯递到了洛清欢的面前。阿弟，这个好吃，茶叶偏苦涩，吃些甜食。凤赤瞳绝对是故意的，就是要看看这个人皇究竟能忍到什么时候。两人相视一笑，这叫人皇显得尴尬极了，走也不是，留下又没人理他。呀，人皇你还没走啊？那也来点尝尝。神皇这边要走，秘境开启应该尚需一段时间，再坐会儿不迟。下一秒，又一道神秘身影现身于此。找你好口，为何从不用饮鸩盘找我？大庭广众，君九离，你想干嘛？把你的手从清欢脑袋上拿走，否则本少剁了他。这位道友，本座乃此地人皇，你与这位年轻小生认得？为何不用饮鸩盘找我？你能不能看一下场合？我现在可是个男书生啊，大哥，你这搞得如此暧昧，就不怕别人看笑话？本座乃云望人皇，看你们几人似乎不像我云外之人，为了避免事端，本座希望你们能配合地告知你们来自哪里。若是不配合，那本座可就要……敢问这位道友姓甚名谁？又是怎么认识我家阿弟的？他是谁？他是我刚认的大哥。你别闹，你怎么会来这里的？阿离呢？少主，阿离月末是一个叫君离境的世俗界异姓王，与洛姑娘关系很不错，不过现在似乎已经离开了。眼前这男的有些许古怪，少主要稳住，莫要被他人牵着鼻子走。完了，人皇大人又被无视了。那些人真是该死，竟敢对人皇大人不敬。是啊，人皇大人明显是生气了，这些人可真的是太放肆了。好嘛，把我当软柿子了，也只把我当软柿子。你他妈有种找方赤瞳或者君九离捏呀！妈你这个人皇，我记住这家伙了。清欢，进了秘境跟着我。欢欢，我们一起。清欢，咱不带他，就我们两个。要不你俩一起？我觉得我挺多余的，你们蛮有默契。迅速牵起洛清欢的手，闪身便消失在了原地。这个畜生！少主别忘了，你我不只是一道神念下来，而那人却是真身无异，莫要与之纠缠。老夫觉得那肯定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万一将你我二人神念打死，本体是要遭重创的。那清欢怎么办？凤山还没找到，洛姑娘仍有50%的概率并非我们要找的人，而且少主别忘了，还有个叫洛书燕的，兴许也是。
可他就是确定清欢就是他要找的人。少主，那人很强，而且不会加害洛姑娘，你暂且放心。去了秘境之后，先完成我们的任务要紧。那戴面具的男子对洛清欢没有恶意，但有爱意呀。在他看来，小妮子啊就是一朵鲜花，旁的臭男人都是牛粪，除了他自己。你别管，本少一定要跟上去看看。惨了惨了，洛姑娘要真是他们要找的人的话，少主肯定要受打击。他还没有告诉少主，洛姑娘已经有孕在身了呀，而他爹极有可能就是方才那个神秘男子。走了，都走了，但凡有些实力和身份地位的，都已经准备进入秘境了。看见没？我就说那面具和那书生有问题，结果人家当着这么多人面手牵手便走了，真不拿咱们当外人啊！依我看，这就是个三角关系。没看到方才那红衣男子大吃飞醋吗？现在的年轻修士都怎么了？修为越高，咋还就越离谱了呢？那是他们不知女人滋味。依我看，去趟镜花水月宫就能开始喜欢女人，双修多有意思啊！嘘，没看见镜花水月宫的人还在后面呢吗？你小心点儿，别被抓去当炉鼎被人炼了。长老，方才那几个人有点意思啊，居然连人皇都不怕呢。怎么看上那三人中的哪一个了？你们虽然同本座双修，但本座不反对你们自己养男炉鼎，只要你们有本事。妈呀，这是谁？我们小洞天的男主人吗？哼，万年青菩提，你这妮子又契约到好宝贝了。这小东西很不错，也快到万年化形的关键时刻了。来，这是本尊的见面礼，且收好。好东西，好东西，这肯定是好东西，他已经感觉到了。一段时间不见，你这小妮子的小洞天倒是又热闹了不少。不是要见儿子的吗？还不赶紧！莫欢，那人并非云外之人，相信他接近你别有目的。这件事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不准你对他无礼，更不可伤他，否则我不放过你。好，我不与他计较，你记得防着他些就好。此时他的面具已经摘下，俊脸上看不出分毫情绪变化。不知怎的，他好像没有以往那么不待见这家伙了。难不成是相处久了，看顺眼了？要死要死，怎么还对这家伙怦然心动了呢？主人，那家伙往天道图书馆的方向去了。什么？去哪儿啊？不是说来看小金蛋的吗？这家伙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去天道图书馆的？君九离象征性的看完了图里的小金蛋，这小家伙大概还要月余时间才能破壳而出，你不用太担心，他一切都好。这家伙不会是已经知道我肚里怀了吧？君九离再次牵上洛清欢的手，闪身出了小洞天的同时，面具已然戴上。这个不要脸的男人居然这么肆无忌惮地牵着清欢的手，放开他！管好你自己，欢欢是我的。什么？此人好不要脸，他怎么就是你的了？你给老子说清楚！我不是谁的，我是我自己的，你俩就争去吧，老子先走一步，拜了个拜。糟了，他怎么自己进去了？糟了，秘境入口并非固定的。少主先别急，罗姑娘并非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她的实力是很不错的。主人，你看她。没办法，这毕竟是万年菩提，真要发起飙来呀，他们这几个兽兽未必挡得住。齐颖啊，就忍一忍吧，生活嘛，头上总得带点绿啊，你就当他只是个小发卡，忽略他。齐颖无语，主人好像也憋着笑呢。可恶，头上带点绿，又是什么奇怪的话呀？发卡？我堂堂狼王需要在脑袋上戴装饰吗？扯着吉影脑袋上的毛就开始哇哇乱叫。这里的灵药数量庞大，正是扩充小洞天的好时机。吉影老弟，咱们俩单独出去找灵药去。一眨眼功夫，洛清欢踏立的树干旁边果然多了道高大身影。君九离便是侧目关切道：怎么了？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有事的？那老邓实在可恶，阴险狡诈极了，甚至连我也想一并霸占。我估计他此刻一定在心里惦记着主人，想要杀掉主人，继承主人的一切。放心，人皇出现，我必杀之。说他愿意把小菩提还给我，那就饶他一命算了。人家毕竟是人皇，我怕他的死会引起云外动荡。你放心，就算上面知道这件事，也不敢追究。本尊想杀一个下界人皇，还不需要知会他们一声。尊上，东西找到了，需要您亲自去一趟，属下的修为尚且不够。人皇还没来，你先去吧，不用担心我。哼，抱歉，我得先去一趟才行。小米留下来保护你，他的修为不比人皇差，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不要轻举妄动，等着我回来。我知道，不用担心我，你快去吧。你别紧张，我又不是母老虎，不会吃了你的。你只是君九离的属下，
却并不是我的。在我面前呢，你可以放轻松些。对不住了，洛姑娘，方才我神游去了，不知您在这里等着谁？具体是有什么事情吗？好他个孙儒，胆儿是真肥呀！早看出此人不是个东西，果然是如此。洛姑娘您放心，这件事儿包在我萧明身上。孙儒那个老东西，胆敢觊觎洛姑娘您的爱宠，真是活腻味了。看我不好好弄他！行，我们在此等候，人皇一定会来这里，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包在我身上。出了空间，他不禁暗暗瞄了洛清欢一眼，心道这丫头片子究竟还有多少让他震惊的地方。虽然他觉得万年菩提和这圣兽疾风狼王都有可能是这位神秘大人物帮助丫头片子得到的，但若非神识不够强大，自身不够厉害的，也很难让这一直一兽臣服。所以对于丫头片子，景之又有了新的认知。我需要你替我守护好他们，陪同他们一起在秘境中寻找灵药，可能做到？景之十分受用，很快便接受了这件事，点头答应下来。你也一起去？什么？属下也要跟着去？这秘境并不是那么危险，有景之在，应该就……君九离那冷飕飕的眼神便是瞬间让萧明背脊一寒。属下知道了，属下这便跟着一起去。他真该死，连主子的心思都没揣摩透。尊上这分明是要把他支开，好与洛姑娘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啊！他怎么就跟那榆木脑袋一样没想到呢？都交代过了，那我们也走吧。你想去哪？我陪你。随处逛逛吧，这秘境我已扫荡了个七七八八，剩下就看小蹄子他们的了。扫荡？哼，这妮子当真不得了呢，还好自己还有些用处，不然以这妮子的厉害程度，我都没什么用武之地了。如此一来，倒是有些让人犯难呢。欢欢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有本事，我要是再不拿出些真本事，怕是很快就要被嫌弃了呢。等出去以后，便回宗门去。宗门自然要回，不过我现在真的很担心爷爷，这连洛灵珠在云外也是毫无反应。你说爷爷他会不会去了万灵大陆？别担心，你爷爷的事我会替你去查，你乖乖回宗门去，好好修炼，争取早日提升修为，跟我一起去万灵大陆。与你一起去万灵大陆？一起去。他不希望自己永远都需要依靠君九离来摆脱危险困境，终有一日，他希望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踏上那一片强者世界的，而不是因为君九离的关系。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去做。你想什么时候去万灵大陆，怎么去万灵大陆，我不会干预，你放心大胆的去做便是。但你要记住，若你累了，我永远都在你身后，你转身，我都在。君九离，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因为小金蛋吗？欢欢，最近你的身子可有什么不妥？我不是因为孩子才关心你，我是担心怀我们一族的孩子会对你的身子造成影响。我不关心孩子怎么样，我只希望你能好好的。便将前些日子曾与腹中宝宝沟通的事情说给了君九离听，果然没有猜错，那瓜娃子现在迟迟不肯从娘胎肚子里出来，就是在吸收能量。这孩子咱不要了，我用秘法将它拿掉，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你刚刚说什么？把孩子拿掉？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投胎小金蛋虽然是个意外，但洛清欢毕竟已经是个当母亲的人，那一份母爱岂能轻易割舍？倒不说那男人们终究无法与女人感同身受，孩子说拿就拿，哪有那么轻巧啊？这才是你的目的吧？说了这么多，就是不想负责。欢欢，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担心他会伤害到你。君九离又将他们龙族的那些事情告诉了洛清欢，那都是他们龙族的秘辛，不能在外言说的。但为了消除洛清欢的误会，君九离不厌其烦地解释了2、3遍。对不起啊，是我误会你了。自从我有了小金蛋后，对于孩子的话题便会有些敏感，希望你能谅解。辛苦了，欢欢，若是你感觉到任何不适，一定要告诉我，可以吗？乖巧地点了个头。我自己有分寸，这个孩子没有吸收我身上的能量，他很克制，定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宝宝。等他出生了，你不许教训他。君九离的心啊，早就揉成了一滩水。现在洛清欢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言听计从。今晚便在这里过夜吧，累了许久，你需要休息。今晚想吃什么呀？好家伙，他还真要给他做饭吃啊！你真的会做饭？他记得这家伙吃东西都挑得很，就像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般。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行，那我今晚可就有口福啦，尝尝你的手艺。给我来3菜1汤就行，剩下随便你怎么安排。其实洛清欢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很早便在君九离的空间里备着了。他曾不止一次的幻想过，自己可以同欢欢在月光下，他看着他做饭，只有2个人单独相处的美好画面，如今这便实现了。他起锅烧油，放入提前备好的食材。想不到你居然真的会做饭，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无论是色泽搭配还是香气，都堪称一绝，绝不是一时半刻就能练成的。很早便会，从前时常外出历练，1来2回便学会了。但自从被洛清欢深深吸引之后，他便开始了求学之路。据说人族男子若能掌握烹饪技法，在追求女子的时候能加分不少。为了能让洛清欢喜欢上他，区几口锅呀，根本就难不倒他。他这辈子只会为了一个人架锅做饭，那便是洛清欢。有些事情默默做就好，不需要让女人知道。才不是因为我饿了，是因为你这饭菜实在是太香了，连我这肚子也捧你场呢。烫！不过好香啊，好好吃。明明看着就是个贵族，偏偏连这种生活技能都满分。好吃就多吃些，食材都是零食，多吃对修为也有好处。以后呀，我有时间便做给你吃。那太好了，以后我还要吃。哎，怎么这肚子好像真的有变大一些？自己这是吃了多少进去啊？太不好意思了，那君九离肯定要笑话他是个吃货了。一不小心全吃了，你没吃饱吧？我口腹之欲不多，到了我这个境界，100年不进食都没问题。你爱吃的，你多吃点。辟谷100年没大碍，君九离这究竟是到了什么境界了？这真的已经成仙了吧？但对于双方来说，这样的相处还是有些小心翼翼的，就像是2个刚开始恋爱的情侣一样。半夜里，洛清欢便感觉到了身子不适，君九离很快苏醒，紧张地抱着洛清欢。欢欢，你怎么了？君九离，我肚子变大了。怎么回事啊？好好的，怎么突然显怀了？这也太离谱了吧！原先还没有什么概念，如今洛清欢孕肚一显，他立刻便有了当老父亲的感觉，胸中那一股责任感瞬间涌了上来。经过仔细的把脉，君九离并未发现这个孕肚的出现对洛清欢的身子有什么影响。定是你方才说过要将这孩子拿掉之类的话，让宝宝听见了，所以这才急着要出来，这事儿你得负责。一想到自己可能会经历10月怀胎和生产，洛清欢这心里啊便是七上八下，也不知到时候会不会又生出个龙蛋来。到时候自己亲自下了个龙蛋，可能会留下一辈子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呢。别怕，一切有我。不如啊，就先别回宗门了，去我那里休息上一段时间再说。什么？咱们要有小主人了？小金蛋其实是主人的亲儿子。轰隆，一瞬间，鸡豆豆的世界仿佛崩塌了。这么说，小金蛋那个神秘且强大的龙爹，其实是主人的斗侣，俩人早就已经结有爱情的果实了。可惜了，主人变不成嫂子了，哥哥也不知在哪里逍遥。想不到小金蛋这龙爹看着不通男女之事，其实早就将咱们主人拿下了。难怪我老觉得小金蛋与主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原来是母子关系啊！这么一来，小金蛋那小子以后可也是咱们半个主人了吧？那小子肯定得嘚瑟。望着天上繁星，他双眸一阵闪烁。自他穿越来到这里时间不长，却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这短短1年的时间也真是够刺激的。最刺激的还是遇到了君九离，给他生了2孩子这件事情。君九离心情愉悦极了，这种没人打扰，只有他和欢欢2个人花前月下的场景，他盼了好久，总算是如愿以偿，可以抱得美人归了。清欢，丫头，你在吗？凤赤瞳便一个闪身出现在了2人身后。你没有对我的清欢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吧？你的清欢，本尊的女人，何时与你有关了？什么？你的女人？我不同意。清欢，到哥这里来，别怕他，有哥在，他不能胁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儿。我与欢欢情投意合，并非你所想的那样，我永远不会胁迫他做任何他不喜欢做的事。我不想听你说什么，我要丫头亲口告诉我。这俩人呢？风大哥，我与他很早便相识，他一路帮我很多，
待我极好，你不必为我担心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是出什么事儿了吗？要是你有要紧事要忙，去便是，无需担心我。我与他在一起不会有危险。欢欢，你应该同他说，我是你男人，是你孩子的爹。欢欢，你笑得极好看，该多笑笑。这男人撩人的本事啊，真是越发了得了。少主，涅槃珠虽然对洛姑娘也有反应，都没有这次强烈。老夫觉得，这洞府中，这不是真正的涅槃珠，只不过是有着一丝涅槃珠精髓的替代品。它的反应并不代表着什么。那真正的凤凰神族神物之一涅槃珠，早已遗落多年，不知去向。他们带出来的不过是一件替代品而已，但即便是替代品，却也有着检测凤凰一族血脉的功效。那时初遇洛姑娘之时，这涅槃珠替代品便曾经闪了几闪，而这次不一样，他能明显感觉涅槃珠替代品的反应很大，说明这洞中存在着他们凤凰一族遗落在碎片大陆的血脉。少主，不如让老夫先进去看看。私心里他已经料定洛清欢才是他要找的人，旁的他不想要，可他心里也清楚，涅槃珠的判断是不会有错的。他们凤凰一族的血脉用涅槃珠探查，几乎100%正确，无一例外。少主快来，是那个洛书燕。凤天仪手中的涅槃珠替代品闪耀得更加晃眼，这说明这个叫洛书燕的女子身上有着十分纯正的凤凰血脉。大清早，主人，你居然怀孕了，我都没有发现。小蹄子表示十分震惊。景之呢？还有你那个属下怎么也没回来？君九离一边撒着葱花，忙里抬头道：景之我交代了几句，他先离开了，以后有事可以随时召唤他来。小米有别的事要办，不用管他。一股说不出的幸福感便涌上心头。这人世间再幸福，也不过夫君孩子热炕头了吧？这灵船是圣器还是神器？灵船是属下的高品圣器罢了，我的灵船都是神器级别，放出来太高调了。许是显怀之后，先前没有感受过的孕期反应，这会儿都来了。没一会儿功夫，他便觉得乏累得很，眼皮一开一合，颇有些睁不开眼了。整艘灵船的装扮都极具女性化，不像是那个萧明该有的呀。瞧瞧这蕾丝花的帷幔，拖着夜明珠的雕花托盘，还有随处摆放的生态鲜花，怎么看都不像个大老爷们的灵船。难道说君九离在这里还有别的属下？怎么了？你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同我说，好吗？不是，兴许是怀了孕的女人想得多，从前我不这样的。哄着洛清欢入睡之后，转头在甲板上研究起了提前备好的书册，关于怀孕女子如何照料的书册。君九离得出了一个结论：怀孕的女子会较从前更敏感。究竟是什么糟心事儿，丫头不开心了呢？醒了？我睡了多久？君九离没有隐瞒他，居然睡了这么久。你且感受一下你的修为。我晋级了。那这孕期反应也太逆天了，搞不好啊，他这一趟下来，孩子也生了，修为也能直接到达灵尊境。这应该只是个意外，胎儿反哺母体造成的修为提升仅有一次而已，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了。你呀，还得自己把修为提升上去才行。哦，这样的吗？好了，我替你洗把脸，换身衣裳以后咱们便下去吧。我在云外置办了一处落脚点，你这几月便在这里好好养身子。时间匆忙，只能找到这个地方了，你将就一下。这地方我很喜欢，你有心了，不用担心我适应不来，我可没那么难伺候的。那些都是你自万灵大陆带下来的手下。那些个模样普通的，都是昔日在世俗界的时候在府里伺候的下人，他们嘴很严实，你放心。那另几个呢？稍后进了殿内，我自会叫他们过去让你认认，他们都信得过，出生入死不会背叛我，你大可放心。这女人竟对他有些似有若无的敌意，该不会是那女子暗暗喜欢着君九离，所以才会对他有敌意吧？主上，主上，主母，都起来吧，各司其职，不可懈怠。你们4个随本尊进内。这谷中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怕你累着。方才那正是主上，老奴没看错吧？那等强大必是主上无疑。不过你们发现没有，主上如今变得好生温柔和善，简直跟之前判若两人呐。这样的主上平易近人多了，定是那位主母大人的功劳，才让咱们主上有此转变的。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咱们主上看来也是如此，真是太好了。我原先还挺担心的，
主上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寻常女子根本不可能与主上正常交流相处。而上面那些个世家大族的女子，有个个骄纵得很，主上定然也看不上，还担心主上他这辈子都娶不到心仪女子呢。哎呀，这下好了，只是那是个人类女子吧？主上若是将她带回去，岂不是……坐在这里休息。我还是坐下面吧，这位置坐不下我们两个。顺手轻轻一带，就将洛清欢搂进怀里，让他坐在了他的腿上。这不合适。不准，你是我的女人，我搂着自己的媳妇儿，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们3个不要命了！尊上对洛姑娘如何，你们有目共睹。洛姑娘现在已经怀了尊上的孩子，你们要是真的誓死效忠尊上，就应该同样尊重洛姑娘。萧大哥，你说的对，既是主上看中的女子，已是咱们的主母，那便不该再有轻视她的想法。是我们不懂规矩，差点惹恼尊上，冲撞了主母。萧大哥，洛姑娘啊，不是，我是说咱们主母大人，她真的怀了尊上的孩子？你们在议论什么？萧明他们的传音对于君九离来说太好窥听了，君九离的杀意毫不掩饰，那3人瞬间脸色一片惨白，齐刷刷跪了下去。看来本尊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连谁是主子都忘记了。好了，让他们起来吧，不是说要介绍给我认识的吗？那女子却始终低垂着头，眼底冲着血丝，像是不甘一样，假慈悲，真会装。君九离便是突然手臂一挥，下一秒，那跪地的女子便是瞬间被君九离击出大殿。你怎么出来了？快去坐着休息。区区一个范氏的小卒，你不用费心的，交给我处理便是。区范氏小卒，在尊上的眼里，他就只是个小卒这么简单吗？女子的眼泪瞬间如决堤的洪水，哗啦啦的往下滴落。红梅，你以下犯上，给本尊立刻滚回去领罚。尊上没有立刻处决了他，而只是让他回去领罚，是不是就代表着他在尊上的心里其实是不一样的？尊上不忍心了？要知道，他们护卫队从前也出现过犯错的属下，尊上丝毫不给机会，说杀就杀。这还是尊上第一次留活口吧？尊上，属下不想回去，属下想要陪在您身边，替您分忧解难。尊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但他不是傻的，相反还很精明睿智，一听便听出了这个红梅有问题。如今小媳妇儿怀了身孕，心情好对她来说格外重要。要是放任这么一个不知分寸的女人继续留在这里，那就真的是她的失职了。她是谁送进本尊的护卫队的？鹦鹉岩石，你俩知道红梅是怎么进你们队的吗？咱们护卫队难道不都是尊上亲自挑选的吗？我2兄弟跟随尊上已有20年，打小便来尊上身边训练。红梅她应该是5年前便来了，这件事尊上放心交给属下去查吧。欢欢，我陪你回屋休息，旁的事交给萧明去办即可。走吧，我也累了。尊上，我伺候过祖宗长姐产子，这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您留下属下一定有用的。尊上，您别赶我走啊，尊上。那个红梅，你打算留下她？欢欢，你放心，这段时间我会寸步不离照顾你，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尊上，红梅心机深，虽然银武银石都强过她，但那2个榆木疙瘩未必能护得住主母。你认为红梅在红龙族的地位如何呀？属下考虑不周了。此人不受掌控，放任回去定会把欢欢的事情说出去，本尊唯有留他在此，才能不节外生枝。主母，尊上有事外出了，命我们几个照顾您，要是方便，我让张姨进去伺候您。鹦鹉哥，让我进去伺候主母吧，这方面我有经验。红梅，我就直说吧，我们不能让你进了主母的身，你就一大小姐出生，哪来的伺候人的经验？不要进去以后又冲撞了主母，到时候尊上知道，绝饶不了你。是，你去把张姨找来，我在这里守着。好，我很快就回来，千万别让这女人进去。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好歹也是一起在第2防卫队出生入死的，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哼，我们兄弟2人跟你不熟，平日尊上不在，你很少出现在营里，队长总也找不到你人，你就只在尊上出现的时候才出现。我们都知道你来护卫队的目的是什么，不用再装了。昨日当着尊上的面，我们不想多说你的事儿，不过尊上手眼通天，你与你的家族私底下做的那些事儿，以为真能逃过尊上的眼睛吗？是我们红龙家族的确有意想让我嫁入尊上后宫，这也已经在积极准备了，你们最好对我客气一点，否则等我以后跟了尊上，我不会让你们兄弟好过的。洛清欢冷笑一声，不禁摇了摇头，他当是多厉害的角色呢，想不到啊，这么快
就忍不了露出狐狸尾巴了。叫得越凶的，往往最后不会有好下场。君九离后宫，他进不了。洛清欢摇摇头，觉得这红梅啊，实在是不构成威胁。尊上后宫，我看你是糊涂了。我们尊上乃是远古金龙一族，自远古起，为王者从来都是只娶一名主母。你以为你是谁啊？这是什么规矩？他怎不知？主母我自然够不着，但自古主母一位，传宗接代的妃却能有很多。这些妃虽不得登堂入室，但也能够成为尊上的枕边人。我愿意。一位金龙族高高在上的王，他未来的妻子，整个龙族的主母，又岂能让一个人类女子来当？让她进来看吧，主母她让人家进去呢，她压根就没把你们兄弟二人放眼里。主母，您若是有吩咐，唤一声便是，我等就在帷幔之外守候。主母，您先洗把脸吧。水盆砸在地上，激起了一片水花，刚巧溅到了洛清欢刚换好的裙摆上，瞬间湿了一大片。这女人莫不是觉得自己因为是个人类女子，所以可以任由他们欺负吧？什么红龙绿龙，她可不是龙族的人，管你红龙族多牛逼呢，她可不管。你便是这么伺候主子的？主子，你真以为尊上在乎你，要将你带去上面？想多了吧。你一个人类女子，实力一般，背后势力更是一般。至于长相嘛，在你们人类里的确是算有几分姿色的，不过我们龙族最不缺的就是大美人了。你以为你有什么值得尊上留恋的地方？等你腹中胎儿一出生，我敢笃定，尊上绝对不会再正眼瞧你一眼。在兽族之中，与人类结合并不稀奇，但掺了一半人族血脉降生的，终究要受到鄙视，更不会被族人认可。尊上与云外一人类女子有染这件事，若是传回上界，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你若真的对尊上好，就应该永远在他面前消失，再也不回来，并且你肚里这个孽种也不该出生。他的降临只会让尊上蒙受耻辱，若是被人知道尊上有了个半血的孩子，他所要承受的非议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君九离所要承受的压力真的有那么大吗？我与他之间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我的裙角倒是被你弄湿了，用你腰侧的帕子把它给我擦干净。我凭什么给你？一记响亮的巴掌声惊喜。哥，你看到了没？不得了啊！本以为是个乖巧柔弱的女子，没想到手法如此狠绝。方才那一记巴掌呀，是那主母巧用灵力画出了一道无形的大掌，在瞬间以精神力控制，迅雷不及掩耳，扇在了红梅的脸上，并迅速消失。这女人能有这本事啊？刚才是谁打了她？难不成尊上没走？想到有这个可能，红梅一下子后怕起来。洛清欢看在眼里，猜出了一二。他出的手，到头来给这女人威慑力的，还得是君九离。哼！给我擦干净。随后忍下一口气，蹲到了洛清欢的脚边擦。红梅知道这是洛清欢在给她下马威。怎么了，尊上？小明，把红梅的资料给本尊。滥用权势故意接近本尊，这一条就够了。怎么，你不服？再卖力些！照你这擦法，我这一拳何时才能擦干？就刚才那一巴掌，是用无形的气劲打的他，看不出是谁动的手，但绝对不可能是眼前这个人类女子。难不成尊上还藏了高手，暗中保护着这个女人，谁也没告诉？这女人什么时候啊属忍者神龟了？这么能忍？主母，属下擦好了，你满意了吗？这红梅啊，平时没怎么看出来，现在发现她真是有那大病吧？他的确是太过分了，这些情况我们都得记下来，待尊上回来以后，还需一五一十上报上去，不能轻饶他。不忌惮他背后的红龙族了。哼，为兄想明白了，红龙又算什么？咱们可是侍奉尊上的人，怎么能够忌惮其他人？哼，小样儿，就你这般嚣张，看我不治你！啪的一声巨响，这一次巴掌的力道更大，竟直接将红梅扇飞，在半空转体3周半，才重重地摔在地上。咱们主母这一手也太强了，我已经开始脸疼了。本姑娘好端端一件裙子，就被你这么弄皱了，坏了我一日的好心情，这对我腹中的胎儿也是有些影响的。这个责任你担得起？你是故意的？倒是不傻，还能看出来。不错，本姑娘就是故意的。从你见我那刻起，你便对我心怀敌意。方才你在屋外那一番无脑发言，我也都听在耳朵里。你哪来的自信？君九离会把你收进后宫？哎呀，瞧瞧你这脸，
都比猪头难看了，是个男人都下不去嘴，别说人了，说不得连公猪都瞧不上你。你还真是喜欢在自己脸上贴金呢。你来瞧瞧你这张脸，这就是你以鼻孔观人，平白对我有敌意的代价。我的脸毁了！你还我绝世容颜！哎呀妈呀，还绝世容颜呢？你咋好意思呢？哎呀，也是万万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见到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啊！呸！哎呀，宝宝呀，娘亲告诉你啊，以后咱们遇见这种不要脸的人呢，千万别跟他们客气。你越是好说话，他们越是蹬鼻子上脸，不知谁是主谁是仆的，尽管对得他们怀疑人生才好。不远万里的君九黎通过自己的神念也听到了洛清欢说的话，同样眉眼弯弯，显然是被自家媳妇儿逗笑了。这会儿尊上肯定也是因为洛姑娘才笑成傻子的，这样也好，傻笑着总好过以往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川脸，又臭又冷，没人敢招惹。现在他至少还敢在尊上面前开玩笑，比以前的日子啊可是要轻松不少呢。主母还有什么事请吩咐，要是没什么事，奴婢告退。行了，本姑娘暂且放你一马，你去后厨端些早点来，我想吃咸的、甜的、辣的、麻的都要一点，最后还想喝上一杯解乏的茶，下去准备吧。他就应该使劲儿的作的这女人啊，彻底心服口服，要是不服就作死她。主母还有什么吩咐？你家尊上说呢，暂时免去你护卫一职，只当个婢女。自是婢女呢，便不该随身携带武器，将你身后的短剑交出来。主母恕罪，是我等没有检查仔细，让他藏了防身武器。把他的短剑交给我，就放他去后厨准备早膳吧，我饿了。主母，他居心不良，府里还有很多能够贴身伺候的下人，不如属下还是将他关起来，等候尊上回来发落吧。不必了，他手无寸铁的，构不成威胁，放他去吧。咱们主母宽宏大量，暂且饶你一命，你给我老实点，要是再惹事儿，不用主母吩咐，我们两兄弟就先砍了你。狗腿子，收了我的本命武器也无妨，旁的手段我又不是没有，你给我等着瞧吧。哥，那女人还不死心，要不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她关起来吧。尊上那里要罚也是没办法，咱们只能先斩后奏了。你们不用管那女人，我自有打算。从日上三竿等到太阳高挂，那女人才姗姗来迟。主母，早膳备好了，奴婢惭愧，很少下厨，早膳也是与两位老妈妈一起完成的，请主母移步膳房。抱歉，你动作实在太慢，这都赶上晌午了呢。本姑娘我呀，已经自己吃过了。小样，这就忍不住了，这忍耐力还是得练呢。主母，您如今怀有身孕，又是龙族的后代，我与老妈妈们专门准备的就是我们龙族孕妇会吃的补品，对您肚子里的宝宝有绝对的好处。不信，您可以让尹武、尹氏兄弟俩过去一瞧便知了。哥，我去看看去，正好也到中午了，主母多少还是该吃些东西的。主母，让银石去看看，要是情况属实，还望主母您多少吃一些。片刻，银石便去而复返。主母，属下查过了，那几道小菜的确是用了特殊灵物制作而成，对您与胎儿都有帮助。老嬷嬷们已将饭菜都端上桌了，您去吃些吧。难道是想多了？红梅只不过想假装乖巧上几回，然后好让我防备心理降低，她才继续作妖。到了膳房，快起来吧，无需动不动便跪下行礼。眼下也无外人在，我这里没那么多规矩。将这些下人们一一扶起，便让在场的下人们都对洛清欢好感倍增，一股扑鼻的香气便是冲入鼻尖。只是这香气之中似乎还掺杂着别的气味。这些东西都是经谁手做的？这些都是我们几个膳房的一起准备的，也不知主母喜好什么口味的，便都选择着做了些，还望主母不要嫌弃才是。确定就你们几个在膳房里准备，没再有外人进出？哦，红梅大人也有帮一些忙。怎么了，尹武大人？是饭菜有什么问题吗？主母，按照惯例需要用万毒聚现针试毒才能让您享用。无妨，按规矩办便是。红梅的眼里明显有了慌张，可是一连试了10道菜，银针都没有任何反应。哎呀，就这沉不住气的样子，就差把做贼心虚几个字儿写在脸上了。这人吧，你说他没城府呢，他会用高傲的姿态让你恼火，让你感到恶心，还下毒。你说他有城府吧，
又仔细的瞧了瞧，确实没有任何的反应，这说明这一大碗补汤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小贱人，我让你敢怀我家尊上的种，我让你区区一个人族就敢当主母，今天我就让你尝一尝我们家族秘密研制的绝品毒药，看你得意到几时。这下满意了吧？安心了吧？我又不是蠢的，至于这么防贼一样的防着我吗？主母，饭菜都快凉了，您还是赶紧吃了，毕竟大家的一片心意，他们都是头一次给您做饭，不知合不合您胃口呢？这道菜十分美味，你们有心了，我很喜欢。主母喜欢便好，我们几个还担心这些菜不合您的口味呢。我很可怕吗？为何你们一个个都这般拘谨？规矩要讲，可在我面前，你们也无需这么紧张的，都放轻松些，吃个饭而已。哎呦，主母，不是您可怕，是主上可怕。就咱主上那手腕呐，要是主母出了一点小岔子，他们都得玩完呢。洛清欢一道道菜肴吃了过去，每一道都给了他一种惊艳的感觉，夸的那几名掌勺的厨子乐开了花。平时你这是做什么？主母，以防万一，剩下那几道菜，不如就让属下先替你试吃。将剩下的菜，包括茶水，都一一试吃了一遍。银石一一试过之后，很快便让银武检查身体。不过中了毒，必定会对体内的龙气造成影响，他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约莫等了一盏茶的时间，银石都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不对劲儿的地方。好啦，你们也不用太过紧张，既然已经试过，那便接着吃吧。去拿一副新的碗筷给我。直到吃到那汤品的前一道菜，洛清欢顺势放下碗筷。哎呀，我吃饱了，谢谢你们，手艺很不错。那汤他已经闻了，绝对有问题，所以他急了。自己吃了半天，没有吃到他心心念念、精心为他准备的毒菜，怎么可能甘心？主母，当真吃饱了，不再吃一些？主母，那道汤算是我们龙族的招牌，是招待来宾最有诚意的一道菜。看来红梅是挑准了的，这汤有如此特殊之处，她肯定会喝，好算计。既然是招牌菜，那我一个人喝不完也是浪费，你们同我一起喝吧。主母再给他暗戳戳使眼色。那属下就不客气了。怎么，主母赏赐，你想拒绝？糟了，他就不该在这汤里下那种药的，他也不能喝。大家都看出了红梅的紧张。嬛嬛在用膳，我回来的不算晚吧？你怎么回来了？这也太快了。他正玩到关键时刻呢，瞧把那红梅给吓的。看着一脸不情愿的小媳妇儿，金九离苦笑了一声。得，亏得他还一直担心这丫头能不能应付，结果自己紧赶慢赶回来了，还被嫌弃了。这是谁做的？主上，这汤是老奴两个一起做的。他真的怒了，居然真的有人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给小媳妇儿下毒。眼一眯，金九离瞬间出手，他快他也快，小手握大手。哎，等一下！然而主母却能按下尊上的手，这速度也是没谁了。怎么了，嬛嬛？好，听你的。糟糕，他们是不是看到了不该看的？尊上会不会抽空来个杀人灭口啊？要知道，从前尊上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都是神圣神秘且绝不容许人侵犯的。无论走到哪里，要么戴着一张面具拒人千里，要么总是摆着一张冷冰冰的脸生人勿近。即便是尊上最亲近的人，也很少能够看到尊上的笑，就更别说那般温柔的神情了。尊上居然叫这女人欢欢，如此亲昵的称呼，他凭什么？红梅，看你也不容易，这碗汤便赏你了。怎么，主母赏你汤喝，你不想领情？尊上，我何德何能？这汤是后厨专门。这么说，就是不给我这个面子喽？九离，他不给我面子，我好没用啊，连一碗汤都送不出去。本尊只说一次，喝了这碗汤，他该怎么办？尊上为了一个女人，竟要逼她去死。尊上真就这么喜欢这个人类女人吗？自己有哪一点比不上她？一把端起桌上的汤羹，仰头一饮而尽。红梅再也憋不住，嗷一嗓子吐了出来。她可是将足足一包的量都倒了进去，即便是沾上一点儿，也会瞬间中毒。哎呀，可这么急做什么？好好的汤全让你这丫头浪费了。怎么喝这么急啊？好像这辈子没喝过一样，真是暴殄天物啊！我的汤啊，这可是我俩熬了足足一宿才得这么一小锅。哎呀，红梅大人你，哎呀，红梅，你不会是以为自己要死了吧？原来你早就知道啊！
忘了告诉你了，我医术挺厉害的，尤其对于这用毒极为擅长。这汤里有些什么，我很清楚。如此狠毒，不该让他留在尊上身边的。太恶毒了，这还好咱们主母懂医术，不然这毒汤要是让主母喝下去，不就毁了吗？一想到小媳妇儿今天可能会出事，君九离的心便揪了一下，恨不得把红梅一掌轰烂。不过小媳妇儿似乎有自己的打算，她应该相信她能自己处理好。你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何还要邀请我们喝？难道尹武尹师也得罪了你，你也要让他们两个喝毒汤？红梅，咎由自取，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们兄弟二人完全信任主母，她定有自己的打算，我们只不过是配合主母罢了，只有你自己心虚而已。没错，你这恶毒女人，当真不知死活。还好主母本事大，识破了你的奸计，不然主母要是受到半点伤害，100个你都不够赔的。你这么做是在给你们红龙一族丢脸，更是在给你的家族带来灭族之灾。尊上饶命，是我愚蠢，是我做错了事，这跟我的家族真的没有一点关系，求求你不要迁怒我的家族。主母，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人族不是有句话叫祸不及家人吗？求求你。你在教我做事？早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你当初那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恶毒就是恶毒，愚蠢就是愚蠢，敢对一个孕妇下毒，我并不认为你是愚蠢，是单纯的恶毒罢了。我倒是挺好奇的，究竟什么样的家族会培养出你这样恶毒之人呢？此毒不会要人命，男的吃了不会有事儿，只有女人吃了才会中毒，这一点你早就知道，我没说错吧？还有这种分男女的毒药？单论毒治医学，可要比医术与炼药更复杂些，专门毒女人的药多了去了。他拿出来的这一种毒药不致命，却最为阴损。什么不致命？尊上，您听到没有？这毒不致命的，我也不是有意为之，只是一时糊涂。您看在我们红龙一族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您饶过我这一次吧。红梅，你不要太过分了，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方才不还说什么祸不及家人吗？怎么这会儿求饶起来，倒是利用你们家族起来了？红梅，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是这样的龙啊？主母，您方才说这药不致死，确实很阴损，这是何意啊？欢欢，这毒药吃下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红梅，现在知道害怕了。其实这毒也没什么，无非2种结果。你这毒药阴损得很，一般人是不会用的，只有那种心里特别阴暗，或是城府特别深、心狠手辣、喜欢勾心斗角之人才会使用呢。像我这样的孕妇吃了的话，轻则滑胎流产，重则会直接大出血，拖来整个身子。至于像你这样没有怀孕的女性，吃了这毒药后，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都将终身不育，无药可解哦。什么会堕胎？这简直岂有此理啊！太恶毒了，太狠辣了！他这是要让主母肚子里的小尊上胎死腹中啊！这也太恶毒了，必须击杀！对，必须击杀！尊上，我尹武愿意代替您宰了这女人，不能污了你和主母的手。无法生育，那我以后还怎么跟尊上的要宝宝？哎，没救了！红龙一族居然也会有如此败类，真是家门不幸啊！可笑洪家主还常常夸赞家中几个嫡系如何好，自己也是对咱们龙族十分效忠，名声怕是要毁在一个嫡女身上了。不用在意这个女人，没必要为了这个女人大动干戈，气坏身子。不过小媳妇儿都发话了，她自然是要给小媳妇儿面子的。你们龙族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如何处理？在我们龙族，繁育后代本就极为困难，所以每一位怀了孕的龙都会受到全族保护。一旦有人加害孕妇，将受雷罚，还需要承受拔鳞抽筋、剔骨极刑，最后毁去元神，永不轮回。至于他所在的家族，也将遭到牵连，嫡系废除其修为，举族发配，永不能再回龙族。原来这事儿这么严重啊！那的确是，九离，暂且饶了他吧。犯了这种错，理应按照你们龙族的规矩办事，但毕竟是初犯，就再给他个机会如何？他可是差点被毒害，这就要原谅红梅。下人们也在震惊过后，纷纷替洛清欢感到愤愤不平。主母，您不必为他开脱，在我们龙族干这种事的就该死。这女人的心太黑了，以后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留不得。欢欢，你不用担心会给我惹什么麻烦的，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我永远都支持你的一切决定。区区一个罪名，无需在意。九离，你不觉得他手里恰好有这种阴损的毒药，很奇怪吗？看在欢欢的面子上，本尊今日便给你一次机会，滚回去！你不再是本尊护卫队的人，回你族内去吧。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需要本尊说吧。谢谢主母开恩，谢谢尊上。我知道，我今天的事情绝口不提。尊上您放心，我今后定谨言慎行。没了红梅的糟心事，洛清欢吃得很饱，
困意袭来，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替洛清欢掖了掖被角，又忍不住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尊上有何吩咐？是不是要手下追上去将他？哼，不必，派人盯着就行。本尊有更重要的事让你去办，让暗影龙一族的鬼妻查一查红龙族，不惜一切代价深入查。尊上要让鬼妻出马。萧明很快领命而去，而此时的洛清欢一时却被拉到了一方神秘空间内，这里四面火海，本应该感到不适才对，自己居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明明自己被炽热火焰层层包围着，可他却浑身感到暖洋洋的，仿佛被暖流包裹着，让他不禁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襁褓中一样，无比安心。奇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前面没路？这些火焰正在有意识地将他引到他们想让他去的地方。他那胸口上方的凤凰印记已经被一阵金光笼罩，甚至他整个人周身都隐隐缠绕着金光之气，就像是神仙下凡。快进来，再快一点！姐姐，我马上就能见到你了。姐姐，我终于等到你了。姐姐，我好冷。姐姐，你能不能抱抱我？我想出来。姐姐，他居然被方才那男孩的声音蛊惑了。熟睡中的洛清欢猛然一抖，小媳妇儿的身子居然有些凉的时候，君九离连忙小心地将她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帮她取暖。姐姐，哎，小屁孩，话可以乱说，这亲可不能乱认啊，会出事的。太好了，姐姐终于跟我说话了。来到树后面的时候，瞬间傻眼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里也有一个火焰红脸，与他先前契约得到的那个一模一样？姐姐，你来了吗？我好冷，我的凤生莲台被人动了手脚，无法为我提供火能。姐姐，你帮帮我吧。凤生莲台？你是凤主？姐姐，你不认识我？你当真不认识我？我是你的双生弟弟啊！你去问问爹爹娘亲，他们难道没有告诉你我的存在？我年方16，差5月足17，而你还在光屁。姐姐，我不知道你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你忘记了我的存在。银武和银石挺好的，只是他们或许接受了太久的刻板调教，尊卑分的太过分明了，在我面前放不开罢了，不怨他们。怎么了？这趟出去经历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让你这么愁眉不展？没什么事，不过是有些累了。倒是你，我不在的这几日，可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啊？这几日你修炼了别的功法？凤赤瞳送了我一套功法，那玉简上写的是火神功，可当我真正修炼之后，才发现那是黄诀。九离，你说那黄诀是不是凤凰族内部的功法？我修炼它不会有问题吧？欢欢，黄诀于你来说修炼正合适，你不用有太多过虑，修炼便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因此突飞猛进的。那黄诀真是凤凰神族内部的功法，是何级别的？我怕是凤赤瞳他送错了，把黄诀当成了火神功送给了我，捡这么大一便宜，我有点心虚呢。原来小媳妇占别人便宜也会心虚啊。黄诀的确是很强的功法，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说，没人会知道的。至于凤赤瞳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他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算送错你黄诀，对他来说也不受影响的。那就好，我还担心我收了这么贵重的礼物还被我用了，等凤赤瞳反应过来会找我算账呢。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会引起大火，还差点害死了5个侍从。方才我去下人院就是去给他们治疗的。他的小媳妇越厉害，他就越高兴越嘚瑟。不过你看看你胸前是不是也有凤凰印？你是不是也契约有凤生莲台？姐姐，你一定要回到族内来救我，我好冷，可能……怎么了，欢欢？我梦见我弟弟了，他……你的弟弟？你还有弟弟？是我做梦了，梦里有个小屁孩非说是我弟弟，还说他冷，让我去救他，莫名其妙的。九离，我想问你件事儿。欢欢，有什么事你尽管问，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隐瞒。真好，他叫他欢欢，他叫他九离，这2个字啊，在小媳妇儿的嘴里说出来，简直就是这世上的天籁。九离，你对凤凰神族知道多少？九离，自然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便问，我都告诉你。凤主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出生之时是不是都会有半生的凤生莲台？此神物有何特点？不好好休息，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别闹，这么多人看着呢。
不要转移话题，不好好在院子里养着，跑这里来做什么呀？这几日可有好好等着我回来？欢欢看着我的眼睛，就没有什么话想同我说吗？好了，不逗你了。我出去这几日啊，你气色好了许多，看来没有我，你过得很好。不好，你不在的这几日，我很是无聊。你那2个属下也是榆木脑袋，让他们陪我聊会儿天，也是这个不敢那个不行的，我都快闷死了。他们敢驳了你的面子，看来本尊还是对他们太仁慈了。哎呀，我逗你玩的。那些凤凰族自诩天才的鸟，连他小媳妇儿一根手指甲盖都比不上。先前还在因为小媳妇儿那身世担忧，这一刻便是有些期待起来。小媳妇儿要是去了万灵大陆，还不得讲得天翻地覆啊？凤凰神族，哼，小媳妇儿可不稀罕，到时候就把小媳妇儿往自己家里一拐，让他们凤凰神族的老顽固们着急去吧。洛清欢在君九离房中睡下，很快沉沉睡去。晚归的萧明沉着声将君九离交代给他办的事儿一一汇报。属下已吩咐人皇继续暗中调查，他如今已成为主母的人，再加上此人似乎早就有反水圣殿的心思，应该不会对我们有所隐瞒。本尊还会留在云外一段时间，有些事需要你回去办，改日便动身回万灵大陆。那尊上，您身边没有可以用的人，需不需要属下去让那几人下来？无妨，本尊的功法以无大碍，不会出岔子。鹦鹉银石也会跟在本尊身边听候差遣。本尊需要你去办的事，谁也不能告诉，所以这次你回去以后，不要暴露自己。翌日清晨，就见君九离侧身撑着头，痴痴望着他。醒了？昨晚你睡得很不老实，可把我累坏了呢。哎呀，瞎说！我睡觉一向很老实，全村就属我睡相最好，可别污蔑我。哦，你不信啊？那我拿证据给你看。君九离便是光着膀子。非礼勿视，非礼勿视！这位兄台，你这样做不合适。好了好了，不逗你了，给你一样东西。书册分明是教导女龙如何生产的，这书册上介绍的还挺齐全，快要赶上现代化的生育指南了。这是针对你们龙族的，我是人族啊，应该用不上吧？乖宝，到时候等你快要出生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给你娘打信号，知道不？可千万不要让你娘太痛呀。你娘虽然不怕疼，但是……欢欢别怕，我一直都在，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会没事的。洛清欢和君九离在主院里一窝就是3日，下人们都不敢轻易打扰。这一日，君九离像往常一样为洛清欢捏着肩，他做梦都想不到，这家伙居然能为了他做到这个地步。从前的他要多高贵就有多高贵，给人捏脚。怎么了？可舒服？很舒服。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艺。舒服就好，我本来还很担心把你捏疼的。这捏脚捏背啊，对孕妇好的事儿，就是他从萧明那听来的，他放在了心上。怎么了？九离，小家伙又出来了。欢欢不怕，我已经让人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稳婆，在岛外随时待命。若是生宝宝的过程中被他瞧出端倪，我就杀了他。他要是弄疼你了，我也杀了他。不行不行，大喜日子不能杀戮。欢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疼吗？哎呀，你停，先坐下再说。你不会是以为我要生了吧？不是。哎呀，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呢？安啦，我说的不是肚子里这个小家伙要出来了，是小金蛋啦。那小家伙快破壳了。君九离立马脸一垮，原来是那小子要出来了。好了，小家伙真的要出来了，你随我进去看看吧。小金蛋，你爹娘这么厉害，你还这么逆天，还让不让我们活了？啥？你们都知道了？娘亲，孩儿好想你。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以后孩儿就不用藏着掖着了，可以每天都跟娘亲贴贴，真好。你已经长大了，要自己学会飞，不要成天赖在你娘亲怀里。你以为你还是宝宝吗？我看你还没长大，儿子的醋你都吃，你还是不是人了？娘亲，爹爹他欺负我，的确可是人家的破待日呢。乖儿子，来，咱不理你爹，娘亲疼你。小子，你要是敢在你娘亲面前耍小心眼儿，看我这当爹的不给你点教训瞧瞧。乖儿子别怕，娘亲罩着你。对了，主任，给小金蛋取个名字吧，他现在可已经不是个蛋了，该有自己的名字了。尹月说的没错，老是小金蛋的叫也不是个事儿。孩儿他爹，你们族里有什么起名字的规矩吗？孩儿娘，名字你来取便是，在我们龙族，我就是规矩，我说行就行。那行，其实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孩子若是男娃娃便叫关云，女娃娃就叫听雨。乖儿子，以后你就叫君关云，怎么样？都听娘亲的，
以后孩儿便叫关羽。我以后叫关羽了，你们都要叫我这个名字，这是娘亲亲自给我取的名字。好啦，你刚破壳，还是要适应一下。娘亲带你出去看看，等晚上你再回来。晚上就要回小洞天吗？孩儿许久没有在娘亲身边睡觉了，孩儿今晚想要跟娘亲睡。那行，晚上我们一起。不行，这俩父子怎么突然间关系变得不好了？为了今晚睡哪儿，他们至于吗？乖儿子，你别怕啊，娘亲说了算，你别理你爹。好，都听你的，别生气，气坏了身子，我会心疼的。肉麻的话听得兽兽们都是一激灵，浑身感觉麻麻的，连忙躲远了些。其实小金蛋他爹从前虽然冷冰冰了些，倒也挺好的。你说的没错，现在这尊龙多少有些油腻了。对了，方才小金蛋说了，以后得叫他关云。关云这名字这么儒雅，一点也不配啊！主人这是多希望他儿子能成为一个儒雅的人。嘘，小点声，这是主人的美好愿望，虽然很难实现了，但咱们还是尊重一下，关云便关云吧。娘亲，孩儿大了，不该再赖在爹娘身边才是，孩儿还是自己睡吧。他算是看出来了，就算娘亲能护得住他一时，可自己总有落在爹爹手里的时候，以爹爹的手段呢，绝对会对他狠狠教训的，他还是老实些吧。好了，他也顺利破壳了，咱们出去休息吧。到了小洞天，没想到朱雀和鬼魔藤同时出关了。主人，你这是怀了？主人，不会是因为没有老朱在身边，你懈怠发福了吧？朱雀心里想着，应该不至于，但相比于怀孕了，朱雀觉得主人长胖了这个可能性更大。小金龙，这么说来，你其实是主人的儿子？九爪金龙。你们主人我可能要进入一段衰弱期，到时候万一出了岔子，我也不会让你们跟着我陪葬的。在我生宝宝前能解除契约的，便先解除了契约吧。不行，我们生是主人的寿，死也是主人的寿。小赤，我不会同主人解契的，我们也不会解除。娘亲，灵魂契约若是强行解除，你将受到很大的反噬。这么多兽兽都要解除契约，娘亲，你会魂飞魄散的。孩儿不同意你这么做。对，我等也绝不同意。只要我们神识拒绝，主人你也无法单方面强行将我们解契。老朱，虽然挺舍不得你的，但你与我只是主仆契，我们之间说是我这做主人的主动解除契约，损失会很小。你不是一直都想要自由吗？现在机会来了，我将你解气吧。为什么？主人，难道你觉得老朱我这段时间表现得不够好，所以想让我走？我知道最开始老朱我是不服，仗着自己是上古神兽就瞧不起你，觉得自己委屈倒霉，是被那个什么九王爷算计了，才让主人你有机会把我契约到手。但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朱我现在对主人你既佩服又尊重，我想要跟着主人你啊。现在的他通神羽毛绚丽光亮。娘亲，这是老朱最为珍贵的灵羽，是他浑身上下唯一一根会从出生一直流到最后的羽毛，也是失去以后再也不会长出来的唯一一根，象征着朱雀的尊严与灵魂。他要把这个灵羽送给娘亲，以表珍惜。想不到这个最开始高傲不可一世的朱雀，竟也会低下自己的头，做这样让他感动的举动。半晌，朱雀，你会错意了，我不是要将你赶走，我是担心我生宝宝的时候出现意外，你与我是主仆契约，我死你必死，所以才……啊！呸！主人不准胡说！娘亲，你不会有事的。欢欢，我不准你这么说。我就是说有这种可能，毕竟事无绝对嘛。做打算当然是得往最坏的方向打算，你们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吗？那也不准，有我在，你不会有事。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会有事的，你们放心吧。朱雀，既然你我都已经认可了彼此，那等我生完宝宝恢复以后，你可愿意跟我重新缔结灵魂契约？主人，太好了，老朱我终于能跟这帮小子平起平坐了。哎呀，那这灵羽怎么办？这么好看的一根羽毛不插在你那尾巴上，着实可惜了。不用，这根羽毛就给主人你留作纪念了。我一个男的要这么骚气的羽毛做什么？不要。翌日，小院里热闹了起来。娘亲，你和爹爹是怎么好上的？嘿嘿嘿，跟孩儿说说呗。简单的说了一些，爹娘是顺其自然，日久生情好上的，眼里满是激动。太好了，这样最长情了。爹爹现在对娘亲这么好，一定是个好男人。娘亲，你一定会很幸福的。你这小子懂得倒挺多，破壳以后果然是不一样哈。
你小子这一身金闪闪的皮囊，着实扎眼，不太符合为娘低调的气质，得想办法遮掩一二。龙气也是，稍稍收敛一点，不然为娘把你带身边，寻常灵兽都不敢靠近了，不利于为娘契约新的灵兽，懂？要的，孩儿也觉得我这模样过于独领风骚，回头率怕是会很高。嘿嘿，不能让娘亲为难，那孩儿变了一变，摇身一变，转而变成了一条翠绿色的小青蛇，连龙爪和头上那2个肉嘟嘟的龙角也消失不见。咦，绿油油的，你咋成了小青蛇？咱伪装成小白蛇也行啊。被娘亲嫌弃了，孩儿也不想这样的。我们龙族在幼年期的自我保护手段是固定的，孩儿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绿色的了。对不起啊，儿子，娘亲向你道歉，不该嘲笑你的。赤绿色也挺好的，看着鲜亮，你像小鬼一样盘娘亲手腕上，就像翡翠镯子一样，可好看了呢。真的吗？那孩儿这边盘一个，让娘亲手上多了翡翠镯子。娘亲快看，是这样吗？小宝贝儿，你可太萌了，为娘爱死你了。娘亲说她爱死我了呢，本龙宝，好幸福！妈呀，弟弟什么时候来的？这下完蛋了，娘亲亲我的画面肯定被弟弟看见了，所以弟弟才这么生气的。我会不会被弟弟打死啊？咱们这位男主人的醋劲儿也太大了，以后改叫醋精得了，连自己儿子的醋都吃，这谁受得了啊？他的醋意越大，说明对咱们主人用情越深，这是好事儿。至于小金龙，咱们也不用为他担心了，毕竟5毒还不食子呢，他顶多也就被男主人褪去层皮，死不了。娘亲，弟弟要杀孩子了，你管管他吧。这男人的醋坛子居然这么大，随时都能打翻，连对待自家儿子也是这样，大可不必如此。龙族男儿每到一个关键阶段，都需要经历残酷的家族试炼，各个突破关口也时常会引动天道雷劫，必须抓住平日里的一点一滴，强大自己。我知道你疼爱小家伙，但也别太惯着，将来变得软弱，过不了龙族试炼，是无法开启龙族真正强大的功法传承的，就算是我亲自传授也没用。你说的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溺爱他的，修炼上的事儿我也会时常督促他。出来吧，男子汉大丈夫，不该总想着躲在娘亲的羽翼下。你是我君九黎的儿子，从今往后我会对你严加管教，修炼上不可懈怠。弟弟，娘亲，孩儿知道了，一定好好修炼，不让弟弟跟娘亲担心。乖儿子，天真烂漫的时候咱们就天真烂漫着，你该跟我们撒娇撒娇，玩耍便玩耍，只是娘亲希望你在快乐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血脉，终究是要面对很多事情的，快乐的同时咱们也加紧修炼，好吗？之后的日子，洛清欢便在君九黎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兽兽们的陪伴下过得舒心又自在。半月后的一天，看到他们那高高在上的主上，如今却像是寻常人家的丈夫一样，陪着怀孕妻子散步的样子，都既震撼又欣慰。主上对主母的爱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也多亏了主母，让咱们主上看起来终于不再是冷冰冰的样子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那是自然，咱们都是主上的人，从前主上什么样子咱们都清楚。主上永远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模样，这么多年始终都是独身。我总觉得那时的主上其实是很孤独的。不过现在好了，咱们主上总算是有些烟火气了，以后不再是孤单一人。唉，真替他感到高兴。欢欢，这次等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安排一位心系的婢女贴身照顾你。若是你不同意，那你就必须同意我在龙灵宗里和你同吃同住。你是说你也要跟我一起在龙灵宗里待着？这点没商量，我好歹也是孩子的亲爹，你为我生了2个孩子，我必须要照顾你的。自己的孩子降生，万灵大陆如今又不太平，他不得不防。小媳妇儿的身世他也已经大致的查清楚了，更需要时刻保护。他不希望小媳妇儿和孩子有一点闪失。给我找一个你信得过的贴身婢女吧，早些让她过来，彼此熟悉一下。另外你的话要去龙灵宗也不是不行，不过我可不想出面给你开后门，想进去你得自己想办法。方才那鬼脸小模样啊，可爱极了，真想捏捏，不帮他开后门是吧？没关系，他早就有所准备。是夜，原本还踏实入睡的洛清欢，翻个身的功夫，圆鼓鼓的肚皮就爆闪出一阵红光。要生了！
我都没这么紧张，你怎么还紧张上了？怎么了，欢欢？是很疼吗？哎呀，你别紧张，我这会儿除了觉得有些热之外，倒是没什么其他感觉。不过保险起见，你还是先帮我准备着吧，去叫2个手脚麻利的嬷嬷过来，再烧些热水备着。你亲自去一趟，别让我不放心。热水和干净的毛巾都帮我备着拿进来。主母是人族，也不知会生个什么出来。嘘，你小点声，不要命了你啊！像咱们这种的龙族，尚且比较忌讳与人族结合。咱们主上可是整个龙族最高贵的存在，咱们千万要守住嘴巴，不要轻易谈论这事儿。对呀，主母人这么好，一点架子都没有，这样的女主人上哪儿找去？就算她生出的小主血脉不高，咱们也应该尊敬。我曾听闻人类女子与一些血脉比较高贵的兽族结合是无法顺利生产的，主母此番凶险，只希望别出什么岔子才好啊。对，我也有所听闻，人族与兽族的结合本就不被看好，多少混血早夭，又有多少女子产子即亡，主上他应该也是知道的，只怕是……此时的他们还不清楚关云的存在，并不知道洛清欢与他们主上其实早有一位血脉逆天的孩子出生了，都在替洛清欢捏把汗。我还要修炼呢！朱雀，你干什么？姐，你怎么了？连忙抓住小关云，往自己的脖子上一围，做成了绿围脖解热。舒服多了，乖儿子你忍忍啊，为娘这会儿怕是要生了，身子热得有些遭不住了。你这小家伙的皮肤真凉快，快让娘亲解解热。娘亲都快生了，那爹爹呢？你爹去准备去了，莫慌，生个娃娃罢了，应该很快就好了吧？咱们也没这方面的经验，这可咋整啊？主人，要是哪里不舒服，千万不要忍着啊，一定要说出来啊！你们狼群里那些母狼们有经验，不如让他们出来传授一些经验给咱们主人。那能一样吗？你们别操心了，主人已经有了小金龙在前，也算有些经验的，都先回小洞天里等着。你们在这四处乱窜，反而影响了主人休息。暂时退回了小洞天内。娘亲，你感觉怎么样了？乖儿子，你别着急了，你娘我没什么大问题，脉象4平8稳的，怀你的时候呢就很轻松，相信这次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糟糕，怎么又有晕了？娘亲，你怎么了？别吓孩儿！突然飘出一道影子，高大的虚影瞬间出现在了房中。我记得娘亲说你是云沧海，前辈不知此时出现有什么事儿吗？去将你娘放到床上，不要再轻易碰触她，她很快便要生了。爹爹，娘亲晕倒了，好像要生了。都愣着干什么？主人昏迷了，对她生宝宝很不利的，得赶紧将主人弄醒才行啊！你二人先出去。怎么回事？主母这么快就生了？主人马上就要生了，你把那2个嬷嬷撵出去做甚啊？难不成你会接生啊？下一秒，一道虚影缓缓现身。凤生莲台，这是凤生莲台！屋里头一股吸力瞬间将他整个人竟直接被吸到了凤生莲台之上。凤生莲台生出的灵智化身，好像是他。都过去5个时辰了，主母怎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无人接生，房中只有主母一人，这能行吗？主母尚且不论，主上施的这法似乎极损耗精元，他的脸色苍白了很多。又过了片刻，洛清欢的肚子突然肉眼可见地扁了下去，下一秒，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落在了凤生莲台中。一醒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胸前凉飕飕的，似乎还有东西趴在他胸口，在扒拉着他的身子。他奶奶的，谁在他昏迷之际吃他豆腐？是不是君九黎那王八羔子？娘亲，宝宝要喝奶奶，你肚子饿要喝奶奶。想不到如今的金龙族君王会是个这么年轻的后辈，真是后生可畏。欢欢耽误不得，前辈可否抓紧些？凤生莲台会护洛丫头周全，你们谁也不要打扰，让洛丫头自己一个人就行。你们都先回小洞天内，不要打扰你们的主人。关云，你也一起回去。眼瞳也瞬间从幽蓝色变成了金瞳，竟真的是凤凰神火。尊上竟然动用了至高秘法，消耗巨大不说，还很容易被反噬，看来是至死都要守护主母了。你我都警惕起来，若是这之后有人要对尊上不利，恐怕会钻了空子。哥，我明白，我去小岛边缘巡逻，有任何异动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娘亲，宝宝饿。小宝乖，娘亲报，沧海前辈，我无法催动凤生莲台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与你刚出生的孩子都需要在凤生莲台内再洗炼一昼夜，尤其是你的孩子，想让他不夭折，就必须在凤生莲台中待足一昼夜，明日出阳时分方能出去。娘
娘亲，宝宝饿。宝儿啊，娘亲没法喂你呀，咱们先听你云伯伯的，在这里面待到天亮，等出去以后，娘亲就给你找好吃的去。方才他已仔细查看过自己的身子，根本就没个奶水，实在是奇怪。宝宝不吃了，宝宝睡觉。娘亲，醒醒，娘亲，到早上了。听雨，你醒啦？听雨，这是娘亲给宝宝取的名字吗？女孩子就叫听雨，是一早便决定的。小乖乖喜欢这个名字吗？君听雨。宝宝喜欢这个名字，娘亲你真厉害。乖宝啊，咱们出去让你爹爹也看看，还得给你填饱肚子，咱们正长身体呢，可不能饿着了。宝宝要见爹爹，爹爹。哇，娘亲，那是宝宝的爹爹吗？爹爹好帅，宝宝喜欢。得，闺女才刚出生就知道谁长得帅，哎呀，将来不好好管教，保不齐呀还得是个小花痴。爹爹抱抱，爹爹抱，爹爹好看，宝宝喜欢。轻轻将洛清欢揽入怀中。辛苦你了，欢欢。娘亲，你是不是把孩儿给忘记了？娘亲和爹爹有了二宝以后，就把我彻底遗忘了。孩儿也想看看妹妹，想要加入你们，一起其乐融融。娘亲，你不能喜新厌旧。他还有个儿子呢，可不能有了二宝就忘了大宝，将来怨恨他这当娘的。四目相对间，小关羽满心欢喜，这个小妹妹真是太让他稀罕了。不对，宝宝的哥哥怎么会是条绿油油的小青蛇呢？这不是他的哥哥。娘亲，妹妹她嫌弃我，嫌弃我不活了。傻瓜，你妹妹刚出生，对于你的变身未必瞧得出来，你给她变个身不就行了？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妹妹，我真是你亲哥哥，之所以会是这个模样，那是因为你哥哥我做了伪装呢。伪装？那是什么？还真的是宝宝的哥哥小金龙。欢笑声很快传出了院子。到底不是一般的孩子，一出生便有了牙口，能够消化灵果这样的零食。这要是换做人类修士生出来的孩子，怕是吃上一点果皮都得爆体而亡吧。小家伙出生便已有修为，加上强大的血脉，吃几颗灵果问题不大。不过还是得尽快为他找寻一些适合的食物才行，终究不能只吃灵果。既然已经是不用吃奶的阶段了，那我便拿些灵米出来打成浆，给他吃些米糊糊些。等再过段时间，他应该就能像大人一样正常吃饭了，倒是省事。有了妹妹，便忘了修炼了。我教你的功法口诀，可有每日练习？妹妹刚出生，娘亲也需要陪伴，孩儿可不可以告几日假，容后再好好修炼？他这对待儿子与女儿天差地别的情况。转了，这段时间啊，准许你好好陪陪你娘和你妹妹。不过在那之后，你必须更加刻苦的修炼才行。你要尽快成长起来，成为能够保护你娘和你妹妹的金龙。爹爹放心，以后娘亲和妹妹由我来守护。你娘自有为父守护，就不劳你这小家伙操心了。对，娘亲有爹爹守护，那孩儿便护着自家妹妹，肯定不让她受外人欺负。乖儿子这便已经懂事了呢，为娘都不用操什么心，这样的乖宝宝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吧。他这辈子啊，生了这俩可人疼的小家伙，也算是值了。爹爹，娘亲，孩儿为什么出生的时候是颗龙蛋，而妹妹却是人类模样？而且孩儿并没有从妹妹的身上感受到龙气，妹妹她血脉中的龙族部分极少，更偏向于娘亲这一边。九黎，咱们听雨的血脉怎么样？放心，咱们女儿的血脉很强大，只是同你一样，出生便有些封印在身上，等实力到了，自会迎刃而解，不用担心。小妹的血脉很强，难道她也是小金龙，只是身体里有封印的力量，所以孩儿感觉不出来？她身体里的封印需要合适的契机才能解除，在此期间，她的修炼速度并不会像你一样这么快，你需要好好保护好你的妹妹，知道了吗？孩儿明白，孩儿方才便说了，小妹由我守护，保证不让她受一点委屈。3日后，小天宇彻底熟悉了周围的环境，撒起欢来，连洛清欢都拦不住了。小家伙便能踩着2条小短腿，
在地上撒欢地跑了。小小姐，您慢点，地上滑。哎呦，小小姐，不要往那儿去，那里有扎脚的石子儿。别看他腿短，身子小小的，跑起来呀可是哒哒哒很快，说他是快5、6岁的娃娃都不为过。嘿，来抓我呀！哥哥快来，好好玩啊！娘亲，孩儿什么时候才能化形成人呢？孩儿也想像妹妹那样在地上奔跑。哥哥快来陪宝宝爬树。尊上，主母，小小姐她无妨，让她多动动也好，不必紧张。你们2人先去忙吧，孩子我自己看着就行。娘亲，爹爹，树上好玩，哥哥快来！哇，太好看了，哥哥好漂亮。妹妹喜欢这样的东西，那以后哥哥便去寻来送给你，送很多很多。他家小妹儿的手又白又嫩，不管戴什么样的首饰，肯定都很好看。女孩子家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要让她的妹妹成为这天底下最幸福、最漂亮的妹妹。哥哥真的吗？宝宝喜欢金的，要纯金的。爹爹棒棒，宝宝还要。咱们小听雨想要什么呀？咱们小听雨想要的东西就必须搞到手。妹妹，你快说想要什么，哥哥帮你去弄。爹爹和哥哥在说什么？我没有要东西啊，我就是想要像刚才那样从树上掉下来，然后被爹爹接住，太好玩了。宝宝要，爹爹快和宝宝玩。宝贝，你要什么？爹爹笨，不懂女孩子的心。欢欢，不许开你爹爹的玩笑，想要什么就说清楚，看把你爹爹委屈的。知道啦，宝宝要举高高，要从树上呜的一下飞下来，好好玩。听雨想不想在天上飞啊？妹妹，哥哥带你飞，哥哥现在动有龙气，便能化出本体，带着你飞上一段时间，不成问题哦。我说你俩至于吗？以后多的是机会，犯不着。爹爹不要凶哥哥，哥哥也是宝宝。还是妹妹疼我，爹爹坏，妹妹，咱们不哭。听雨喜欢吗？喜欢，宝宝还想飞得更高。听雨，以后你想要什么就告诉爹爹，爹爹都能满足你。你哥哥修炼任务繁重，以后尽量不要麻烦你哥哥，找爹爹就对了。宝宝明白啦，不过爹爹，宝宝也想修炼，和哥哥一起，这样就能和哥哥一起守护娘亲啦。听雨，告诉爹爹，你的识海中可有什么技艺传承？有，宝宝的识海里有很多东西，爹爹和哥哥都是金龙，但宝宝不是，宝宝是和娘亲一样的，那娘亲的识海里也一定有和宝宝一样的技艺传承吧？你娘现在还是人族，很多事情都还不知道。听雨乖，暂时不要让你娘亲知道关于技艺传承和血脉的事情，好吗？宝宝知道了。宝宝在肚肚里的时候，就感觉娘亲体内好似有结界，血脉很是奇怪。宝宝听爹爹的，先对娘亲保密。你爹带你飞上天这么久，开心吗？开心，宝宝每天要爹爹抱，飞啊飞啊。这哄小孩的方式啊，他还是头一次见。小家伙才没几日功夫，就已经喜欢这么刺激的东西了。以后再长大些还得了，不过君九黎的崽与众不同些也是情理之中，不能当一般小孩来养。谁家小孩刚咕咕坠地就能开口说话的？又有哪家的小孩还没断奶呢就知道这么多，好像个小大人似的。你俩不对劲儿。没什么，这小家伙玩心大，我在上面教育了他一下。这家伙什么时候会教育起孩子来了？听雨这小家伙一看就是不服管的，似乎和君九黎的关系很不错。我去看看，你带着听雨歇歇吧。清晨，行了，我让后厨备了些可口的早点，我陪你去吃点。君九黎把洛清欢当宝宝一样养。倒是不急着吃早饭，昨日昏睡了过去，并未同我那2个新手下重新接触一下，不如就先帮我将他们叫来吧。属下吟诗参见主子。以后我便是你们主子了，一切行动需听我命令，可能做到？主子放心，属下都听您的。我不管从前你们在尊上那里是什么规矩，但打今日起，你们就算是我洛清欢的人了。我的规矩很简单，听话、忠诚、讲信用，不耍小聪明，知行统一。
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就行了。我这个人呢，其实很随意的，不需要你们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我知道，我只是个人族，而你们是龙族，血脉上天差地别。我做你们主子，你们心里多少都会有些不服的情绪，能够理解。虽然血脉上我可能并没有你们强悍，但我这人不服输，血脉上不足的，那就后天更努力些。血脉在我这儿不算什么，说你们现在依旧觉得我这个人族血脉当你们主子不够格，我不介意放你们走，龙魂还给你们便是。我不喜欢强迫人昧心跟随我。主子，属下从来没觉得血脉高便是高人一等。您是属下的主子，属下从今往后只听您一人的话，忠心追随，绝无二心。主子，我家兄长不会说话，他的意思是他肯定能像对待尊上那样对您忠心不二。小宝，睡醒了没有啊？睡醒了，咱们要去吃早饭喽。娘亲，不要这么看着宝宝了，宝宝羞羞。孩儿呀，虽然你不用为娘的给你把屎把尿，这一点让为娘欣慰，但咱们好歹也是女孩子，还是要从小培养一些淑女的气质哈。娘亲，淑女是什么？宝宝不知道呢。不过宝宝翻跟头是因为精力太旺盛，需要释放。娘亲，宝宝和别的宝宝不一样哦。你太瘦了，要好好补补。乖，把这些都吃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来啊！哎，这桌上分明还有2个小宝宝，偏偏这男人都给忽略了，把他当宝宝了。怎么了？这饭菜不合胃口？那我让后厨重新做。哎，我自己来，你也吃。话落，就这么含笑看着小媳妇儿和自己的一双儿女吃得香甜。主人，有件事儿，老朱不知当讲不当讲。有事你便说，说是我能做到的，绝不拒绝你。主人，你还记不记得你家男人当时花了60亿灵石拍下的那一片青龙龙鳞？你说青龙龙鳞呐？自然是记得。你确定像青龙那样的上古神兽族群会出现在云外？想当年老朱被青龙族一畜生所害，灵魂重创，差点陨落在这个碎片大陆，但那条恶龙也没有落得什么好，应该也还在云外某个地方。我敢确定他还活着，可以利用秘法通过青龙龙鳞找到云外潜藏的青龙族的大致方向。主人，老朱我大仇不报，这心结就一直在。即便主人你帮我修复了大半的灵魂受损，但老朱这心结限制修为精进。你放心，我随后便去找九黎说说。正好现在距离宗门大比开始还有些时日，小听雨也不用太操心，咱们试着去找找。今晚月色好美，正如现在的你。你将我叫上屋顶，不是为了赏月的吧？啊，的确是找你有事儿。何事？想要离岛去参加宗门大比？宗门大比自是要去的，正好我这段时间修为有了些突破，去参加一下也能积累些实战经验。不过我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你手上有青龙龙鳞对吧？我听说用秘法可以因此找到潜藏在云外地界的青龙，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是朱雀让你来求我的，正巧。青龙一族与我们金龙族也有些不对付，我倒是不反对这件事。青龙族不该是你们金龙族统治下的子民吗？怎么还能与你们有过节？看来这青龙一族野心颇大。你这妮子倒是不笨。青龙一族仗着本族强大的炼丹术，在龙族的地位非同一般。很多族群为了能吃上青龙一族的丹药，都会对其百般恭敬。久而久之，他们便私底下萌生了想要自立为王的想法。后来呢？这件事我们自然是早就有所察觉，所以便出手打压了。青龙族分了好几个支脉，如今除了几个顺从的族脉还留在万灵大陆，余下狂妄自大的支脉都被发配到了各个碎片大陆去了。也就是说，你们把那一批野心比较大的青龙支脉赶出了万灵大陆，现在存在于云外的青龙一族就是发配的其中一支？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还担心着朱雀的仇家怎么说也是你们龙族的人，他想报仇还是要顾虑一下你的。这下好了，既然是共同的仇人，那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此物交给朱雀，让他自己用秘法，具体何时动身，我听你的。九黎，我知道你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需要忙，你其实不用时刻守着我们娘仨的。我的实力并不差，兽兽们的实力也很强悍，其实你完全可以放100个心的。别多想，我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你和2个孩子，安心做你想做的事，我就在你身后。一点点从相看两厌的孽缘逐渐走入了他的心，占据了那一席给男主人留着的位置上，再也挖不走了。谁都没有开口再说什么，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哥哥，咱们爹爹和娘亲的感情好好呢，他们一定能长相厮守的。那是必然的，爹爹可喜欢咱们娘亲了。虽然先前娘亲一直不待见爹爹，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总之，咱们爹娘一定会天长地久的，他们般配极了。哎，妹妹，你怎么了？刚才还高兴着，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哥哥，其实……第二日一早，洛千欢便叫醒了关云、听雨2个小家伙，叫来了银武、银石，准备出发。哎，主母这还没出月子呢，怎么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哎呀，主上居然不一起跟着，他就不担心主母带着2个小少主出现什么意外吗？咱们主上也太不上心了。哎，主上不跟着去，咱们就得独自面对主上了。主母在的时候，主上整日都心情很好，咱们日子过得前所未有的舒坦。这要是主母走了，把主上留在岛上，咱好日子岂不是到头了？可不是，银武、银石2位大人如今已经被主上赐给了主母当随从，自然是要一同离开的。那可不就只剩咱们与主上大眼瞪小眼了吗？哎呀，一时间，下人们都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忧心忡忡的。主母，您真要走了吗？那还回来吗？我还有不少事儿需要去做，等下次来这里，或许已经是很久以后了。你们应该也要回万莲大陆去了吧？啊，您短期内不回来了？放心吧，等我修为再长长，一定也会去往万莲大陆的。到时候我们总会再相遇，你们也都要保重。这段时间多谢你们的照顾，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很快乐。离了道，娘亲，宝宝想要去赶集，听说集市上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听雨小主任，你娘抱着你会累的，让银石叔叔抱你好不好啊？好的，银石叔叔，那你会带宝宝去赶集吗？那主子，咱这集市是去逛啊，还是不去逛啊？小主子是他能抱的吗？这要是尊上在这里，听到这话，绝对会一掌将银石拍飞。主任，我的事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龙鳞在手，那青龙插翅难飞，先紧着小家伙，咱们就去附近的城池逛一逛，满足一下小家伙的好奇心，正好也能打听点事儿，做些补给。朱雀大哥这觉悟好高啊，昨日还恨不得立刻马上能去报仇呢。看来朱雀大哥啊，还是宠咱们小主人的，报仇这种事都能妥协，那是自然要的。好歹他唤我一声朱雀爷爷，我必须宠着他。哥哥直呼你朱雀，妹妹却叫你朱雀爷爷，哎呦，这辈分关系啊也忒乱了。好，那娘亲便带你去城里集市逛逛，满足一下你这小家伙。太好了，太好了！宝宝第一次逛街，可得好好逛逛。一个不足月的宝宝对逛街这件事儿啊，有这么大的执念的。不是说要抱吗？那你抱着吧。银石叔叔抱。尊上，上面传来消息，各族族老和大部分长老联名，要求尊上您尽快完婚。他们得到消息，凤族的凤星已出现，不出10年，2族便会交战。他们希望您能尽快取得主母，尽早怀上龙种。哦，说说看，那些老家伙又举荐了哪些族中的女子给本尊选？尊上，还是那么些个族群蹦跶的比较欢，他们还煞有介事的组织了一场比武大会，还有比美大会，这是要给尊上您挑个最好的呀。龙凤之战，他们这是怕本尊敌不过凤族那几位至尊强者，想要提前让本尊留下子嗣吧？倒是打得好算盘。放话回去，本尊的事还轮不到他们安排。谁若再敢自作主张，本尊回去以后必杀之。尊上，那些人也就只敢在你离开万灵大陆的这段时间威风，等您回去了，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不过尊上，您是该回去了。那个地方的封印松动了，凤族这些日子也有了异动，兴许会关乎到主母。娘亲，咱们这是在干嘛？银武，去前的打听一下，城内是否有大事发生？怎么样，大哥，你打听到了吗？主子，属下打听到这座城将会迎来兽潮，城主以丰厚赏金召集周边强者入城抵御兽潮爆发，所以这些修士大多修为不低。兽潮，难怪强者聚集。哇，兽潮，宝宝要去看兽潮。3个男的带个小娃进城，是也想在这次兽潮中立功得赏？别逗了，真当那兽潮是闹着玩的？哎，不知所谓啊，还是赶紧回家奶孩子去吧。这种地方呀，不是你们该来的。不许笑，宝宝可一点也不怕兽潮呢。你们未必有宝宝厉害。哼，区兽潮，本宝不怕。你这小女娃娃，怕是奶都没断的吧？回家喝奶去，兽潮可不是过家家啊！小孩子懂个屁，当大人的也放任他说大话，真不要脸呐！嘲笑他可以，但不可以嘲笑娘亲，他们才需要回家喝奶呢，他早就断奶了。臭小子眼神挺犀利，哥几个注意着点儿。要是他们进城真是为了得到城主设下的奖赏，那咱们几个就特殊关照他们一下。听大哥的，还有那小娘皮啊，看着才2、3岁的样子，说话利索的很，聪明机灵劲儿啊，肯定能得到很多老家伙们的喜欢，找机会抢过来，肯定能卖上好价。那小娘皮一看就长得标致，
长大了必定是尤物，到时候咱们就往高了卖，不怕没人接手。如此恶毒的计划，几人自然没有在明面上聊，而是互相间用了传音。别急，多留他们几日也无妨。本来不想掺和受潮之事的，看来这热闹咱们是凑定了。想不到这个节骨眼上，这些黑心客栈竟还坐地起价，这么寒酸的一间房，居然要这么多零食。城里人多眼杂，也有人多眼杂的好处。这样，你们二人先分头出去打听一下关于受潮的情况。对于这次受潮有什么不妥之处，我想你们应该会比我更清楚。是，你别走太远，就在这附近打探一下就行。主子虽然实力也不错，但保不齐出现什么意外，远些的地方我会去走动探查。娘亲，咱们也出去瞧瞧吧。你在小洞天乖乖的，一样能透过小洞天看到外面的景象。小乖乖不要哭，狼叔叔陪你玩。还有你小赤叔叔，我驮着你在咱们小洞天里逛一圈。哎呀，看来小朋友只喜欢与小朋友一道玩耍，咱们这些老叔叔只有被嫌弃的份儿啊。娘亲，还是陪你一起出去吧。好，那咱们一起。唉，看来得到消息的不止吴阳他们，怕是一些大势力也已经知道了，免不得又是一场争夺呀。咱们得早做准备。空间裂缝的出现是存在很多未知危险的，要是爹爹也在就好了。哎呦，不能凡事都靠你爹爹，咱们也得自己想办法闯进去，抢机缘。你爹爹有你爹爹自己的事需要做，咱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哦，知道了，咱们靠自己。可是那2个人说就3人组队，银武和银石，如果想进去的话，他们应该就不能在明面上跟着娘亲吧？主子睡了吗？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们兄弟2人必须跟您一起去。不是，等等，主子，您方才出去过，还被人盯上了。主子，外面再传的有个年轻小公子以一人之力击杀了数百名修士狂徒的事儿，说的不会就是你吧？主子，你也太牛了。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2兄弟也不允许你独自去那一处空间缝隙，那里太危险了，有可能会遭遇空间乱流，一旦被卷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你们也查到了那个空间裂缝，说来听听，你们都打听到了什么消息？主子，青龙老巢应该不在这附近，虽然龙鳞在这里有所反应，但那应该只是意外。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曾有青龙踏足的痕迹，但并未在此扎根。主人，咱们先去找机缘，报仇的事儿老朱我几百年都等过来了，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属下打听到，这次受潮的规模将会空前的大，应该会是近几百年来最为危险的一次，所以属下觉得有些不对，便与银石会合，去周边探查了一番，察觉到了一丝空间裂缝的气息。空间缝隙这事可大可小，若只是一处异空间松动造成的空间缝隙，那还好说；若是因为大陆崩坏、大陆碎片波动产生的空间缝隙，那就麻烦了。有什么话直说就行，在我这里不用有顾虑。那属下就直说了，您所在的这片大陆，云外之地也好，世俗界也好，其实也是大陆碎片，应该是100万年前的一场大浩劫，导致了天道崩塌，大陆4分5裂。您所在的这片大陆本就是不稳定的，一旦在此空间内出现了空间裂缝，情况将更危险。主子，你也别担心，属下与兄长已经探查过了，那空间缝隙的波动不是很剧烈，想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而且受潮的反常也预示着可能真的会有重宝出现。主子如果想去寻宝，我们兄弟2人愿意跟随。我已与他人有了约定，不好破坏规矩，你们要进去也行，只准暗中跟着，不可暴露。说是能做到，我便同意；说是做不到，那我只好命令你们2人在外等着了。3日后，娘亲，别把宝宝关小洞天里，宝宝也要出去。不成，你呀就先给我乖乖待在小洞天里，到时候娘亲未必能顾及到你。待在小洞天里，既能确保你的安全，危机时刻也不会与娘亲分开。所以咱们听话，别任性。那好吧，宝宝就不出去给娘亲添乱了，宝宝在小洞天里等着娘亲。咱们听雨真棒，娘亲向你保证，一有机会娘亲就来陪宝宝，找到什么好宝贝也拿给咱们听雨，好不好？好呀好呀，娘亲果然对宝宝最好了。轻装上阵也很重要，贴身带这些应该够了。主人，我陪你出去吧，我的实力恢复的差不多了，气息收放自如，不会被人察觉，也能随时随地帮你。你还别说，以后啊你就用这副模样吧，还怪可爱嘞。主人你饶了我吧，可爱这个词儿啊不能够出现在本朱雀的鸟声中，太侮辱我了。虽然我的确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但是可爱。对了，小关云呀，你陪你妹妹一起待在小洞天里好不好呀？打断了朱雀的自恋发言。我不，孩儿随爹爹已经学了很多招式了，爹爹也说了，不能总躲在爹娘的羽翼下，太安逸会让孩儿失了龙族气势，我得出去历练，狠狠的历练。这的确是九黎那4会干出来的事儿，
不过乖儿子说的也对，他的确是该历练一番的。那行，娘亲同意了。不过呢，在此期间，你得乖乖听为娘的话，不能冲动，不能自作主张涉险。为娘同意你出战，你才能出战，可以吗？片刻后，云苍还缓过神来。本尊有事想单独同你说，你有时间吗？沧海前辈，晚辈约了人，马上要去魔林探索一处空间缝隙。你有什么事儿不妨直说，晚辈洗耳恭听。那本尊便直说了，本尊希望你能尽快去往万灵大陆，帮本尊完成一件心愿。他怎么感觉沧海前辈像是快不行了的样子，所以才想着要尽快完成未了的心愿呢？前辈，你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有个心结一直不曾解开，但本尊怕是无法自己完成了。丫头，看在你我缘分一场，帮帮我好吗？好，前辈放心，我会尽快去万灵大陆的。不过你也不能放弃，人生的任何一个节点，我们都有奋力一战的机会。绝境之处亦是逢生之地，永远要相信绝处逢生。晚辈相信你可以的。知道了，小丫头。好了，快去吧。空间缝隙虽然危险重重，但却也是许多强者崛起的地方。这口冰棺也是我曾经在一处空间缝隙的异空间里得到的。年轻时总是要尽量闯一闯。娘亲，沧海前辈跟你说了什么？主人，那人似乎不太对劲，他这次会走火入魔，绝非偶然。等沧海前辈希望我能尽快去往万灵大陆，帮他完成心愿，我答应了。那人应该也是一代枭雄才对，却也沦落至此，实在令人唏嘘。也不知道他究竟经历过什么。老朱我与他相比，看来还算好的。您怎么来了？这人皇仆从啊，不用白不用。怎么，本公子不能来？您的那位呢？这空间裂缝之中实在危险，若是您一个人进去，恐怕……本公子自然是有队友的，倒是你这段时间看来很闲呐，还有空来这种地方啊？见九黎没有和他在一起，他就嘚瑟了是吧？不如让我陪着您一起进去吧。我虽然没有您的那位厉害，但起码也是能够保护你的。小公子，看来骆小友不是这里的人，他也来自万灵大陆。或许吧，是咱们看走眼了。骆小友兴许真的与咱们一样，都是下来的。这个人皇只会对圣殿的人点头哈腰，骆小友还极有可能是圣殿的人呢。此时，所有弟子的目光都震惊地盯着洛清欢和君九黎，猜测着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不是那位九尊者吗？他怎么来这里了？而且似乎与洛师姐早就认识。据说当时这位九尊者呀，可是由宗门的太上长老亲自迎接进门的，全宗上下呀，可都被惊动了。就是你想与本尊的欢欢夜谈炼丹术？九尊者，弟子没有，弟子哪有资格与洛师姐探讨炼丹术啊？竟是您听错了。哦，你的意思是本尊的耳朵不好使？活该，早看就不爽了，这会儿算是踢到硬板了，凹不起来了吧？怎么样，解气吗？接下来交给你。不用这么麻烦，你帮我处理便好，别闹出人命。大长老，他闭嘴！九尊者在下内门大长老杨苍，咱们之前见过的。不知道这小子做错了什么，得罪了九尊者。此人心怀歹念，品行不端，本尊觉得这样的人不该出现在这里。朱师兄说的对，这朱剑人前背后各一套。洛师姐没来时百般说他坏话，怂恿我们谴责他，但洛师姐来了以后，他便还想着与洛师姐夜会，说什么要切磋丹术。大家心知肚明，他对洛师姐不怀好意，真是不要脸。朱师兄，你好不要脸，分明是你自己嘴上无德，心思不正，却要倒打一耙。你别忘了，我们可都是正人，你别太荒谬了。什么师兄啊，他不配。依我看，洛师姐说的没错，就算是他有点作用，也不能让他参赛了，指不定到时候憋什么坏害我们呢。谁告诉你我是终极炼丹师的？我说过了，你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要对自己太高看了。在我这儿，你啥也不是，碍眼又欠揍。说你真不想滚的话也行，就允许你当我的专属沙包如何？我需要练手的时候就拿你当沙包打，看你应该挺抗揍的，倒也不算全无作用。专属沙包？罗师姐快把我冻死了。不过师姐说的很对，我也觉得朱剑他挺合适的。不知道到时候罗师姐能不能借这个沙包给我们也用一用，我也挺想要一个沙包打一打的。
你不是终极炼丹师还能是什么？从他们所说的精英弟子招生大会至今1年未过，彼时你便是终极炼丹师，才这么短的时间你还能突破了去？你也别太狂妄。自打我开始修习炼丹之日起，便深知炼丹师的修行并没有这么简单。你太小看炼丹了，也太不把炼丹师放眼里了。你这样的人得罪了炼丹师，你会后悔的。笑话，你这臆想症还挺严重的。不信拉倒。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得罪了炼丹师肯定会后悔的，希望你以后别后悔。竹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大长老，弟子知错了，弟子真的只是想和洛师姐交流一下，绝不敢有别的心思。但或许是弟子的方法用错了，惹了洛师姐不高兴，弟子认罚。弟子的爹娘也曾是龙灵宗弟子，这么些年时常教导弟子要谦逊，不要惹事儿，弟子给爹娘丢脸了。哼，知道给你爹娘丢脸了，老夫看你也并无悔改之意，惹了洛丫头，你倒是打得好算吧。九尊者，依您看该如何处置？小媳妇儿，我听你的，让他滚蛋，他留下来也只会坏事。本尊不希望此等小人在欢欢面前碍眼，打发他离开。欢欢，这位神秘的尊者竟与洛丫头相识，看样子这尊者怕是因为洛丫头才来了龙灵宗吧。九尊者息怒，这件事交由老夫来处理，定然不会偏帮他。况且洛丫头本是我们最重视的一名弟子，自然不会让他受委屈。大长老，弟子这里没什么问题，不过朱剑的名额还得找替补的弟子顶上才行。凭什么？我是炼丹师，他们当中有谁能代替我的位置？你一个只能炼3品丹药的终极炼丹师，便是参加了炼丹比试，也与前3无缘，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可有可无。你对自己的定位似乎不太准确呀。哼，说到底你不过也就是个终极炼丹师一样，我们彼此彼死，我不能为宗门出战，那你又凭什么？我也就不过是说了你一些不好听的话罢了，你却不顾宗门大比，要将我打压撵走。宗门少了一名炼丹师，不光是炼丹比试上会吃亏，就连团体战也会受影响。说到底，你才是自私自利。你们刚才听出洛师姐话里的意思没？我总觉得师姐的炼丹术很强啊。我也觉得洛师姐给我一种不会说大话的样子，她既然能说出那一番豪言壮语，定然是要比朱剑的炼丹术强的。所以炼丹这一块，咱们团队少了朱剑丝毫不受影响呢。师兄们，其实我早就想说的，那朱师兄仗着自己有些本事和后台，老是来骚扰我们新弟子，很是卑劣，只是我们初入宗门不敢告他状。是啊，我听一个女同门说过朱剑的事儿，那家伙手段龌龊得很呐。这次多亏了洛师姐替他们出了口恶气。看来我们老弟子平时对师弟师妹们关心的太少了，让朱剑那畜生钻了空子。以后咱们要多照顾师弟师妹，同时留意一下宗门那些恶霸，得联合起来抵制才行。是夜，突然光影中有什么一闪而过，下一秒入眼君九离高大的身影儿果然就在眼前。你又半夜不敲门，闯人闺房，闯上瘾了吧？你怎么想起要来宗门当导师的？你没这么闲吧？自然是来给你当导师的，你的事对我来说才是大事。你来当我导师，打算教我什么？你不是想要学习符文吗？我来教你。当真？可是不对啊，你居然是符文师？我自然不是符文师。符文的入门是很难的，没有真正的符文师引导入门，根本行不通。你不是符文师，又要如何教我？这是什么？这是一位符文师大能留下的古印，其中便有符文师入门的牵引通道，可帮助你达成入门的同时，至少可以指导你的符文水平，一举突破至高级符文师。你就这么将它让给了我？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没那么贵重呢。还是说一说你的条件吧，我不能总这么拿走你的宝贝。条件自然是希望你好好利用这古印，能在符文一道走得远些。当然，那些绘制符文的材料我已经提前帮你备了一些，不过云外的符文材料比较少，我已经让萧明去万灵大陆收集了。洛清欢觉得自己在君九离的身上是有些自私了，他似乎没什么可为这男人做的，有时候呀，甚至还没个好脸色给他。天哪，原来君九离爱他爱得这么卑微。虽说心疼男人可能会倒霉一辈子，但君九离对他付出的太多了，一点一滴他都看在眼里。九离，谢谢你，若没有你，我在这世上怕是也无法过得这般顺遂自在。太好了，小媳妇儿这事啊，真的接受自己了。那些不愉快的过往，小媳妇儿已经不再纠结了，她终于上岸了。九离，你先别激动，往后我们好好相处。
这一吻绵长的让洛清欢口中的氧气消耗殆尽。欢欢，你终于肯接纳我了，我很高兴。突然指尖一弹，将夜明珠掐灭。欢欢，我可以吗？微微点了个头。爹爹好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主人要是知道了，肯定挖眼睛。还是不看的好。哥哥，娘亲和爹爹是不是又要给咱们生弟弟妹妹了？嘿嘿嘿，妹妹，你说对了，咱们很快就会有弟弟妹妹了。不过小孩子不能看这些，不然会长针眼哦。知道了，以后爹爹和娘亲要轻轻钻被窝，咱们就回避一下，宝宝才不想长针眼呢。好了，我累了。累了，看来平日里啊，不光要修炼，还得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才行。君九离，你不要脸！好了，我不对你怎么样了，快出来吧，闷坏了，我可要心疼的。怎么没吃饱？讨厌！说正事儿，你还没认真回答我。你到龙灵宗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当我的导师？自然是真的，我想多陪陪你。翌日，娘亲，娘亲，爹爹呢？你们爹爹已经走了。主人，他的心思很细腻呢，总是能顾及到你。他心很细，的确一直很照顾我，我是知道的。嘿嘿嘿，丫头啊，昨晚睡得可好啊？是要出发了吗？宗门大比受到全云外的关注，各方势力已经入驻，就连2大顶级宗门都已拥护着圣殿的使者到了。不过今天并不会正式开始比试，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开幕，由各个宗门进行抽签，决定明日的对比顺序。洛清欢点点头。丫头，本尊与你同乘一辆。赫然便是千愁长老。我还有自己的私事需要去处理，应该会遇到很多危险，你们跟着也是互相拖累。多谢洛姑娘助我们，如今我们3人也是自由身了，会借机行事，姑娘无需担心我们，尽管去做自己的事。有什么话但说无妨，我能帮你们的一定帮。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不知日后我们是否还能相见。这不难，这是联络用的符文，给你们每人1张，里面有我的精神力，等你们真正落了脚跟以后，告知我便是。得空了我一定来找你们。你这丫头胆子大，连店主的寝殿都敢给他整个搬走。我可没那么不厚道，好歹给老贼留了张床，那些阿杂的衣物也通通给他留下了，对他算好的了。丫头，过来坐，我想你应该有很多问题想问吧。小心打量着爷爷的脸，依旧是记忆中那张慈祥的老脸。不同以往的是，爷爷此时的瞳孔已隐约可见赤金色，那是凤瞳的显现。主人，你怎么看上去愁眉不展的？别打扰主人，主人当了这么多年人族，结果自己居然是兽族，换了谁来都不能马上接受的。我没事儿，不用替我担心。是人也好，是凤凰也罢，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好像也没什么。或许自己是只凤凰，还是件好事。毕竟这样一来，他便与九黎更近了一步，不是吗？哎呀，好了，我真没事儿。该发愁的应该是你们才对吧？主人从人变成兽族，你们被同为兽族的我契约了，心里怎么想？嗨，能成为凤族手下，我当心甘情愿。就是，主人，你无论是人不是人，我们都是你的兽。这话听着怎么有点不舒服呢？罢了，他同金龙族龙主生了2娃娃这件事，洛清欢有所保留，并没有向老爷子透露，也不知那第2个凤星是否就是他的女儿小听雨呢？但不管怎么说，这趟回归凤族之行非去不可。老爷子希望他回归族群，整顿如今内忧外患的凤族，正好他也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世究竟如何。那便去凤族吧，这样也好，那3人可以不用担惊受怕了。我们去凤族。小哥，我看你面生，很少出来历练吧？你叫我峰哥就行。像你这么细皮嫩肉的家族小辈啊，敢独自出来历练的，可是不多见呢。咱这一趟呀，是去孔雀族做买卖。你是想去孔雀族挑选灵兽？还能这样？听峰哥这意思，兽族里还有买卖族人给人类的勾当。可兽族不是最痛恨与人族契约吗？我一猜就是。不过我可得提醒你啊，孔雀族的那些个灵兽呀，都傲气得很，打架却不怎么厉害。你若非是给爱漂亮的姑娘家看契约手，我劝你啊，还是去其他兽族瞧瞧。最近是和平期，往来人族与兽族之间的商队茫多，你可随意挑选。一番交流下来，倒也让洛清欢听了不少有用的信息。这事怪老朱我没提前跟你说这些。原来万灵大陆为了维持一定的安定，减少各种族之间的消耗，有一个所谓的和平期。在和平期内，任何残害异族无辜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一旦发现将接受其他族群的讨伐。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如此。
至于他方才提到的买卖族人，这可是万灵大陆的一大特色呢。人族贩卖人奴，兽族贩卖罪兽，亦或是出生低贱的幼兽，都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儿。的确有很多人族去兽族买兽，当然偶尔也会有血脉高贵的兽族人来人族地盘买人奴回去。无论在哪儿，没实力保护自己的人都会变成鱼肉，任人宰割。万灵大陆这么多种族，复杂得很，那些被卖来卖去的人，日子定不会好过。这一趟赶路也赶了足足1个月。再往前啊，便是兽族领地了。我们所在的方位隶属于凤凰族，孔雀族在凤凰族中负责镇守南边关。小兄弟，可要随我们一同进去啊？洛清欢答谢了商队的好意，独自离队。接下来他便要直接去凤凰族了。到底还是年轻啊！都说凤凰族各族群都很排外，虽然是和平期，但他们依旧是不欢迎人族的。又过了10日，来到了雀灵族，是一个高度人类化的族群。丫头，找个人问路，咱们直奔传送去。凤心回归在即，刻不容缓。站住！这里不是你们人族该来的地方，此乃雀灵族重点，闲人免进。你若再上前一步，别怪我们。洛清欢的肩头站着一只小红鸟，朱雀赤金色的眸子微微一亮，释放出一丝朱雀神威，连忙跪倒在地。朱雀大人饶命，我等不知你也在。让开，本王的主人要去凤凰谷。能将神兽契约的人类绝不简单。这位人族修士开启传送阵需要有凤凰神族的信物。爷爷，你可有那信物？那个丫头啊，当年爷爷带你逃出凤凰谷走得急，信物自是没带在身上的。不慌不慌，丫头，我察觉到你已经开始修炼黄诀，不知道修炼到第几重了？爷爷，黄诀我倒是已经修炼到了第5重，快要突破第6重了。难道黄诀也能开启传送阵？丫头，放心大胆地运转黄诀，将你的灵力打入传送阵便可。不可！冲天的金光惊动了整个雀灵城的人。这竟然真的开启传送阵了！不知阁下是什么人，又是如何开启传送阵的？要去凤凰谷做什么？不该问的别问。本少既已开启传送阵，你此番质疑是几个意思？要是误了大事，你担不起这责。快去通知荣长老，有个人类女子去了凤凰谷，十分可疑。女子？族长，你是看出了什么吗？他们分明瞧见是个男子才对。错不了，你们难道忘了我习了一门可变伪装的术法？只是那人的伪装之术极为特殊，我只能隐约感觉她是名女子，其真实容貌却是瞧不真切。丫头啊，都是凤凰族几大家族的重量级人物，不过你别怕，咱们的人也在。老身荣长老，不知小友是如何进入我凤凰谷的？丫头，不用理会这老娘们儿，她没安好心。这位前辈，我想见一见你们的谷主，不知可否烦请引路？丫头，论辈分的话，这人你得叫他一声曾祖呢。虽然不是血亲的曾祖，但他算是咱们这一脉的嫡系。前辈，还望通融，晚辈确实有要紧事要见一面谷主。骆长老，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吧？来历不明者，尤其还是个人族小子，不该将他捉起来细细盘问吗？荣长老，要论辈分，老朽可是比你更有资历的。怎么，你此等举动，难道就不是在搅乱规矩？行，老生不拦着，你大可将人带去谷主面前。人族之人最是狡诈，你这般引狼入室，谷主不会给好脸色的，你就去吧。荣长老回到荣家，洛书燕已经在门口焦急等待。师傅，是不是另一个凤仙出现了？哼，只是个人类罢了。你管好你自己，黄诀练得如何了？师尊放心，书燕修炼的差不多了，不成问题。见师尊离开，洛书燕这才长舒一口气。自己明明是凤星，这是谷中各个家族的人都查验过的，如假包换才对。可他为什么不能修炼黄诀？不是说凤星是凤凰中最高贵的血统吗？对黄诀理应手到擒来才对。可为什么他完全无法修炼黄诀？一群低等的凤凰，你们得意不了多久。待本宫血脉觉醒，成为凤主，本宫要把你们当奴隶。前辈，您有话不妨直说，晚辈知无不言。不知为何，看到小友觉得特别亲切，小友眉宇间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像极了家里2个小辈。家中2个小辈比你看着大上一些，一个叫凤赤瞳，一个叫洛灵，曾经是很要好的兄弟，只可惜爷爷他们。丫头，他们都是你的哥哥，
是血脉至亲。前辈，冒昧问一句，既是两兄弟，为何一个姓凤，另一个姓骆呢？凤赤通早些年便已被认定为我们这一脉的少主，冠以凤姓。凤，这是姓氏，在我们族内，除了凤主之外，便也只有5大家族的家主以及少主有资格冠以这个姓氏，其他族人都只能维持原来的姓氏。我们凤凰神族自久远的上古便开始像人族那样生活了，因此也有了各自的族谱。那您方才提到2位少爷，是关系出了问题吗？丫头，从前你那2个哥哥极其宠你，整日围着你的婴儿床转，那2兄弟闹矛盾，大抵也是因为我带你离开的那一晚是少主在一旁守着，但那时他也不足10岁，哪里熬得住啊？你失踪了，凌少爷便怪罪少主了吧？记住，谷主问什么你便答什么，切不可撒谎。我们这位谷主活了快20万年了，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法眼。都当谷主了，咋还住在洞里呢？眼前的画面便陡然一变，出现在了一处花海之中，简直是世外桃源。好吧，就当我刚才什么也没说。丫头，你太高看咱们这位谷主了，他老人家活了这么久，可是很会享受的。来了，进来吧。果然，咱这位谷主爱喝酒的毛病还是没改掉啊。丫头，这老头好酒，但酒量不咋地，喝个2壶就微醺了。你将你空间里的灵果酒给他喝，保管他喝迷糊。到时候爷爷帮你释放一丝凤凰神力在身上，你再求他让你进族地。这样能行吗？丫头，你信我的，族地本就是等着你回来开放的。不过现在还有个人对族地虎视眈眈，为防他暗中使坏，咱们必须让谷主偷偷给你开后门。爷爷说的另一位凤星，他才不是凤星呢，他连咱们凤凰族的边儿都沾不上。不过是我用了些手段让他来的罢了。对了，丫头，那人你也熟悉，骆书燕。人类小友，入座吧。听骆小子说你有事要找我。那个晚辈的确有事相求，自然也不会空手而来。晚辈这灵果酒，谷主前辈可要尝尝啊？你这小不点会做人，有求人的态度。哎呀，这一点可比某些人强太多了。前辈快尝尝，是灵果用天灵水酿制的酒，味道绝对比你这花雕酿带劲儿。哦，天灵水。谷主才喝第5碗，就有点不省人事的意思了。乖乖，就这酒量还敢这么喝，真是高估你了，前辈。谷主，晚辈想入族地修炼，还望通融。啊，原来是我族小辈呀！你这小子，你说你有这好久不来孝敬我，藏到现在啊？谷主，晚辈想进族地，您老人家帮帮我，下次我带更好的灵酒来孝敬您。霎时间，空地上堆起了高高的酒墙。谷主，你看，晚辈可没诓你，我真有不少好酒呢。哎呀，好小子！哎呀，区族地罢了。老朽这边把你送进去，老朽这边将族地大门打开，放你进去。你打算给老朽多少酒啊？老人家，酒喝多伤身，晚辈也不想害你，就先留这20坛子让你解解馋，等晚辈从族地里出来再给你更多，如何？妥吧，反正你小子进了族地也跑不了，还得由着老夫帮你开门出来。姑且便这样吧，那老朽到时候等多久把你接出来呀？包接包送，服务这么到位，谷主当真好鸟，他真的，我哭死。30天吧，预计1个月，您看如何？爷爷说进了族地，待接受了传承后，血脉便会彻底觉醒，到时候我免不得是要画出凤凰真身的。哎呀，从人到鸟，也不知到时候我能不能接受。族地内并非全然安全，也是处处险境。你小子准备好了？小辈儿，且进去吧，一切造化在于你自己。1个月后，老朽会如约再启族地大门，去吧。姓骆的，别以为老身不知道，谷主怕是还在里面吧？抱歉，老夫无从奉告，谷主叫老夫守门，你们谁都不能进。放肆！你算什么东西？
本宫可是未来凤主，你敢拦本宫的路？凤主，你这小辈好大口气！老夫甚至都没在你身上感受到皇爵的流淌，你便要以凤主自居，真当我们凤凰的主是这么好当的？不知所谓！荣老夫知道骆长老在探知旁人修为方面很有一手，看样子自己这不成器的徒弟一直都在骗他。此时的荣长老已经在计划着下一个阴谋。老爷子闪身而出，气息一变，瞬间化作一只凤凰。丫头，你上来，我带你去传承大殿。第二位凤星迟迟不见现身，荣家那位怕是要直接成为凤主了。他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凤凰，是凤星又如何？要想成为凤主，不光需要凤星照拂，还得是接受了无上传承，觉醒了凤生莲台才行的。哎，那叫洛书燕的，实在是嚣张跋扈。若他真的成了咱们的凤主，那咱们凤凰谷呀，算彻底完了。出去寻找第二位凤星的族老们都还没消息，距离约定的时间只剩20天不到，这次看来真的没戏了。又过了10天，族地内洛清欢成功接受了传承，在一座火山之巅逐渐褪去人形，展翅成了一只凤凰。鸟气威武，阳气霸气！唉，你们容我再接受接受吧。我这小心脏，从人到凤凰，上辈子加今生，他都两世为人，现在嗖的一下变成了个鸟人。原来你是凤凰，那很多事啊便说得通了。天颜白虎突然发声：凤凰丫头，听说凤凰族内亦有自己的神位传承，只是似乎从未被完全继承下来。你不妨在族地里找找。凤凰之神乃自由神，即便你继承其神位，也无需应对其他神。有了神位，这浩渺的宇宙便能任由你翱翔了，想去哪儿便去哪儿，岂不快哉？自由神吗？家主与主母在外寻找小女儿已过去10年，如今凤星出现，可有打探到他们何时归家？主位上的骆怀庭缓缓开口，眼里满是焦急。他是骆家二爷，家主胞弟。二爷，家主与夫人已在归家途中，只是不知为何金龙族那边把家主与夫人请了去做客，应该不会有事的吧？金龙族贼想起要请咱们骆家家主做客呀。这龙凤本一家，但近年来关系越发紧张。龙凤两族兴许还好，只是底下的多个部族都有频繁的冲突。家主他们如果只是被金龙本族请走，应该不至于惹上麻烦，怕就怕是被龙族其他势力抢走的。诸位叔伯，族老且宽心，爹娘那边应该没事儿。再过10日便是凤星归位、凤主诞生之日，咱们得赶紧做好准备，迎接咱们的凤主回归啊！少主，你最近太操劳了，好好休息一下。那些准备工作交给我们做便好。伯伯，您别担心，赤瞳精神头好着呢。他早就见过妹妹了，这事儿还不能说。对了，赤羽那家伙最近跑哪儿去了？凤主即位在即，要看好他。老唐，听说你放了个来历不明的人进族地了，我求你那么多次，你都不让我进去，凭什么呀？这小子只会吼，一点都不可爱。嘿，混小子，把酒还给老夫！老唐，你敢再上前一步，我打碎他！哎，好小子啊，敢对老夫用如此手段，你完了！嘴上说着凶狠的话，手下却很诚实，当即开启了族地。反正啊，放1个进去也是放，放2个也是放。这次就为美酒打破规矩到底了。谷主真是越活越任性了，招呼都不打一声，便又开了族地，到底还拿不拿咱们放眼里了？少主，二少爷已经回到族地了，但是属下不敢跟太近，跟丢了。这臭小子，这次回来不能再让他出谷了，快去搜寻赤羽那小子，该不会……别看那小子魂不吝，运气一直都很好，之前闯入鬼族都能安然回来，咱们谷内各个角落都找过了，就是不见那小子的影子，8成是去了谷主那里。这臭小子居然还让他进族地了！骆赤羽小心翼翼地将先辈的骸骨投入火山口，随着汩汩岩浆将尸骨吞没，一道金光迅速地冲了出来，直直打入了骆赤羽的眉心。传承开始了，骆赤羽激动万分，连忙寻了片空地打坐入定。骆清欢天赋异禀，顺利拿下传承。眉心处赫然出现了一朵火莲的标记，他终于有了一种赶超君九黎的感觉。也不知现在与君九黎交手，他能在几招内拿下他。一想到牛逼哄哄的男人可能会被他踩在脚下，骆清欢就彻底压不住上扬的嘴角。准女婿怎么了？不用别担心，许是欢欢在想我了。若是骆清欢在这里，瞧见同君九黎对话的女子，定要大吃一惊，长得也太像了。如今我的实力已经不能用大陆标准的修为等级来定义了，
也不至于上神级，甚至是天道级的修士，能否有一战之力？至少丫头你现在的气势要比从前凤主给人的压迫感强，但若真是动起手来，那就说不定了。咦，什么动静？奇了怪了，这族地怎么还有人？快下去瞧瞧，看着有些眼熟啊。宇少爷，少爷，难不成我家在洛家只是打杂的？爷爷怎么还喊人家少爷了？可爷爷又说洛家少主凤赤瞳是我大哥，难不成是他二哥？爷爷，在老爷子一番回忆讲述之后，洛清欢才知道自己居然是洛家的掌上小明珠，而老爷子并不是他真正的爷爷，而是族里的一名族老。那是你二哥洛赤羽，大不了你几岁，这孩子竟也长这么大了。小小姐，咱们洛家定也有内鬼，那晚要不是我及时发现有情况，你怕是要被贼子掳走了。山爷爷，您救了我，还养育我这么大，就别叫我小小姐了。我知道族老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很高，你不必如此。好，那山爷爷便不推脱了。青花丫头，一会儿等赤羽完成了传承，咱们与他一起商量商量。一晃3日，时机到了，时机到了，凤主即将归位，我凤凰神族后继有人呐。又是3日，距离凤主登位只剩3天。几万年前开始，咱们凤凰族的凤主之位便开始在5个家族中轮流出现，倒也一直相安无事。可几千年前开始，事情变得不对劲儿起来，各家都有自己那一套掌管族群的方法。像咱们洛家秉持的就是一个公平和睦，资源一起分，难关一起过，为族群劳心劳力。但像荣家便不是这般，荣家中多野心之人，他们的人成了凤主，想的不是怎么把凤族管好，把依附于凤凰神族的其他兽族管好，而是在其位无所不用其极的开始谋私利。其他3家相对较好，没那么自私自利，但利益相关，每家都有些想法，心并不往一处使。凤主权力太大，继位后得到传承，还能对族中人享有绝对的压制权，常在高位，很难能让人保持初心。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想来与鬼族勾结的主犯便出在荣家，各家再多出些利欲熏心的人，便是神族也能被一点点瓦解。可不是，这次更了不得，竟出了2个凤星。凤主只有1个，2个凤星难免要争夺主位。如今还有1位凤星没有现身，青花丫头，咱们还不能掉以轻心呐。凤星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山爷爷，您都能将洛书燕佯装成凤星，不被人怀疑，这凤星似乎也没有那么神奇啊。非也，我那手法是无意中得到的禁术，一般族人发现不了洛书燕是假冒的，但谷主一定知道。谷主怕是也在等事态的发展。凤星必是所有在世凤凰族中天赋和血脉最强之人，且必为女子，理论上不会出现2位凤星，除非旗鼓相当，连天道也难分伯仲。浮现在脑海中，其中1名凤星是他。这族内久久不曾出现凤星，只在他修为逐渐显露之后才出现，说明在那之前族内并无凤星。难不成还有个凤星是小听雨，他的宝贝闺女？女儿可能随了他，也是个血统纯正的凤凰。丫头，你去做什么？看我女儿。看女儿，要她女儿？丫头，你还没成婚呢，啥时候有的女儿啊？有女儿有啥好奇怪的？他还有个儿子呢，还是条金龙来的哦。主君，你来瞧瞧，这凤生莲台是不是变了？没变啊。主人啊，你应该是太久没关注他，有些陌生了吧？是吗？听雨还真是随了我，也是个小凤凰。娘亲是要带妹妹进族地，我也要去。洛清欢想了想，便同意了。丫头，你刚刚说你的女儿，莫非是……糟了呀，家里血脉最纯的宝贝疙瘩，在外面让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野小子给拱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山爷爷，是我的1双儿女，一个叫关云，一个叫听雨。啥？儿女1双，还有个小子？人呢？山外祖父，我叫关云，是娘亲的乖儿子。差点吓出魂儿。女儿有个人样，儿子是条9爪金龙，合着丫头不是被野小子给拱了，而是被一条正儿八经的9爪金龙给拱了。敢问孩子的父亲是？他叫君九离，是龙族的龙主，山爷爷应该是知晓的吧？好刺激呀！好啊，
清欢丫头，这便为咱们凤凰族延续了这么好的香火，你这女儿应该便是第2个凤星了。你有什么打算？我会倾尽全力培养听雨，待她能独当一面之时，凤主便传位于她。老爷子听了洛清欢的打算，清欢丫头，你才是真正适合做这凤主的人呐！日暮斜阳滑落，黑暗再次笼罩大地。师傅，你儿徒儿便能成为凤主了，妾室必定对荣家大大有赏，将谷中资源都倾斜向荣家。老东西，除了甩给他黄诀之外，丝毫不指导他修炼，害得他到现在都没能领悟到黄诀的奥义。明天便是凤主登位之日了，他已与鬼族鬼差联络好，明日便为他们开启通道，杀入凤凰谷。天光破晓，谷主今日这是怎么了？他向来守规矩，这么重要的日子，他竟当众持酒。凤主的登位过程极为繁琐，理应这个时候就该开始准备了。过了时辰，便只能等来年了。谷主不会犯糊涂才是啊！兴许谷主是在等那第2位凤星出现。是啊，第2位凤星至今没有现身，难不成谷主知道他在哪儿？哎呀，得了吧，这都多长时间了？5大家族的人啊，都陆续派人去寻找，全都没有结果。凤星难能可贵，至今都没有出现过同时有2个凤星的情况，兴许是星宿出现了差错吧？吵什么啊？吉时未到，且耐心等一等。不行，必须马上开始继承仪式。本宫以凤星的身份命令你把酒扔了，给本宫马上开始。喂，老头儿，说你呢，快给本宫把路让开，让本宫上去。很好，本宫念你还算识相。待本宫成为凤主之后，你这谷主便继续当吧。洛书燕窜上了凤灵台，激动地朝凤凰之心抓去，一股蕴含着无尽杀意的强大威压便迅速笼罩整个凤灵台，整个人便被这股强大的威压击飞了出去。切，愚蠢荒谬！我凤凰神族的最高传承，若是这么容易得到，那也太小瞧了。谁？你是？二哥，是我呢，看到我，二哥可惊喜。小妹，真的是你！两兄妹一番感情交流之后，坐下细说要紧事。什么？你是说那个手段极其残忍，性情极其暴力，手眼通天，实力超凡，一骑绝尘，年少有为的龙族龙主君九黎，是你男人？得，这么多前缀加在君九黎名之前，看来二哥对君九黎是满意的。二哥，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算日子，今日便是凤主登位之日，你有什么想法吗？山族老妹妹，这些年大哥一直在追查当年的事情，已有了眉目。族内最大的内奸出自荣家，不过荣家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其中，还不能肯定。依我所看，荣家今日不光是为了凤主之位，也会为了夺下整个凤凰谷，算计全族人。不如我们再等等，等到那些人暴露出来，咱们再行出去。等老夫信号，狐狸尾巴快露出来了。是谷主的声音。好家伙，我以为那就是个爱吃酒、醉醺醺的老头呢，原来老人家不傻。来了，我荣家几位准备好，随时接应贵族盟友。外头来消息，贵族的人来了。不好，怎么会有贵族气息？荣长老，你们怎么？几位族老为何挟持谷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们几个这是要造反不成？快放了谷主！你们这么做不怕给家族蒙羞吗？老夫早就受够了这些破规矩。谁说必须要凤星才能成为凤主？我荣家能人辈出，我等都已修炼至神境，这凤主之位如何做不得？外界都说我们凤凰族规矩多，我瞧着也是，历来帝王能者居之。今年便由我荣家来破除旧规，立新王。族老，你们在做什么？请清醒一点啊！是啊，族老。霎时间是族弟。谷主糊涂啊，为何这个时候开族弟的门？天助我荣家！谷主你英明，大势已去，我荣家今日必当执掌整个凤凰谷。你此时为我们开启族弟也是应该。只一瞬，便凌空于凤灵台之上，素手一抓，本岿然不动的凤凰之心赫然飞窜进了他的掌心。凤主传承，什么人？快把凤凰之心还给老身！跪下！自己根本无法反抗，竟直直地朝着洛清欢跪了下去。是神，是凤凰之神。传言凤凰之神只是个传说，先祖们都不曾见过。没想到这女子竟是凤凰之神身躯，比凤主更强。她为何与洛家的主母长得有些相似？难道她是？老夫本只是想让凤星进族地接受血脉觉醒，没想到
他居然直接获得了凤凰之神的传承。族人齐齐下跪，无比虔诚，带着敬畏之心，对洛清欢连连磕头。大哥，我回来了。凤星归位，凤主请登位。凤主请登位。本尊已成就神位，凤主传承对我来说已无意义。天宇是本尊的女儿，也是那第2颗凤星，凤主传承给予我的女儿，诸位可有异议？神的旨意无人质疑。娘，那些人为什么都跪我们呀？妹妹，你现在已经是凤主了，整个凤凰神族都要听你的话呢。娘继承了凤凰之神，也不用凤主传承了。妹妹，你便得了传承，等将来能独当一面之时，就要履行凤主的义务了。几道强悍的气息突然来袭，护驾！保护凤凰神，保护我们的小小凤主。谷主，启备族老，不要慌，来的应该是熟客，鬼族之人已尽数绞杀。关键时刻，什么熟客到访啊？是龙族的人，怎么拖了这么多金箱子来呀？搞得跟下聘礼一样。瞧见最前端那条金龙龙头之上站着的高大身影，赫然便是君九离。快看，好像是洛家家主同主母也在。金龙族与凤凰族联姻，这是头一遭，举世之间头一遭啊！不可不可，那是我们凤凰族的神，怎可嫁到金龙族去？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不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君九离好不容易说服了岳父母，浩浩荡荡的踩着点来提亲，结果人还没见到呢，底下一群乌合之众便说他们不同意。他们敢不同意，经过我同意了吗？哼，龙主竟是龙主亲自前来。听闻那位龙主极为强悍，不过20出头的年纪，便已是龙族历史上最厉害的龙主了。你说一个20来岁的人，在咱们看来也还是奶娃娃吧？嘘嘘嘘，咱们这位凤凰之神连20都不到，休要拿年纪说事啊！他们的实力不是你我能匹敌的。凤九卿和林霜雪心系自己的女儿，我的女儿，娘想你，太想你了。快到爹爹怀里来。娘，爹，孩儿回家了。爹爹，孩儿想你了。这便是他们的小龙主吧？哎呦，长得甚是可爱，太像龙主小时候了。现如今有了小龙主，这位老龙主爱去哪儿去哪儿，他们得抓紧培养小龙主才行。飞到了洛清欢的身侧，一把将洛清欢搂进怀里。欢欢，想你。我也是，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盛大婚礼在1月后如约举行。这一日，整个万灵大陆龙凤齐鸣。龙族龙主与凤凰神族凤主大婚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万灵大陆，各大势力接送来祝福。婚后，洛清欢和君九离两头跑，甜蜜又忙碌着。转眼又为凤族和龙族各添了一个宝宝，斗转星移。龙凤两大神早已去往浩渺宇宙游历人生，每到一地便停下生活一段日子。爱情的火花不减，爱情的结晶与日俱增。带着娃娃不方便游走3界，洛清欢便将孩子们都送回了万灵大陆。双方父母忙得不可开交，成了带娃能手。听雨和关云也终能独当一面，一边教导弟弟妹妹，一边修炼，争取早日追随爹娘的脚步。而洛清欢也带着君九离双宿双飞，寻找着世界尽头。